上一世我被下放到农村喂猪，为了不被饿死，娶了当地大队书记的女儿李薇。之后的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到城里。终于在5年后收到了老师的介绍信和回城的调令。我狠心抛下爱我的妻子和刚满3岁的女儿。刚回城之后不久，就被当作技术人员调往一处秘密基地参加科研工作。而就是在这3年时间里，我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内心，爱上了那个满眼是自己的乡下土妞。所以当项目取得圆满成功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请假，前往当年插队的八宝粮大队，要和她复婚。然而，当我再次回到熟悉的地方时，等待我的只是2座长满杂草的孤坟。原来，在我们离婚之后的第2年，李家就遭遇了重大变故。那场变故直接导致李幼薇的父亲以及3个哥哥失去了生命，剩余的4哥也丢掉了双腿，变成了废人。李幼薇一下子从全家的团宠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但要下地干活，而且还要照顾残疾的哥哥以及家里7、8个孩子。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李父当大队支书的时候得罪了人，现在李家败落了，免不了有人要报复，所以李幼薇经常被村里的几个地痞流氓骚扰。期间，李幼薇曾到京城找过周阳，但都查无此人。而就在此时，小宝又查出了重病，需要大笔的费用治疗。连番打击最终击垮了李幼薇。于是他在我回来的前3个月，带着女儿投河自尽，妻女惨死成了我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梦魇。我痛恨自己抛弃妻女，3年多的时间对他们不闻不问，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此后余生40多年，我都没有再碰过女人，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并最终成长为横跨多领域的无双果实。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无法释怀。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到云山县的八宝粮大队，和我的妻儿埋在一起。幼薇、小宝，我来找你们了。再次睁开双眼，老天爷竟给了我再次选择的机会。这不是我40多年前下乡插队时住的那间土坯房吗？小薇，我就想不明白了，姓周的给你喂了什么迷魂汤？他说让你离婚你就离，你一个女人还带着一个奶娃了，离了婚还能嫁给谁？你就算是不为自己多想，也为小宝想想。哥，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这个回城的机会他已经等了足足5年，我要是不放手让他回去的话，他会恨我一辈子的。他敢？姓周的忘了他这些年是靠谁吃饱饭的吗？狗日的，要是敢不要你，老子直接剁了他！坏舅舅，坏舅舅！再次听到妻子和孩子的声音，我激动得无以复加，一把推开了堂屋的门。突如其来的推门声惊动了堂屋里的众人。你醒了？回想着几十年钻心刺骨的愧疚与思念，我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幼薇拉到了自己的怀里。你莫哭，我同意和你离婚，还不行吗？不离婚，这场我不回了。咱这妹夫咋变了？难道说他是被打怕了？我知道你想回城，留下你的人也留不下你的心。放心吧，我不会让哥哥们打你的。爸爸，不要走，不要丢下小宝。爸爸不走了。你要是走的话，就不要哄小宝，不然以后他更伤心。我知道想让妻子相信自己真的不打算回城，就必须做出实质性的行动。想到这里，我回到里屋，从大红木柜里面取出一个用多层防水布包着的信封，而后当着李幼薇以及几个大舅哥的面，将里面的东西撕得粉碎。你疯了，这可是你老师的介绍信以及回城的调令，有了这些，加上大队的证明，才能顺利返程。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不回城了？不回了，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以后我会安安心心留在这里。相比于回城，我更在意你们母女。如果说回城的代价是抛弃你和小宝，这个成不回也罢。大哥、2哥、3哥、4哥，我知道这些年自己亏欠了幼薇以及李家很多，也让幼薇伤心了。不过请放心，从今以后我会好好和幼薇过日子，请给我一个机会。李家傻大黑粗的4大金刚顿时有些懵逼，他们被我的转变给不会了。夜深人静，尘埃落定，李幼薇依偎在我的怀里，一直傻傻地盯着我看。看啥呢？咋还不睡？看你睡不着。我有啥好看的？都结婚这么多年了，还看不够？你好看，一辈子都看不够。吆喝，自己这是被聊了。既然一辈子看不够，那下辈子、下辈子我还做你男人，都给你看。对了，你为什么突然不回城了？是不是因为我哥他们？不是，因为我不想失去你们。就在我被2哥打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和你离婚了，然后抛下你和小宝回到了城里。但是当我确定我是爱你的时候，想要回来找你和孩子，你们却不见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梦里都是反的，不要放在心上。你要是不回城的话，那要不要让我爹到镇上给你买个工作吧？我再一次被怀里的这个小女人给感动了。眼下这个年代，一个正式工作有多金贵，即便在镇子上当个邮递员，没门没路的话，没有600、700块钱根本拿不下。不用了，工作的事情我自己能解决。为什么不要？你不会是还想着回京城吧？没有，我之所以不想让岳父帮忙买工作，一方面是买工作不划算，另一方面是不想让人说闲话。谁敢说闲话？让我哥揍他。对了，家里还有多少钱？差不多100块钱吧，你要用吗？我想去一趟市里，不要多想，我不是要偷偷跑，只是之前老师和我说过一个赚钱的法子，我想去试试。我没多想，你啥时候去？我让爹给你开证明。养好身体再说吧，我那几个大舅哥下手可真狠，浑身都疼。活该，谁让你老想着抛弃我们娘2个回城？不会了，再也不会抛弃你们了。你要去市里？我想到市里走几天，给你给开个证明吧。你去市里干嘛？
没听说你在市里有亲戚啊？爹，我老师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个赚钱的路子，我去看看成不成。赚钱？是不是家里没钱了？不行的话，让右为回家一趟。爹，我知道你疼我们，也想帮我们，但是您又能帮我们到几时？我作为一个男人，也想撑起我们的小家。有几分男人样了，不过有些话我得提醒你，证明我可以给你开，甚至于你想回城也没问题。但是我希望你就算是走，也走得堂堂正正，别偷偷摸摸的走。爹，你放心，右为和孩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不会离开他们的。好，希望你说到做到。回到家后，李幼薇也已经把饭做好了，几个野菜馒头，3碗没有多少米的稀粥，还有1盘凉拌苦菜。证明开好了。爹一共给开了3天的时间。那你早去早回，另外不要倒买倒卖，小心被人告。放心吧，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倒买倒卖虽然能挣着钱，但是我还真看不上，风险大不说还挣得少。而且像我这样的国士，还真看不上这种赚钱方法。还有比倒买倒卖更轻松、更挣钱的法子。一方面是因为急需钱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我担心小宝的身体。前世小宝是在5岁的时候被查出心脏病，现在小丫头虽然没有任何的病症，但是我还是决定尽快带她去省城检查一下身体。而且眼下已经是75年的6月份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时间是77年的9月，距离现在满打满算也就2年多一点了。这将是我们一家子跳出农门，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我不仅仅是自己想要考大学，还想让李幼薇也跟自己一起考，所以自己必须得在2年的时间里挣够2人未来几年上大学的花费。要是有能力的话，最好是在上大学的城市整一套房子。第二天我便早早的起床，20公里的路走了3个多小时，等走到汽车站的时候已经8点多。即便是县城也没有想象中的繁华，只不过是多了一些砖瓦房子而已。好在现在已经是1975年，距离开启时代改革大幕的时间也没几年了，自己只要安心等待就行了。在哗啦啦的异响中，长途客车驶向120公里以外的城市。为了能带着老婆孩子上大学，我1天时间内徒步120公里，来到宁市的新华书店面试翻译官挣钱。赵阳同志，你懂外语？懂一些。请问你懂哪国语言？上一世身为中国无双院士的我，很想说自己精通英法德俄日韩这几国语言，但是在这个时代太出风头可不好，说不得还会引起有心人的调查。英语。英语好啊，咱们国家现在最缺的就是懂英语的人才。不过你想接翻译的活儿，我还得检验一下你的水平。随后老徐从一旁的抽屉里拿出2张写满英文的纸，递到了我面前。你看看这篇文章，你需要多长时间能翻译完？这是从英文经典书籍《致加西亚的信》中节选的一个段落，5分钟吧。5分钟。老徐显然也被我的话给惊呆了，几页纸的译文对于我这个常年用英文发表论文的国士而言，实在是没有什么难度。你的水平不错，有接任务的资格，但是按照规定，我们需要对你的个人资料进行审核。我当即将自己的身份证明以及大队开的介绍信之类的证明文件都拿了出来。你是京城人，插队到我们这里，在云山县团结公社插队。几年了？5年了。都5年了，咋之前没想着过来接活儿？一来是不知道有这么个工作，二来是以前一直是我媳妇养家，没有挣钱的动力。呵呵，那你可是娶了一个好媳妇。我看了你的身份证明没问题，不知道你想怎么接活儿？这个还有的选吗？有，根据译者的水平，我们将所有译者分为翻译员、翻译师、高级翻译师，等级不同，可接的任务也不一样。你的水平不差，但是现在却只能算是一个翻译员，所以也只能接一些外文杂志、期刊的翻译工作。等到等级提升了，就能接一些高级任务了。我想问一下，稿费怎么计算？另外，怎么提升等级？如果是翻译杂志期刊的话，3000字以内的话按篇算，1篇5块钱；3000字以外则是按照签字3元计算。至于如何提升译者的等级，其实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多翻译作品。具体竞技标准有没有？翻译作品超过1万字，作品准确率在90%以上，可以成为翻译员；超过10万字，准确率95%以上，可以晋级翻译师；超过100万字，准确率98%以上，可以晋升高级翻译师。那好，先给我找几本期刊吧，最好是工业或者是数学方面的。这是上面最新下发的任务，你可以试试。不过你要是想把书拿回家翻译，必须交付10块钱的押金。是漂亮国上个月发行的一本工业期刊，大约有50多页。凭自己的水平，要是全力以赴的话，最多2-5个小时就能将这本期刊翻译完。那你能让我待一会儿吗？你想在这里直接翻译吗？行是行，但你要知道，你们翻译完的作品是要上交到上面审阅的，只有审阅合格的作品才会有酬劳。所以即便是现在你翻译完了，我也没办法给你结算稿酬。没关系，稿酬可以慢慢结算。我这次有3天假期，我希望这3天的时间里将等级提升到翻译师，到时候就可以接一些更高级的任务回家做了。也许是我刚才的表现确实是震惊到了老徐，所以他不但给我准备了笔和信纸，还为他倒了一杯水。从中午12点开工到下午3点半，我已经翻译完一半的作品了。写满一文的信纸足足有60-70页，估摸着有1万多字。大师级的英文水平，专家级文学素养，加上速记员的速度，
这让我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如鱼得水。当我拿着翻译好的文稿递给老徐的时候，这个秃了顶的中年男人彻底的骂了：速度快，准确率又高，这不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吗？必须连夜将这份译文送到省里校对审核，并将我这个人才上报到有关部门，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你的稿件我会让人连夜送往省城，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会有消息。如果合格的话，我会尽快给你结算稿酬。谢谢徐哥。不客气，其实帮你也等于帮我自己。你也知道，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经验，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资料需要翻译，所以上面给每个省市的书店都安排了相应的翻译任务，并定期进行考核。你也知道，我们宁市只是一个偏远小城，本地又没有什么大学，所以翻译人才少得可怜。每个月上面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我都需要求爷爷拜奶奶的找人完成，耗时费力还费钱。如果你翻译的稿件质量合格的话，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稿子质量您大可放心，有我在徐哥你以后不必为完成任务而担心了。那感情好，你都不知道现在找个合格的翻译有多难。每一次上面有任务分配下来，我都要脱层皮，真的是一言难尽啊。以后上面再有任务，徐哥你可以直接交给我，这样一来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能赚到钱，双赢。好，小赵，你晚上住的地方还没有安顿下来吧？不行就到我家吧，顺便让你嫂子整2个菜，咱晚上喝点。徐哥，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这次就算了，一来是因为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准备，上门拜访哪有空手去的不合适，二来呢你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打算晚上再译一些稿子出来，尽快将等级提上来。你要是晚上打算继续翻译稿子的话，那你就住在书店里吧。店里有个小单间，是我平时用来午休的，有床有被子，简单的凑合一晚上没啥问题。既如此，那就麻烦徐哥了。不麻烦。随后老徐将赵阳带到小单间，又应我的请求取了2本英文期刊后这才离开。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等我将老徐留下的2本书都翻译完之后，外面的天色竟然已经微微亮了。小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省城的专家们审议评定后，你的稿子全部合格，且准确率在98%以上，所以你现在正式成为一个翻译工作者了。多谢徐哥的照顾。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还需要小周你多照顾老哥哥我。我们这是相互照顾合作共赢吗？你昨晚上翻译的稿子我已经看了，会尽快送到省里审阅的。另外关于稿酬你有什么要求没有？不是说有标准吗？标准是标准，为了照顾你们这些特殊人才，上面除了钱以外还可以为你们提供一些票据，不知道你需要哪些票？我想要一些大米票和肉票，另外要是有邮票和糖票就更好了。我会向上面打报告的，应该没问题。老徐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当即锁了店面，带着我赶往对面的国营饭店。我终于吃上肉了，一盘肥得流油的猪头肉外加半个猪肘肉。酒足饭饱，2人再次回到书店。整整1个下午，我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将2本期刊翻译完成。我的工作效率再次震惊了老徐。原本我认为他的外语水平应该是专业级的，也就只比省城的那些外语专家差一点，但是现在看来是自己太低估了小赵的实力。他的水平至少是专家级的，应该不比那些外语专家差多少，甚至于更强一些。必须要和这个年轻人打好关系，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太难得了。第2天早早的就起来，并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由于队里只批准了我3天假期，所以我必须今天返回八宝粮大队。接过老徐递过来的10几张大团结以及一小捆票据，我的心里非常的激动。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你一共翻译完3本期刊，一共涉及21篇短篇和2个长篇。按照约定的稿酬计算，短篇5块钱一篇，合计105元，而那2个长篇差不多有9000字左右，按照签字3元计算的话就是27元，一共是132元的稿酬。70年代县城里一个产业工人1个月的工资也就不到30元，130元相当于一个普工小半年的工资。再次向老徐道谢之后，我带着10多本英文期刊坐着公交车来到云山县。不过我并没有立即回村，好不容易来一趟县城，再加上手里有钱有票，我得好好采购一番。不知道右威看到我赚了这么多钱，会高兴成什么样？凭借前世无双国士的记忆，在新华书店帮国家翻译英文工业期刊挣了130元巨款。随后来到县城的供销社开始疯狂扫货。当我进来的时候，几个售货员正在接待一帮农村的妇女，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个装满鸡蛋的篮子。70年代在农村养鸡卖蛋绝对是眼下为数不多被允许的商业行为，甚至于老百姓将鸡形象的称之为鸡屁股银行。一般人家1年的油盐酱醋都指望卖鸡蛋得来的那点钱。同志，请问你需要些什么？给我10斤大米5斤肉，高粱酒2瓶，另外再给我称2斤糖，白糖红糖各1斤，再来1包大白兔奶糖，麦乳精也来1盒，香皂来1块，毛巾2块，牙刷3个，牙膏1盒，雪花膏也给我来1盒。听到我扫货一样的声音，售货员彻底的麻了。一时间整个供销社里，不管是买货的还是卖货的，
都停下了手中动作，视线定格在了我的身上。我的钱是通过劳动得来的合法收入，一不偷二不抢，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二来家里的条件实在是太苦了，挣了钱自然要改善佑薇跟小宝的生活水平。一番狂购之后，我带着大包小包的物资，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供销社。由于带着从宁市拿回来的10多本期刊，还有这么多的物资徒步扛回家，实在是不太现实。所以我决定到县城东面的磨坊碰碰运气，看有没有来磨面的乡亲好搭个顺风车。大壮是不是要回村呀？是会呀。你是刚从城里回来吗？刚回来，买了些东西，想搭你的顺风车。行，上来吧，咱一块回家。赵知青，村里人都说你不要小薇了，是真了吗？谁说的？我怎么会不要自己的媳妇呢？村里都在说你准备回城了，也不打算带小薇荷包，还说因为这事儿你还被你了那几个大舅哥狠狠揍了一顿，传了有鼻子有眼了。村里人还传啥了？前2天你不是请假到城里了吗？村里人都说你是跑了，不会再回来了。那小薇没有出面解释吗？咱没说，但是大家都说小薇被你骗了，你绝对不会回来了。我听到这话，心里不由得一阵心疼。自己离开的这几天，那妮子不知道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在村民们眼里一直都是软饭凤凰男的形象，娶李佑薇的目的本就不纯，这个时候抛弃他们母女再正常不过的了。周知青，你这次回来还会离开吗？暂时没打算离开，就算是要走，我也要带着小薇和宝一起离开，绝不会抛弃他们。这话说了像个爷们儿，俺都说嘛，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哪能做出那种猪狗不如的事情。听到这话我老脸一红，前世的我还真就那样做了，狠心的将他们母女丢在了农村。回到村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将采购的物资一一搬到屋里后，我就决定晚上好好整几个菜，然后将岳父岳母以及几个大舅哥们叫过来一起吃顿饭。是小姑父来了，宝儿，你爹来找你了。爸爸，你回来了。回来了，宝想爸爸吗？好想好想，有这么想。来吃糖。爷爷，是大白兔啊，宝好喜欢。听到有大白兔，其他几个小娃娃也都围了过来，眼巴巴地望着我。我也没有吝啬，当即将兜里的奶糖都拿出来分了下去。小杨回来了。刚到家。娘，我割了点肉，又给你买了点营养品，你收起来吧。咋买这么多东西？这得花多少钱啊？这些年我也没孝敬你些啥，实在是有些惭愧，东西您就收下吧。另外，我晚上做一桌菜，等我爹和几位哥哥嫂嫂下工后一起去我那里，晚上咱好好坐坐。顺便我也有事情要说，那我走了。娘，你说小姑丈他是怎么了？不过时不过节的，又送东西又请吃饭的，这是要干啥？我有些心慌，感觉这不像是什么好事儿。你都说了，这不过时不过节的，没理由送东西。再说了，这些东西可不便宜，加起来都得7、8块钱了。而且你刚才没听他说晚上有事儿要宣布，我担心他要和我们说回城的事儿，要不就是说和佑薇离婚的事儿。离婚？你小姑丈家里的情况你们也都知道，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现在遭了难，但随着形势的好转，他们回城是必然的。而现在拦在他回城面前第一块绊脚石就是小薇，除了这娘真的想不到他还有什么理由这样做。他要是走了，那小薇和宝儿怎么办？那丫头太痴心了，我这个做娘的也帮不了她，只希望她到时候能……此时的我并不知道，原本只是想尽尽孝心的举动让丈母娘误会了。老李家是个大家族，加上我们一家3口，晚上来家里吃饭的就有21口人，这么多人吃饭必须得多准备一些。折腾到下午6点半，饭菜也准备的差不多了。这时村子外突然响起了尖锐的哨子声，生产队要下工了，自家的傻媳妇要回来了。咋没做饭呢？你2个一下午都干啥去了？宝他爹回来了，那些东西就是他送过来的。咦，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我那妹夫还懂得孝敬你二老。呵，是卖乳清啊，还有糖和肉，姑丈也太舍得了吧。这些东西估摸着得10几块钱吧。小薇，你不会是将压箱底的钱都给了他吧？没都拿出来，就给了他50块钱。50块钱？想想他们累死累活1年，一口人到年底也就分个50、60块钱。要是遇到旱涝灾害，别说分钱了，能不能喂饱肚子都两说。小薇，那可是你结婚压箱底的钱，怎么说拿就拿出来呢？娘，这不是他要出门吗？身上多带点钱也是好的，免得在外面遇到难处。你啊，就是被他迷住了，处处为他着想。他是我男人，不为他着想，为谁着想？那你想过没有，他要是不要你和宝了，你们咋办？娘，你多想了。娘也希望自己是多想了，但是下午他过来的时候，不但提了这么多贵重的东西，还说晚上让我不要做饭了。他邀请我们吃饭，还说有事情要宣布。娘，我有些不懂了。他给你和我爹买东西，又请我们吃饭，这不是挺好的吗？但看你的样子却不太高兴，这是咋地了？呀，真是笨得要命！都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们那位姑丈平时都傲得像一只野公鸡，啥时候孝敬过咱爹娘？这不过时不过节的给人送东西，还请人吃饭，太反常了。而且他还专门提到了有事情要宣布，说的这么正式，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而现在对于姑丈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回城吗？所以他肯定是要说回城的事情了。他说过不回城了，而且他已经把回城调令撕了。
撕了又不是不能补办，说不定他这次到城里就是办这事儿的，等办成了才回来和我们说。这也是娘最担心的事情，城里的供应粮不好解决，姑丈要是回城的话，肯定没办法带走小薇和宝儿。而且回城的话，要求必须是未婚，姑丈这些年一直没有和小姑扯证，恐怕为的就是回城的时候好脱身。这个狗东西真的是记吃不记打，老子找他算账去。站住，莫要咋咋呼呼的，这些都是猜测。赵阳到底是啥意思，我们还不知道，万一误会了咋办？爹说的对，先不要着急，等搞清楚事情之后再说也不迟。世间之事，一浊一饮皆有定数，有些事情可以躲得过别人的指责，但是却逃不过良心的谴责。他要真的敢抛弃妻女，以后有他后悔的。至于小薇和宝儿，咱们老李家5个大男人还养不活他们母女2个。爹说的对，他要是不要小妹的话，咱们老李家养。对，咱回头就给小薇找个更好的，气死他。他爹，那咱们现在咋办？走，他不是要请我们老李家吃饭吗？咱就去看看他摆的是什么鸿门宴。穿越回70年代的我，花费30元巨款，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邀请岳父一家吃饭。爹娘还有各位哥嫂，大家都别干坐着动筷子啊！饭先不着急吃，你不是有事情要说吗？干脆说完咱再吃也行。赵阳将李幼薇的手拉了起来，然后郑重地看着岳父岳母。爹娘，我准备明天和小薇去扯证。你要宣布的事情就是扯证吗？我和小薇已经在一起4年了，宝儿也已经3岁了，是时候扯证了。对于你们扯证的事情，我是举双手赞同的。明天我给你们批假，早点去公社把证扯下来，省得我们担心。吓死个人了，扯证就扯证，整得这么正式干嘛？还以为你小子要和我们家小薇离婚呢。怎么会离婚呢？我这辈子只有丧偶，没有离婚。之所以整得这么正式，主要是我觉得扯证这事儿对于我和小薇都是人生大事儿，理应正式一点。对，正式点好。张桂英心里还是有点不太放心，除了扯证的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了吧？有，大家不要紧张，我说的是好事儿。啥好事儿？前2天我不是到市里走了一趟吗？在那里找了个兼职，以后的工作重心可能要放在那边了。啥兼职？挣钱吗？翻译，就是给国家翻译一些外文资料，倒是挺挣钱的，最起码比挣工分合适。是不是要到市里上班？不用，在家里做就行。然后就是把翻译好的稿子给人家邮寄过去，人家再把钱给我寄过来。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暂时还不清楚，不过我去了3天，实际工作1天半，一共挣了132块钱。多少？132。众人都被赵阳的回答给惊呆了。作为村支书的李丰年，1年下来也就不到300块钱的工资，平均到每个月也就25块钱，而赵阳是1天半就挣了132块钱，这完全是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这是正经营生吧？不会违法吧？娘，我这是给国家工作，怎么会违法呢？但是这挣的也太多了，比国家干部都挣得多。您可能不知道，现在国家层面翻译人才严重缺乏，我现在只是刚刚入门，等干的时间长了，级别提上来，挣的会更多。还能挣更多？保守估计1个月700-800块钱应该不成问题。我的天神爷，那1年下来不就是1个万元户了吗？差不多吧，1年1万块钱听起来不少，但以上面开出的稿酬和我的翻译速度来看，这个小目标应该很容易就能完。这么说来，你是准备一直留在村里，不离开了？暂时不打算离开了，要是以后有机会了，我会带着小薇和小宝一起离开。如果无法带他们走的话，我一个人是绝对不会离开的。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话。酒足饭饱，等岳父大舅哥一家子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将宝儿哄睡了之后，屋里只剩下了赵阳和李幼薇2个人了。你真的准备和我扯证？这个证必须扯，扯了证我们就是真正的合法的夫妻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是非法同居。你就能瞎说？这年头不扯证在一起的大有人在，难道人家都违法了吗？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还真的是违法了。咱是守法好公民，必须持证上岗。那你想过没有，一旦扯证了，你就没有机会回城了。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回城的时候能带上你和宝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城。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却是，回城和老婆娃娃只能2选1，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到底是回城重要，还是你和宝重要？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无数遍，最终我的答案是你和宝重要。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如果说回城的代价是抛弃妻女的话，我宁愿一直留在你们身边。那你这个翻译的活儿能长久吗？3-5年内问题不是很大，毕竟翻译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你以后专心在家里翻译，上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不，我的想法是你也不要上工了。不行，一家必须要有一个劳动力上工挣工分，不然的话就没有人头粮。咱以后挣了钱，完全可以到供销社买粮吃二，有钱还会怕没粮食吃吗？话虽如此，那我们家里谁都不上工的话，村里人难免会说闲话。爹又是村支书，少不了会有人觉得是我爹以权谋私，咱不落他们那个画饼。如果你要坚持上工的话，那就弄个轻松的活吧。我以后应该是不会下地了，计分员那个岗位不就空出来了？你又是高中生，肯定能胜任那个岗位。再说吧，毕竟计分员这个岗位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爹之前为了让你当这个计分员，不知道费了多大的力气。如果再让我接替你的班，肯定会有人说闲话的。那要不就打猪草或者是放牲口都行，虽然工分少点，但是胜在轻松。行，我和爹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第二天，两人便早早的来到公社领了结婚证。看着一脸娇羞的李幼薇，赵阳也不管公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直接在他的脸上狠狠亲了一口。羞死人了，大白天的也不怕别人笑话。我亲自己的媳妇儿，谁敢笑话？咱有证。知道你有证，但是也要注意影响。哈哈哈，那咱们关起门来亲亲。你这人扯了证之后，怎么变得这么赖皮呢？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回村吧，还能赶着去上一会儿工。不回，跟我去县城。那你买点衣服，在车店补给小宝做身小圈圈。赵阳拉着李幼薇轻车熟路的来到供销社，由于是上午，所以供销社的人不少，不过大多数是来卖鸡蛋的。大哥，又是你啊！今天又打算买点啥？有成衣吗？只有的确良衬衫和碎花裙子，要买其他衣服的去百货市场。有碎花裙就行，我媳妇的身材找一套。女售货员在这才注意到一旁的李幼薇，知道大哥有媳妇后，女售货员脸上的表情不由得僵住了，态度也不似之前那样热情了。但出于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还是去里面取了一套印着黄色小碎花的连衣裙出来。同志，这裙子不便宜吧？可不便宜，10块钱一件，外加3尺布票。这么贵，那我们不要了。李幼薇也被这个价格吓了一大跳，1尺棉布眼下也不过4至8毛钱，10块钱可以买1丈布。包起来吧。咱不要了好吗？这么多钱一件衣服，我得上多少天工才能挣回来？再说了，这衣服真不适合我，天天上工哪能穿出去？行啊，哪有结婚的时候不买一件新衣服？你忘了我是有工作的人。那你棉布多少钱1尺？有布票的话7毛1尺，没票的话1块1尺。一共有1丈4尺，全都要这样的布。面粉来10斤，糊油来5斤，肉也来2斤。李幼薇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的供销社，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家的男人就花掉了60块钱。我怎么没发觉你竟然这么能花钱？以前挣不来钱，所以不敢花。就算是现在挣钱了，那也不能这么浪费啊。不算，但是给自家媳妇买东西，那也不算浪费，你值得一切最好的东西。下午回到村里的时候，岳母张桂英以及四嫂钟娜都在他家院子里等着，想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把结婚证给扯了。当看到那2张附带着照片还扣着章的红色大纸，张桂英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娘，这是好事儿，你哭啥呢？娘这是为你高兴啊，你这些年的付出也算是值得了。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待薇薇的。娘信你。随后赵阳将李幼薇以及岳母等人叫到屋里，然后将采购回来的布匹拿了出来。咦，这么多布，够1丈多了吧？还有花布，太好看了。娘，这里有1丈4尺布，等一下你拿回去裁成衣服，给我和薇薇做一身套装，再给宝做一件裙子，剩下的还够给你和爹以及家里的小家伙们各做一身衣服。这怎么能行？这么多布。娘，这些年多亏你们的帮衬，不然的话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堕落成什么样子。你们补贴给我们这个小家的钱和粮远远不止这点，各位哥哥也是一样的，都没少帮我们。以前想要孝敬你们，我也是有心无力，但是现在我有能力了，给你们花点钱也是应该的。娘，你就听他的吧。哎，娘听你们的，你们都是好孩子。随后便拉着李幼薇到里屋商量如何利用这些不去了。看看时间还早，他就拿出纸笔以及带回来的英文期刊工作了起来。这2天将前几天赚的稿费基本上霍霍完了，所以接下来赚钱才是他最紧要的。一方面是他得赚钱扩建一下房子，现在的房子面积狭小，光线也不好，所以赵阳准备再往出扩个专门用来工作的书房。另外就是洗澡也是个麻烦事儿，赵阳决定在家里修一个简单的洗澡房，保守估计全折腾下来需要100多块钱。赵阳还得想办法解决2个人上大学的学费，按照每人每个月基本开销20元计算的话，1年就是240元，2个人就是480元，本科至少4年，那就是1920元。这只是最基本的生活开支，真要是到了学校，需要的资金可能远远。赵阳带着女儿来工地上工，没想到生产队长陈建英竟然躲在门外偷听。李支书，你家这姑娘可真娇气，生病了就躲在家里睡大觉。陈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现在可是农忙之际，大家伙谁家不是从早忙到晚，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很正常。你见谁家的人会因为这点小病小痛猫在家里躲清闲？这不是娇气，这是啥？听到陈建英的话，赵阳的拳头不由得攥得紧紧的。前世李幼薇之所以带着板自杀，和眼前这个人模狗样的东西有着直接关系。我家闺女就是娇气洒了，吃你家粮食了。是没吃我家的粮食，但是你这样做让其他社员怎么想？爱咋想就咋想，我李丰年行的正坐的直，不怕别人说，就怕你行不正坐不直。你这话是啥意思？你要是觉得老子徇私舞弊，你可以到公社告我去，在这里嚷嚷个毛。你难道没有徇私舞弊吗？你要是没有，这计分员的岗位能轮得到这小子？老子就是让自己的女婿当计分员了，你能咋地？你要是能在村里找出一个比他文化水平更高的人，老子让他把这个计分员的岗位让出来。屁话，谁不知道他是城里来的知青，文化水平高，但是一个计分员而已，能写字会算数就行了，要那么高的文化水平干嘛？有文化就是优势，你要是不服了的话就去公社告我，没事的话少在老子面前瞎嚷嚷，惹恼了老子直接打得连你老娘都认不出你。陈建英看了看李丰年壮硕的身子以及浑身上下结实的腱子肉。李丰年，这事儿咱们没完，老子一定会去公社反映你的。滚你娘个头，爱咋咋地，当老子怕你不成？
然而一旁的赵阳听到这话后，眼里闪过一丝杀机。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他奈何不了我的。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您还是小心点。姓陈的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陈家在八宝梁村是大姓，且大多数人不是宗亲就是姻亲，盘根错节之下势力很大。而陈建英本人也颇有能力，尤其是会钻营，因此当年选村支书的时候，他是势在必得。没想到当年我因伤因公突然退役，人刚回村京就直接被上级任命为八宝梁大队的村支部书记。陈建英的支书梦还没来得及做就泡汤了，无奈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被任命为团结公社第4生产队的大队长。所以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不过他有几斤几两，你爹我还是清楚的。他要敢整什么幺蛾子，老子打断他的狗腿。老爷，妈妈说了，打人是不对的。你这个小丫头，竟然管起老爷的事情了。老爷不许打断人的狗腿。爸爸，人怎么会有狗腿？小宝，老爷只是和你开玩笑，别当真。爹，还是那句话，你务必要小心。过段时间我再收拾这个老王八蛋。你可不要做傻事儿，一来不知道，二来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你也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男人嘛，度量大一点，不要小肚鸡肠的与人斤斤计较。赵阳只是点了点头。李丰年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的仇恨不是言语上的小争执，而是涉及到了多条人命，实实在在的血海深仇。前世赵阳是75年的7月份离开的八宝梁村，78年的9月份回来的。痛苦之余，赵阳当即调查起李幼薇的死因。这部调查不知道，一调查还真让他查出来一大堆隐秘的事情。就在他离开八宝梁大队的第2年，云山县遭遇了100年难得一见的大雨。那场大雨足足下了3天3夜，导致村子上游的宝丰水库的水位超过了警戒线，堤坝也因为年久失修出现了裂缝。一旦水库的堤坝被洪水冲毁，上亿立方米的大水奔腾而出，下游几十个村庄面临被洪水淹没的危险。险情出现之后，作为村支书的李丰年当机立断，他一边让人冒雨疏散下游所有村庄的百姓和牲畜，与此同时亲自发动周围7、8个村庄数千青壮年保卫堤坝。而李家4个儿子也全部让他带上了大堤，投入到抢险保堤中来。最终堤坝没有保住，堤坝崩毁的时候，李丰年以及4个儿子都在大堤上，结果父子5人全部被洪水冲走。等洪水退去，人们只是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找到了断了2条腿的李国强，而李丰年以及3个儿子尸体则是在4天后被寻回。一时间李家多了4口棺材，村东头的小山梁上多了4座新坟。一场洪水彻底的摧毁了李家，昔日人丁繁盛的大家族几乎是一瞬间就衰落了。相反，陈建英一家却扭起来了，在陈建英的多方钻营之下，顺利接替了李丰年的位置，成为了八宝梁大队的村支书。陈建英在当了这个村支书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压李家。他将队里最苦最累的活儿分配给他们，在记工分的时候也故意少给。仅仅不到半年，张桂英的身体就垮了，熬了几个月之后也撒手人寰。受不了打击的3嫂王丽霞疯了，2嫂孙露则是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养活一家子的重任最终落到了李幼薇以及大嫂4嫂的身上。李家遭了难，陈建英的儿子陈刚也没了顾忌，5次3番的来纠缠李幼薇。此时小宝也在医院查出了绝症，面对丈夫的抛弃，父母兄长接连的去世，女儿重病以及陈家的逼迫，李幼薇这个本就纤弱的女人终于崩溃了。随后她在下工后的一个傍晚，抱着女儿一头扎进了后山的水库，璀璨的生命最终定格在了如花的24岁。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建英以及陈刚这对父子，李家的生活虽然艰辛，但是却不至于活不下去。这一世由于赵阳的重生，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但是仇恨却没有因为这儿消失，反而在看到陈建英之后愈发的浓郁且清晰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他再伤害到幼薇以及李家任何一个人。既然如此，这个工我还得上，最起码在扳倒陈建英之前不能不上。虽然说要上工，但是赵阳的工作实在是谈不上累。别人累死累活干活的时候，赵阳却只需要到地里转转，检查一下村民们干的活是不是合格。剩下的时间他绝大多数都是在办公室喝茶，随后他便回到大队部的简易办公室里，拿出英文期刊翻译起来。此时与赵阳斗了一晚上地主的李幼薇刚刚起床，自家男人扯了证之后怎么大变了样子？之前即便是上床，他也是呆头鹅一样草草了事儿，但是昨天晚上完全不一样。虽然有些羞耻，但是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让人怀念。昨天从县城买的肉还剩下1块，全做了给我男人补身体，毕竟娘说过男人做那事儿是很伤身体的，昨晚上他辛苦了一晚上，肯定累坏了。幼薇当即砍了一颗大白菜，然后切肉切菜搓馅和面擀皮儿。不一会，一笼白森森胖乎乎的大肉包子就新鲜出锅了。你这孩子又拿什么东西来了？娘，我给你们蒸了些包子，你们中午的时候熬一锅粥就行了。娘，是白面包子粒，看起来真馋人。微微，这包子莫不是肉馅的？猪肉白菜馅的。真是肉馅的啊，那得要多少肉？再说了，你们刚刚才请家里人吃了饭，咋又送这么多包子过来？微微，以后你还是不要送我们的了，这样让人看了不好，也会让姑丈对你有意见。你嫂子说的对，你们毕竟也是一家人家，你老往娘家送东西不太好。你们多想了，宝爸可不是那样的人。李幼薇不等母亲和嫂嫂多说，便以要给赵阳送饭为由离开了李家。
就你一个人啊？爹带着小宝到小河湾那块地里去了，其他人也是个忙个的，可不就我一个人吗？那就赶紧吃吧。这时陈建英带着三儿子陈铁从外面走了进来，而陈铁的手里还提着一个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的小木桶。大侄女儿，你们李家的伙食是真的好啊，这不过时不过节的就有包子吃。我怎么听陈队长这话有些酸溜溜的？以你陈大队长的家底儿，不至于连一顿包子也吃不起吧？赵阳刚刚咬了一口老婆送来的白菜大肉包，就被生产队队长陈建英盯上了。大侄女儿，你们李家的伙食是真的好啊，这不过时不过节的就有包子吃。我怎么听陈队长这话有些酸溜溜的？以你陈大队长的家底儿，不至于连一顿包子都吃不起吧？赵知青，你这叫什么话？一顿包子我们还是能负担得起的，只不过我们陈家家风朴素，不像你们这么奢靡罢了。陈队长这是有点上纲上线了，一顿包子而已，这就奢靡了？要你这么说的话，城里的那些工人们全都过着奢靡的生活了。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公社告你去，说你散布谣言，破坏工农阶级的同志感情？我没说，你不要给我戴帽子。赵知青，我爹只是觉得大家伙都是同一个大队的，其他人家青黄不接，有些人家更是一点存粮都没有，全靠野菜树皮过活，而你们老李家却顿顿白面细粮还有肉，你让其他社员会怎么想？这小子读过几年书，现在是村里小学的教师，这话说的果然有水平。社员们吃糠野菜，难道不应该问你爹这个大队长吗？和我有啥关系？你这话是啥意思？字面意思，你是咱们第4生产队的大队长，主管生产。社员们家里的余粮撑不了1年，难道不是你这个大队长无能吗？照你这样说，李丰年还是村支书呢，他是不是要负更大的责任？村支书的主要工作可是统筹全局，主管社员们的思想动向，生产的事情主要还是要靠生产队的这些队长们。所以社员们吃不饱饿肚子就是你的问题，不要解释，解释就是掩饰。你，陈建英吹胡子瞪眼，气得胸口起起伏伏，但是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赵阳将最后一个肉包子3-2口吃进肚子，提起装包子用的篮子，然后拉着李幼薇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然而就在两人出门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给陈建英送饭的二儿子陈刚。看到李幼薇的一瞬间，赵阳看到这混蛋的眼里闪过一丝淫邪的目光。微微来给赵知青送饭呢。赵阳自然也不想和他多说什么，直接拉着李幼薇从陈刚的身边走过。别让我找到机会，不然的话一定要让你们两个好看。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看你好像很讨厌陈队长。早上的时候，姓陈的和爹又吵架了，还揪着我当积分员这事不放，看着就讨厌。原来是这样啊，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嘴长在人家身上，咱们也管不了。就是听了心里有些不舒服。媳妇儿，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不是早就说好了吗？家里的大事儿都是你做主，你想干什么自己拿主意不就行了吗？哈哈哈，我觉得咱们以后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说说我不想干这个积分员了。为什么？就因为姓陈的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吗？有，但不全是。如果是担心别人说闲话，这个你大可没必要，因为你的这个积分员也不是白得的。啥叫不是白得的？这事儿你就别问了，反正就算是姓陈的告到公社也没用，爹没有徇私，咱也没有占队里的便宜。看这丫头的表情就知道有内情，但不愿意和自己说，自己还是不要追问的好，等回头问问岳父吧。不想让人说闲话只是一个方面，我不干这个积分员最主要的原因是分不开身。你也知道我现在接了市里翻译的活儿，继续当这个积分员影响工作，搞不好两头都得耽误。难道不能两边都干着吗？我担心你那个翻译的营生干不长，你也知道的，生产队除了这个积分员外，其他活你真的干不了。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吧，就算是不干这个积分员，我也能将你和保养的白白胖胖的。看到了吗？这是我上午抽空翻译的，按照约定那边要付给我10块钱的稿酬。真的？你真的一上午赚了10块钱？要是我安心在家里做翻译的话，一上午至少能赚20块钱。咋能这么挣钱？难怪李幼薇会这么惊讶。眼下全国农村人口为8亿左右，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33元，而其中90%以上为食物，货币收入不足10%。更为重要的是，眼下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尽厂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这还不算什么，还有约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才10块钱而已，等我晋升到翻译师或者是高级翻译师，还能挣得更多。这么高的工资，上面真的允许吗？放心吧，我这也是给国家工作，没问题的。这事儿我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吧。积分员这个岗位活少还不累，就这么不干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反正我也没打算现在就不上工，到时候再和爹商量商量。两人来到李家上工的小河湾，看到两人过来，小宝眼睛一亮，急忙小跑着迎了上来。爹，小姑丈现在是真的变了，不但和小姑扯了证，对小宝也比之前上心了不少。谁说不是？姑丈这是准备安安心心的和小姑过日子了，小姑也算是熬出来了。他是个有文化有能力的人，
以前就是没把自己的心放在这里，现在看来是想开了。我这妹夫确实是改变很大，但是这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还是改不了。这些白面和肉要是换成苞米面，够咱吃3顿。你就说这大肉包子好吃不？好吃，就没吃过比这更好吃的包子了。哼，好吃还堵不住你的嘴。你这话要是让姑丈听到了多不好。大哥，你也别嫌嫂子说你，人姑丈给咱送来这么香的包子，你却说人家花钱大手大脚，谁听了能高兴？赵阳远远的就听到李家这边传来的谈笑声，不由得暗暗感叹李家的家风确实让人佩服。这年头家里有老人在的时候，通常是不兴分家的，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的，再加上物资实在是太匮乏了，往往因为一个土豆都能争得面红耳赤的。但是在李家永远都是和和气气的，即便是前几年李丰年经常给女儿送粮送面，几个大舅哥也是帮着盖房垒墙，甚至于弄柴禾，但是却不曾听几个嫂子有啥意见。这固然是老岳父李丰年能压事儿，几个儿媳妇都不敢放肆，但更重要的是这几个嫂子都是明事理的人。爹，各位哥想说啥呢？这么高兴？说你大手大脚的，一顿饭花了别人家3顿饭的钱，是多花了点。这事儿我检讨，主要是昨天我和小薇刚扯了证，理应庆祝一下，所以就多买了点肉。这玩意儿又放不住，所以干脆就今天全做了。吃就吃了，咱们也不是吃不起。不过以后要是再做这样的好吃的，尽量不要往地里拿了，咱回去吃。爹，有件事我思考好几天，想和您说说。啥事儿？爹，你说咱们为什么这么穷呢？大家不都这样吗？哪有为什么？您觉得这正常吗？有啥不正常的？这些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吗？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已经很好了，最起码没有饿死人的情况了。我觉得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太苦了，这不好。苦吗？我怎么没觉得？我们家确实谈不上苦，但是您看看周围的其他人家，有哪一家能像我们这样存粮从年头吃到年尾？确实不多，大多数人家都得吃个把月的野菜树叶子，不然还真熬不到秋收。对，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更不要说其他的了。所以我认为您得想想办法。你是说我？对，您作为村支书，理应带着老百姓脱贫致富。这事儿我之前也曾想过，但是4周可开垦的田地都已经开垦出来了，实在是没办法。那您就没想过发展副业吗？副业？你说的是养猪还是养鸡？都能养啊。呵，说的太轻巧了。你想过没有，不管是养啥，那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人都没得吃，哪还有余粮喂猪喂鸡？爹，我有办法解决饲料问题，不知道咱队里能不能大力发展一下副业？你的意思是想让队里多养鸡扣猪？不，我的意思是让社员自己养猪养鸡，队里给他们解决猪苗、鸡苗以及饲料问题等。这些猪呀鸡呀出栏后，社员上缴队里一部分钱物就行。这样一来，老百姓手里有钱了，队里紧张的财政也能得到缓解，一举两得。先不说政策上行不行，就说家家户户都干副业，队里哪有那么多的饲料给他们？爹，我说了，饲料的问题我来解决，你就说这事儿行不行？事关重大，我一个人拿不了主意，得和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商量一下，另外还得和公社的主任、书记汇报一下才行。李家人在田埂上闲聊的时候，不远处陈建英一大家子也在吃饭。妈的，气死老子了！迟早一天老子弄死个狗日的！爹，谁又把你气着了？我给你出气去。看着儿子吊儿郎当的样子，陈建英就忍不住一阵来气，顺手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没用的东西，就知道走歪门邪道。你要是真有本事，还能让李丰年家的那个丫头便宜了姓周的小子。人家看不上咱陈家，我有啥办法？哼，人是看不上陈家吗？人是看不上你。你看看你，一天天就知道和那些狐朋狗友吃喝玩乐，吊儿郎当的没个正形。这么大的人了，连个媳妇儿都找不上，真是丢人。我才不要乡下的女人，城里的女人多洋气。洋气洋气，就知道洋气。就你这样，就算是给你找个城里的，你也留不住。爹我也就罢了，但是你想将双妹嫁给李家的老四，人不也拒绝了吗？我看李家不是看不上我，这分明就是看不上咱陈家。哼，老子迟早有一天要让姓李的后悔。爹，我有办法搞李家一次，不知道你想不想？你有啥办法？爹，这事儿我下工后再和你合计，咱回头说。2月回70年代来到工地给女知青记工分，刚学会锄地的赵雪娥就把赵阳堵住了。杨哥，你来检查任务了。看你干的好不好，不好的话就扣你工分。我已经学会锄地了，你今天至少得给我7个工分。你要是天黑的时候能锄到地头，我就给你7个工分。那咱们一言为定。对了，杨哥，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去看看陆姐吧。沈晨露，她怎么了？陆姐上午晕倒了，我看梁月姐将她扶着回村儿了，应该是到宿舍了。赵阳点了点头，随后朝着知青点的宿舍走去。露露，姓周的就是一个没良心的小白脸，你为了他这样糟践自己不值得。你休息一会，我先去上工了。梁月刚出门便碰到了急匆匆赶回来的赵阳，看着依旧潇洒帅气的赵阳，梁月心里就忍不住一阵嫉妒。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来找沈晨露，和你没关系。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女生宿舍啊！赵阳根本就没有搭理梁月，而是从衣兜里取出几块给小宝准备的糖，直接塞入沈晨露的嘴里。我有话和你说。
到外面等你。听说你晕倒了，要不要去卫生院看看？不用了，你也知道我这是老毛病了，去卫生院也没用。低血糖很危险，你时刻把糖和零食备上，以防万一。赵阳哥哥，你是在关心我吗？是，但只限于哥哥对妹妹的关心。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这样的。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爱答不理的？为什么会那么快就和李有为结婚吗？好，我今天就全告诉你，因为你爸沈振国。我爸？赵阳哥哥，你是在恨我爸在你们家出事之后没有帮周叔叔说好话吗？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我还不至于那样对你。举报我爸的那封信是沈振国写的。听到这话，沈晨露的身体接连向后退了几步，脸上则是充满了震惊。我爸和周叔叔可是相处了几十年的好朋友，他怎么会举报周叔叔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因为举报信里的绝大多数的内容，我爸只和沈振国说过，但是最后那些话却全都到了举报信上。你说这举报信是谁写的？赵阳哥哥，这些是你自己猜测的，还是周伯父和你说的？我爸临走前和我说的，要我和你保持距离。赵阳哥哥，我还是不相信我爸会害你们家，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我也希望这只是一场误会，但可惜并不是。先抛开我爸说的那些不谈，你仔细想想，我们家遭难之后，谁家获益最大？听到赵阳的话，沈晨露仔细想了想，越想越是心惊。没错，周家落难之后，受益最大的就是你们沈家。首先是我爸被下放后，原本是下属的你爸迅速被高层赏识，接替了我爸的位置。紧接着是你的大哥也出人意料的进了市委秘书处，而我的哥哥之前就是这个单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两家原本就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们周家住的是正房，而你们住的是厢房。但是我们家遭了难之后，你们沈家很快就搬进了我们原来所住的正房。所以你才会委屈自己娶了那个乡下女人，你这是在报复我吗？刚开始的时候或许是，但是现在却并不是。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身无分文，成分还不好，每天吃不饱，还要干最累的活儿，那种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甚至于很多时候我都想一死了之。就在这个时候，小薇出现了。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她喜欢我，所以就对我发起了猛烈的追求，而我也需要别人的慰藉，所以就答应娶她。我原以为自己娶她是因为生活所迫，再或者是为了弥补感情空白，但是现在我却很肯定自己内心我爱她。露露，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我爱我的妻子和女儿，我也希望你不要打搅我们的生活，我更希望你幸福。没有了你，我还可以幸福吗？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告诉我，长大了以后要给赵阳哥哥当媳妇儿，我一直都准备当你的新娘子。可是，你的身体很虚弱，还有严重的低血糖，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了。如果可以的话，你让家里人给你办个病退吧。说完，赵阳直接离开了知青点。只不过赵阳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段时间，他和沈晨露死灰复燃的消息传遍了田间地头。梁月正在与几个知青在田间休息，同时散播着各种桃色八卦。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啥时候回来的？刚回来，看你傻傻的坐在这里，有心事儿。那个啥，我想听实话，你这人不会撒谎，一撒谎就会结巴，而且手也不会下意识的搓衣角。刚才二嫂过来了，她和我说有人看到你下午去了知青点，还是去看沈知青的。二嫂还说有人见你闯人家女知青的宿舍，还有人看到沈知青哭哭啼啼的，甚至于有人说你们两个那啥死灰复燃了。你信了？没有，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你要真想和沈知青发生些什么的话，早就发生了。那你发啥愣呢？我一个人信你没啥用，村里人可都不信你啊，让他们那样乱嚼舌根子下去，你的名声就毁了。听到这话，赵阳心里不由得有些感动，这妮子真的是时时刻刻将自己放在心上。接着，赵阳整理了一下思绪，随即将他和沈晨露以及周沈两家的恩怨全都告诉了李有为。那你和沈知青真的是太可惜了。可惜谈不上，只能说是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人，仅此而已。那我呢？你当然是正确的是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我们不但现在在一起，以后也将一直在一起，不离不弃。永远在一起，不过必须得把造谣的那个人揪出来，这样败坏别人的名声，实在是太可恶了。不用查，我知道是谁在传闲话，就是梁月。是他为什么老是针对你啊？呵呵，因为他想和我结成革命的伴侣，结果被我拒绝了。啥时候的事儿了？我怎么不知道？那是我们刚刚插队来的时候，你当时还在县城读高中，自然不知道了。梁月长得不差，据说父母都是工人，哥哥姐姐发展的也很不错，你怎么就没看上人家？人品不行，太有心计，不适合我。那我就适合了。哈哈哈，你这人又傻又笨，带出去好看，留在家里放心，当然适合了。你才又傻又笨呢。行，我傻我笨，咱俩正好凑成一对。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工哨声还没有响，李幼薇便早早的就起床了。吃过早饭之后，李幼薇先将小宝送到李家大院，然后再上工，而赵阳则是直接拿着工分本直接赶往大队部。你们听说了吗？李支书家的那个女婿昨天下午悄悄的去知青点见姘头去了。是那个沈知青是吧？我听说昨天两人整得哭哭啼啼的，就像一对苦命鸳鸯一样。那小子也忒不是东西了吧？有小薇那么好的媳妇儿，还出去搞破鞋。尽管村民们说的声音并不是很高，但是奈何赵阳重生后，五官似乎得到了未知的强化，
远远的便听到了村民们的交谈声。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听说有人背地里传我和沈知青的闲话，不想多说什么，但我现在毕竟是结了婚的人，不能不给家里的老婆娃娃一个交代，所以我今天郑重声明一下，我和沈知青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关系。昨天之所以到知青点看他，主要是因为他突然在地里晕倒了，而我和他是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在我眼里他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妹妹昏倒了，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视而不见？大家说是这个道理不？另外说明一下，我和李幼薇同志已经扯了结婚证，是国家认可的合法夫妻，我们彼此相爱，且忠于我们的婚姻，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的婚姻，所以也警告那些给我们泼脏水的人，要是让我发现以后还有人在背后嚼舌根子，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的。说完，赵阳没有搭理任何人，拿着公分本直接回到了办公室，只留下一帮村民面面相觑。转眼间到了午饭时间，赵阳简单的熬了一个西红柿鸡蛋的炉子，然后下了2碗挂面，便提着饭来到了大队部给李幼薇送饭。不料刚准备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陈刚，你不要瞎说，我相信我男人，他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小薇，我可没骗你，赵知青和那个沈知青肯定有一腿，他们昨天在知青点做了那事。混蛋，真是用心险恶。穿越回70年代，赵阳简单的做了一个西红柿打卤面，然后提着饭来到大队部，刚准备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陈刚，你不要瞎说，我相信我男人，他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小薇，我可没骗你，赵知青和那个沈知青肯定有一腿，他们昨天在知青点做了那事。混蛋，竟然在我老婆面前上眼药！砰的一声巨响，大队部原本就不太牢固的木门被赵阳一脚踢开了。陈二狗，你应该知道诽谤知青的下场，多了不说，关你个3-2个月肯定没问题。姓赵的，你当老子是吓大的？老子就这么说你了，咋地？不咋地，揍你！说着，赵阳将饭盒往李幼薇手里一塞，然后照着陈刚的脸就是一巴掌。然而令陈刚没想到的是，赵阳的巴掌半空中竟然收了回去，而他的这一拳头竟然直直的砸在了赵阳的鼻子上，鼻血瞬间流了出来，很快染红了上衣。赵阳，你怎么了？不要吓我！大声哭啊！姓陈的，你凭什么打人？不就是不听你嚼人舌头，打人也就算了，还下这么重的手，你分明是要杀人啊！陈刚，别以为你爹是大队长就无法无天了。李幼薇凄厉的哭喊声很快就惊动了大队部附近的村民，大家围了过来查看情况，并纷纷指责陈刚仗着他爹是大队长欺负人。陈刚急怒之余，看到赵阳眼里若有若无的笑意，顿时知道上当了。姓赵的，你他娘的给老子玩阴的是吧？老子打死你！都住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打的？爹，是陈刚打的，你可要为我做主啊！陈二狗，你他娘的敢欺负老子的妹夫，活得不耐烦了！陈二狗，你是不是以为俺们老李家没人了？狗东西，几天没见长能耐了，敢欺负老子的妹夫！陈二狗，今天老子一定把你的事打出来！都给老子消停点，说清楚点，他为什么打你？爹，各位乡亲们，事情是这样的。赵阳添油加醋的把事情给岳父和大舅哥们说了一遍，脾气暴躁的二哥当场发飙：你敢欺负我妹妹？二哥，你先住手，等我说完再动手也不迟。二哥也太虎了，今天的主要目的除了要教训一下陈刚外，更重要的则是要刺激一下陈家，从根本上解决陈家这几条毒蛇。大家伙也看到了，我被陈刚打成了这样，现在我头晕脑闷，胸口也胀得难受，应该是受了内伤，必须送医院治疗。姓陈的，你他娘的在胡说，老子只是打了你一拳头，而且还是你先动的手。闭嘴！陈队长，你这儿子是越来越上进了，我原以为他只是性子有些轻浮懒散，但是却没有想到满口谎话。你们两口子教育的可真是好啊！人是你打的吗？爹，是他先动的手。我问你，赵知青是不是你打的？道歉。你的道歉我不稀罕，再说道歉有用的话，还用公安干啥？赵知青，你这话是啥意思？别报案吧。赵知青不过是年轻人之间的小冲突而已，没必要惊弓了吧？陈队长说的倒是轻巧。你知道殴打他人会被怎么处理吗？根据华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通俗的说，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就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这伤虽然够不上重伤，但是轻伤肯定是没跑，这一回我肯定要把他送进监狱吃牢饭。陈建英虽然是生产队的队长，但毕竟是一个没见过啥世面的泥腿子，听到这话顿时懵了。姓赵的，不就是打了你一拳吗？老子让你打回来不就行了，至于吗？既然赵阳要进宫，那就让公安处理吧。建国，你去公社跑一趟吧。不能进宫，李支书，这事儿说大也不大，咱队里能解决，没必要进宫吧？真要是闹大了，会毁了咱八宝粮大队的名声的。要不这样吧，我们家出20块钱作为陈刚打人的赔偿，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可好？不好，20块钱就想私下和解，陈队长怕是不知道人身伤害的赔偿标准吧？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必要的营养费。而且根据规定，在打架斗殴事件中，受害人构成轻伤的，负有责任的一方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还要承担民事赔偿。也就是说，这个钱不管陈刚是不是会被判刑，他都必须赔。陈建英本以为姓赵的小子在唬他，当即转身看向一旁上过高中的三儿子陈铁。
见自家老爹看向自己，陈铁只能点了点头，表示赵阳说的没问题。赵知青，你就直说吧，怎样才能放过我家老二？想要不进宫也行。陈刚向我和小薇道歉，另外赔偿我们200块钱。200块钱，你怎么不去抢啊？你给老子闭嘴！赵知青，你的条件我应下了。老三，回去和你娘拿钱。爹不能给啊，他就是故意的。很快陈铁就将钱取了过来，20张大团结，嘎嘎兴。赵知青，父老乡亲们都在这看着，我们也不用写啥条子了，这事儿就此结果如何？道歉！你个败兴的东西，还不赶紧给赵知青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等众人都离开后，李丰年看了看赵阳，你们也去上工吧，别迟到了。微微你也去，放心吧，这小子没啥事儿，爹保证。等李幼薇走后，李丰年这才问起赵阳，你是故意让陈刚打的吧？你应该知道陈家的钱可不好拿，因为陈刚在打小薇的主意，他该死。陈刚不过是个烂人而已，不值得你下场算计他，更何况有我在，他们陈家翻不起什么大浪。那要是您不在了呢？什么叫我不在了呢？你小子咒我呢？不是咒您，而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有人敢肯定意外和明天那个先来。就算是我不在了，还有建国、有国庆、建军以及国强，他们兄弟几个还护不住你和微微。爹，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呢？爹，你听过欲让其亡必令其狂这句话吗？你在给陈家设套。从陈建英昨天用言语刺激我，到陈刚背后嚼舌根，陈家对我的敌意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既如此，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以我对陈家父子的了解，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以他们睚眦必报的尿性，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动手对付我，而只要他们敢出手，我保证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点？自家岳父要是知道前世的陈家对李家做了多少不可原谅的事情，恐怕都不需要我出手，岳父就会带着4个凶神恶煞一般的大舅哥将陈家给踏平了。过分吗？爹，你看这些钱发现问题吗？这钱很新且连号。爹，我记得大队长并没有工资对吗？对，生产队队长是没有工资的，就连大队书记也是没有工资的，我的工资是部队发的。那这里面就有说到了，他一个连工资都没有的人，怎么会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而且这些钱可全都是连号的新钱，也就是说这笔钱是陈家一次性收回来的。什么样的事儿能让陈家一次性有这么大额收入？而且我们手里的只是20张大团结，谁又能保证剩下的连号钱是不是也在陈家？经赵阳这么一提醒，他也意识到有问题了。陈建英虽然是生产队的队长，但是正常收入和普通社员也没啥区别，一年到头也就能分个110多块钱，这还是老陈家有4个人挣工分，刨掉开销，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结余。你是说陈建英？此时的陈家大院，他妈的，真当我们老陈家的钱是那么好讹的吗？爹，你打算怎么做？还没想到，但是通过这次事情，你也应该明白，姓赵的毕竟是城里来的知青，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可不少，不是那么好拿捏的。爹，要不咱制造一个意外？打住！你当李丰年是吃素的？是不是意外那个老东西看不出来？李丰年在部队可不是普通的兵，当年他回村的时候可是部队里的212送回来的，而且一回来公社就直接任命他为八宝粮大队的支书，都没有选举，可见他的关系有多硬。爹，那咋办？听说侯三儿回村了。回来了，昨我还和他见了面。那好，下午你也不要上工了，你去找他喝酒，让他出面对付姓赵的。爹，这真是个好主意。昨天侯三还说了，迟早要让李家遭殃。侯三和李家有仇，到时候你再在身边撺掇几句，那小子肯定会忍不住对李家下手的。爹，那我们到底该咋办？侯三虽然敢下狠手，但李家那几兄弟也不是吃素的。李家那几个确实不好对付，所以先让他收拾一下姓赵的。具体的计划我已经想好了，你们只需要这般即可。小男孩刚刚从牛圈里跑出来，狂风暴雨将生产队的牛棚把从京城来的老百姓压在了下面。等到第二天周阳赶到现场时，就看到一个小男孩正跪在陈建英跟前。大队长，你快去看看吧，我爹被埋在了牛圈里了，求求您快救救我爹吧！滚一边去！没看到这下面还有牲口被埋在了里面吗？等先把牲口刨出来再说。我怕我爹撑不住就怪他命不好。再说了，他的命能比得上这些大牲口？你爹被埋在了哪里？带我过去。在9号牛圈。大哥、二哥、三哥，你们跟我过去看看。倒也不怪李建英说话难听，70年代这些牲口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比一般的社员都要金贵。要知道八宝粮大队只是偏远小县的一个不知名的穷大队，不要说是下面的这些生产队了，就连整个团结公社也没有什么大型机械，干活拉东西全靠牲口出力。周阳等人跟着小男孩一路来到最后面的那个牛圈前，在跟小孩确定了大人被埋的位置后，几个人便在废墟里扒拉了起来。很快众人就挖到了被埋之人的一条腿。爸爸，你们是哪里人？在这里有其他亲戚吗？我们家是京城的，在这里没有亲戚。我会尽量将你爹救出来的，你闪开点。周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救下的是一个军界了不得的大人物，经过一番折腾，人总算是救出来了。但是要命的是，现在他的胳膊断了，连骨头茬子都露了出来，
伤口正在往外渗血。经过简单的包扎，周阳又从一旁的牛圈门口拆下一个蓝纹的木栅栏。他必须尽快送医院。大哥，你去套车。二哥、三哥，你们和我把人抬到架子上。妹夫，你确定要管这事儿？为什么不管？人命关天啊！妹夫他们的身份太特殊了，一个不好就会引火上身啊。大哥，毕竟是一条人命，真出了事儿我担着就行了。马车很快就准备好了。周阳在社员们诧异的眼神中，将受伤的男人抬到车上，而后直奔20公里外的云山县城。由于周阳之前没有赶过马车，所以李丰年让李建国以及李国庆两兄弟跟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妹夫，以后这种事儿你还是少掺和吧。大哥，你担心我们救了他会摊上事儿？这几年的形势你也知道，虽说没有前几年闹得那么厉害了，但要是被人抓住小辫子，还是容易出事的。我知道，只是大丈夫活在世上，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那里挣扎，我们有能力却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这事儿我做不出来。哥，我觉得妹夫说的对，他犯了事那是他的事，咱救人没毛病。你说没毛病就没毛病了，这年头多少人瞪大了眼睛等着揪人小辫子，你们这是上杆子给人递把柄。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大哥，我救他也是为了咱爹考虑，他毕竟是京城来的，真要是出啥事儿，咱爹这个村支书可是第一责任人啊。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看到他浑身密密麻麻的伤口，以及那近乎变了形的胳膊，还有这么单薄的身体，这么重的伤够呛，希望他能撑得住。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三人深夜来到了县城，然后将人送到了急诊室。交完钱之后，周阳让两个大舅哥先回去，他留在医院等消息。钟大夫，这位是伤者的家属。咱们长话短说，我们刚才在进行手术的时候，发现伤者的情况远比我们诊断的还要复杂。他不仅只是胳膊断了一条，肋骨也断了3根，其中1根直接插在了胸腔处。由于长时间的颠簸，骨头刺穿了脏器，必须进行开胸手术。那他还有救吗？就是能救，但是花费的钱可不少。我们必须和你这个家属沟通一下。我不是他的家属，我们只是一个大队的。那你尽快联系他的家属吧。手术费加上住院费，一般家庭真的担负不起。医生您就说吧，大约需要多少钱？手术费倒是不多，但加上住院费以及各种药钱，保守估计需要150元以上，200元也是有可能的。我去交钱，人就拜托钟大夫你了。你能做得了他家的主，不用等等他的家属来商量一下吗？他能等得起吗？这个最好是20分钟内做出决定。这不就行了？再说了，他除了一个8岁的儿子外，也没有其他的家属了。这可是200元，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要是他醒来不还你钱咋办？200块钱确实很多，但是相比于人命而言，又算不得什么。至于他以后认不认账，或者是还不还，我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再说了，他能不能活着下手术台，还是一个未知数，想那么多干什么？年轻人活得通透，老朽佩服。你只管去交钱，人你就交给我钟镇南吧，保证他能恢复如初的。周阳说了句拜托，然后就急匆匆的到外面缴费。只是刚转身，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刚才医生说他叫什么名字？钟镇南啊，周医生可是护城来的专家，医术厉害得很，里面那个人真的是大造化啊。钟镇南是他，刚才见到这老医生的时候，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却不曾想竟然是老朋友的父亲，大名鼎鼎的江南神医钟镇南。周阳和钟镇南的儿子钟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只不过他与钟奇相遇还要在几年后，那时候钟镇南已经去世了，是在几年后在调回护城的途中遭遇车祸当场死亡。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阻止悲剧的发生。交完钱，周阳忍不住一阵肉疼，这可是200块钱，即便是在城里一个工人不吃不喝都得攒上小1年的时间。等到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紧接着就看到医护人员推着一个可移动病床走了出来。手术很成功，但他的身体很虚弱，要好好调理一段时间才行。谢谢您，后续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安顿好伤员后，趁着他还没有醒来，周阳当即来到医院附近的供销社买了一些住院需要的东西，包括洗脸盆、毛巾以及饭盒等东西，再次花了周阳6块钱。原本周阳以为自己今天应该要在医院过夜了，却没想到下午的时候岳父李丰年来了，同时来的还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子。在询问完严耿东的情况之后，李丰年便带着周阳离开了医院。昨晚上的事儿你做得很好，爹，你不怕我给你惹麻烦？你可知道严耿东的大哥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那你为什么不帮他？你怎么知道我没帮他？他们严家树大招风，即便是到了乡下，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盯着他们。我要是做得太明显的话，那就不是在帮他了，而是在害他们。那我今天是不是有点高调了？那也没办法的事情，要是不把人送到医院的话，小严的命恐怕也没了。爹，我没想那么多，我总觉得不管什么时候人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至于其他的由他去吧。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剩下的事情队里接管了，你先在车上睡会儿，回村我叫你。周阳也确实累坏了，从昨晚上到现在他是一言没合，所以刚刚说完没一小会儿就躺在马车上睡着了。等回到村里，周阳就发现了异常，田里竟然看不到一个人。爹，今天休息吗？咋没看到有人上工？昨晚上猪圈也塌了，有11头猪被压伤了，估摸着活不了了，所以我和几个队长商量了一下，
决定把那几头伤猪杀了，给大家加个餐。队里要杀猪，社员们可能都去大队部等着分肉呢。周阳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可是知道队里一共也就养了50-60头猪，现在一下子损失了1/3，社员们年底的分红收入显然要少一大截。分完猪肉后，周阳回到家，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严耿东的儿子，不知道那个孩子现在有没有饭吃？媳妇儿，牲口棚子那边不是塌了不少吗？那个孩子住哪里？下午的时候，社员们重新修了几个棚子，晚上他应该还住在那里吧？新棚子潮气大，哪能住人？哎，那有啥办法？村里人儿谁也不敢收留他们。我还是不放心那个孩子，我想去看看他。那你小心点，要是有人看到，你就说是找陈六子说明天用牲口的事儿。周阳当即拿出饭盒，将盆里剩下的粥装了进去，又拿了一个馒头，然后出了门。来到牲口棚的时候，刚好碰见小男孩鬼鬼祟祟的回来。过来，这么晚你干啥去了？重生回到70年代，我随手从牛棚里救下的劳改犯，竟是未来的军界大佬，在医院替他缴纳了200元的天价手术费。回到家后，这才想起劳改犯在牛棚的儿子好像还没吃饭。随后周阳便拿出饭盒，将盆里剩下的粥装了进去，又拿了一个馒头，然后出了门。来到牲口棚的时候，刚好碰见小男孩鬼鬼祟祟的回来。过来，听到周阳的声音，小男孩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快跑几步来到周阳身边。这么晚你干啥去了？我没有偷，这是野鸭蛋，我知道。谢谢。谢我什么？谢谢你救了我爸。你下午的时候应该看到我了，为什么不过来问问你爸的情况？支书爷爷已经偷偷告诉我了，我爹做了手术，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你爸可能要在医院住1个月的时间，你这段时间要不到我家住着吧？不行，我爸说了，这样会连累你们的。不要吃这2个野鸭蛋了，我给你带了饭。这次小男孩没有拒绝，接过饭盒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给你送吃的，如果没必要，尽量不要到水库那边找吃的，那里挺危险的。行了，我要回去了，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叔叔好，我叫严文辉。我操！严文辉、严耿东是我知道的那对神仙父子吗？回到家，周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就连李幼薇给他端来洗脚水都没注意。这是咋地了？去了一趟牲口棚咋变成这样了？周阳原本想将严耿东父子惊人的身份告诉李幼薇，但是又怕吓着他，再加上严耿东现在还是戴罪之身，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几年后会官复原职，并最终做到那样的高位。我见到那个孩子了，确实是有点惨啊！这么晚了还要到水库边上找野鸭蛋，太危险了。哎，都是些犯了错误的人，过得苦点也正常。我想帮那个孩子，你看可以吗？怎么帮？别的咱也帮不了。我答应以后每天晚上给那个孩子送点饭。要不你给他送点粮食过去，让他自己做吧。李幼薇犹豫了，不是他心冷没有同情心，而是那对父子来到村里的时候，公社那边就有了通知，要求所有的社员不要和他们有太多的走动，免得受到牵连。他一个毛孩子哪能做了饭？再说了，他也没有做饭用的锅碗瓢盆，还是我送吧。没事的，我等到人快睡了再去，保证不会让人看到的。那你可要小心点，别被人看到。我会注意的。家里还有些旧褥子和衣服，你要不要给他送过去？他一个孩子住在那地方也怪可怜的。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周阳就被上工的哨声吵醒了。有了之前硬汉陈家的辉煌战绩，现在不管是陈建英还是陈刚都躲得他远远的。一上午的时间，周阳足足翻译了1万多字，算上今天上午译出来的这些稿子，这段时间差不多已经整出10万字了。是时候给老徐那边寄过去了。不过还没等周阳动身，下午的时候邮递员就找上门来了。周执勤，有你的信，辛苦了，进来喝口水再走吧。不了，还有信需要送，最远了要到小井子村，耽搁不得。周阳小心翼翼地将信撕开，发现里面除了一张薄薄的纸条外，剩下的便是几张票据，一共是58块钱，这还是上次去宁市最后一天翻译得来的。这些票据都是些地方粮票，有大米5斤、白面5斤，还有1张1斤的糖票和3尺的布票。等到6点钟，最后一个社员将任务交完，清点好交回来的农具之后，周阳锁上了大队部的门，而后直奔李家老宅。小薇刚把小宝接走，爹，我不是来接小宝的，是来找您借车的。啥车？自行车。明天我要去一趟县城，给人交下稿子。行，注意安全。骑着自行车来到供销社，看到周阳进来，一个40多岁的女售货员急忙笑着招呼：“是周知青来了，要点啥？”芳姐，今天知青点聚餐，我来打点酒。有酒票吗？有，但不多，好像只有1斤多点。1斤也不少了，咋不够吗？芳姐你也知道，咱队上的知青点可是有不少人，一人2两也得4、5斤，1斤哪够？有票的话1斤2毛钱，没票的话价格要贵一些，至少3毛。行，我这里1斤2两有票，另外你再给我打5斤没票的。行，一共1块7毛4。我没带装酒的容器，芳姐你再给我弄个塑料桶之类的装酒，多少钱一起算进去就行。哪有塑料桶？不过倒是有一个10斤装的酒坛子，你可以先拿回去，回头再还回来就行。那行，要是有花生的话，也给我来2斤。空着手到店里的周阳出来的时候提了一个酒坛子，手里还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网兜子。蹬着自行车回到村里的时候，已经快要7点了。不过周阳没有立即到知青点，
而是先从家里装了一饭和烩菜，又拿了2个大馒头直奔牲口棚。严文辉这个未来的军界大佬还等着他投喂呢。临出门的时候，李幼薇将家里替换下来的一床褥子和几件旧衣服包了起来，让周阳一起带过去。周阳来到牲口棚的时候，那个小家伙正往牛圈里爆草。周叔，你来了。饿坏了吧？赶紧吃吧。还好。这床褥子和衣服是家里替下来的，你晚上铺在身下，免得着凉。谢谢周叔。明天我去县城办点事，顺便看一下你父亲。谢谢叔叔，你见到我父亲就说我在这很好，不要让他担心我。男孩懂事的令人心疼，同时也让周阳感到羞愧。同样的遭遇，自己之前的表现远远比不上这个孩子。好，你照顾好自己，我走了。刚从牲口棚出来，周阳迎面遇到2个中年汉子。是周知青，这么晚了你怎么来这里？这不是牛圈里的那个男人受伤了吗？我爹担心那个孩子饿死，让他给送点吃的过来。李支书就是心好，换了别人谁管他死活？不管不行啊！要是不管哪个小崽子的话，饿死在队上，咱8保粮大队的名声可就毁了。我爹也担心这个，虽然都是些犯错误的人，但上面毕竟把人送到了咱们大队，咱再怎么也不能把人给整死了，是吧？说的也是，但听说那个男人伤得挺重的，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人咱是送到了医院，也给他做了手术，至于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张叔、陈叔，今天知青点聚餐，还等我过去呢，就不和你们聊了。周知青除了吃不下苦这点不好外，其他的哪都好，一直留在咱村里可惜了。可惜啥？人有个当支书的老丈人帮衬着，再差也比咱俩过得好，真是闲吃萝卜淡操心。杨哥你来了。带了一坛子酒，今天大家好好喝点。那感情好，我下午也买了点回来，但是大家凑了凑，也就只有2斤半的酒票，我还担心不够大家认嗓子。我买了6斤2两，咱们一共18个人，算上女同志1人也能分半斤了。好，赶紧到里面坐着，马上开饭。很快，饭菜就好了，共有2个菜1个汤。主菜是红烧肉炖土豆，用一个洗脸用的搪瓷盆盛着，满满当当的。辅菜是肉炒豆芽，也有满满一大盆。吃了这么多天的野菜窝头，所有人看到肉，眼睛都在冒光。同志们，为响应国家号召，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学生，胸怀朴实的梦想，离开父母，离开城市，来到了广阔天地的课堂，投身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广大社员同甘共苦，风里来，雨里去，战3夏迎3秋。在这艰苦的年月中，我们这些知青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磨练了自己的钢铁意志，提高了思想觉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知青们开始喝酒吃饭。就在大家吃喝的正起劲的时候，沈晨露拿着一个搪瓷缸子走到了周阳面前。你不是从来都不喝酒吗？以前确实不喝，但是今天却想喝了。周阳哥哥，这几天好好想了想你那天的话，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我们之间确实是没有可能了。我已经写信向我爸妈求证了，如果事情真如你说的话，我会办理病退，不再出现在你的视线里的。虽然我还没有收到我爸妈的回信，但是我想你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骗我的，所以不出意料的话，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我别的奢求也没有，就希望临走之前和你喝一杯酒。行，这杯酒我和你喝。另外我想和你说，虽然我不会原谅沈振国，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幸福。穿越回70年代，我被陈家父子找的2个小混混悄悄尾随报复，幸亏我发现及时，身体向前猛然一滚，直接躲开了对方的袭击。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偷袭我？猴子，这小子没罪，看他摇摇晃晃的样，没罪也不是咱俩的对手，干他！周阳却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样逃跑，而是捡起一块石头便砸了过去，仅仅一下瘦猴便倒地不起，然后抱着脑袋不断的惨叫。就在胖子愣神的空档，周阳捡起木棍对着胖子的裆部就是一捅，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再次划破了山村的宁静。而看似凶悍的胖子，此时就像是一只被煮熟了的大虾一样蜷缩在地上。操，这小白脸真他娘的狠！那地方是用来捅的吗？说，你们是哪里流窜来的重案犯？老实交代，对于你们这种恶贯满盈的逃犯，打死你们都不用负责任。别打了，周知青，我们不是逃犯。你认识我？我们是隔壁左家村的人，我叫左胜利。我们之间有仇吗？没有，没仇。混蛋，没仇你们为什么袭击我？是陈刚叫你们来的？陈刚是谁？不认识，我们是侯老大叫来帮忙的。侯老大是谁？他为什么叫你们来袭击我？侯老大就是你们村的侯三，他这不是刚从劳改队出来，老大不晓得了，也想找个媳妇，所以就叫我们来帮忙。打住，这都说的啥和啥？侯三我知道，只是他找媳妇和袭击我有啥关系？具体情况我也不大清楚，侯老大只是和我们说，他今晚会趁着你们知青聚餐的时候，悄悄将一个女知青绑走，然后强上了。侯老大担心自己搞人家女知青的事情败露，所以让我们把你也敲晕绑了。等他完事后，就把你扒光衣服和那个女知青放到一块儿。到时候侯老大就会带人去抓奸，这样一来，你们2个的名声就全都臭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向那个女知青提亲，这不就有媳妇了？村里那么多人，侯三那个王八蛋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侯老大说你不喜欢你媳妇，
到时候就算娶不到女知青，也能把你们两口子搅黄了。到时候他或许能把你媳妇搞到手。另外，侯老大说你和那个女知青是相好的，把你俩整到一起合情合理，别人也不怀疑。侯三那个王八蛋要绑的女知青到底是谁？好像姓沈，具体叫啥名字俺也不知道。侯三那个王八蛋竟然盯上了沈晨露。想到沈晨露由于不胜酒力，在聚餐结束前20分钟就在梁月的搀扶下返回了知青府。要是侯三在路上对付他们的话，还真有可能得手。告诉我，侯三在哪里？他指示你们将我弄到什么地方？你只有一次机会，要是敢骗我，老子一定会砸碎你的狗头的。我说，侯老大要我们把你打晕后弄到后山的破庙里，他在那里等我们。得知侯三的位置后，周阳当即准备赶往后山救人，但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妹夫，是你吗？”大哥，是我，赶紧过来。小妹，真的是妹夫，咱赶紧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儿？伤得重不重？哥，我没受伤，血都是这两个王八蛋的。大哥，现在没时间解释了，我得赶紧去后山的小破庙救人。你看着这两个王八蛋，别让他们跑了。媳妇儿，你现在立即回村叫人，把村里的青壮都叫起来，一部分人去知青点看看女知青们都在不在，另一部分赶往后山的小破庙。后山破庙里，侯三一脸兴奋地看着供台上漂亮的女知青。这女人长得实在是太带劲了，就这小模样，放眼十里八乡，也就李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和她拼一拼。想到这次不但能睡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还能得到200块钱的酬劳，甚至于事后还可能得到一个媳妇儿，侯三的心里就是一阵火热。就在这时，周阳提着棍子赶了过来。姓周的，你竟然敢找到这里，真是有种啊！沈知青呢？你把他怎么了？哈哈哈，你是在担心你那个相好的吗？可惜你来晚了，那女人已经被我上了。你混蛋！妹夫，我来了。听到李建国的声音，侯三被吓得腿发软。小时候侯三偷鸡摸狗的时候，被李建国4兄弟抓捕没少挨揍，到现在都还有心理阴影。侯三顾不上周阳，当即就向后山深处逃去。妹夫，你伤到哪里了？大哥，你先别着急，我没有受伤。侯三把沈知青给绑了。周阳先是检查了一下沈晨露的呼吸和脉搏，发现他的呼吸顺畅，脉搏也平稳有力，甚至于还有轻轻的鼾声。显然他之所以昏迷不醒，并不是受到了伤害，而是完全喝醉了，而且衣服也完好无损，显然也没有被侵害的痕迹。妹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今晚上知青们在小学校聚餐，我回家的时候突然遭到2个陌生人袭击。接着周阳将晚上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的都说了一遍。妈的，那个狗东西竟然敢做这种事情，看来那1年的劳改没起到啥作用。妹夫，你在这等着，我去追他。大哥，别追了，一来是穷寇莫追，二来是你走了这里就留下我和沈知青了。等一下社员们上来后，我就算是有10张嘴也说不清。咱们现在咋办？沈知青离开的时候是和梁月待在一起，现在只找到了沈知青，却没有看到梁月。咱们在附近找找，看梁月是不是被侯三藏到了暗处。找了半天没找到梁月，周阳和李建国当即将沈晨露抬出来，然后由李建国背着向着山下走去。在半山腰处正好碰到了赶来支援的李丰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咋搞成这样子？周知青，你怎么和沈知青在一块儿？你会不会说话？还是你眼睛瞎啊？没看到我们是3个人在一起？你不会是以为我和沈知青在一起约会还要带上大舅哥吧？行了，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赶紧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周阳当即把事情的全部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已经不是队上所能解决的了。现在我安排一下，建国，你现在立即回去，骑车到公社报案。等一下，都是一个村儿的，咱们把人抓住自己教训一下不就得了？用得着进宫吗？此话一出，不少人出声附和。不行，必须进宫，大家能想着村里的荣誉那是好事儿，但是可不能好心办坏事儿。侯三这次犯的事儿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更为重要的是，眼下还有一个女知青生死不明，说不定已经被害了。我们现在还想着那点村民情谊而不报警的话，这就是在包庇罪犯，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侯三这次能勾结外村人绑人家女知青，要是大家原谅了他，他以后会不会将主意打到你们家的闺女身上？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打架斗殴了，必须报警。谁要是敢阻拦，等公安同志来了，自己向人家解释。陈队长，你觉得呢？那啥，我也是好意嘛。既然大家都觉得应该进宫，那就进宫吧。进宫是必须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傻傻的等着。周阳说还有一个女知青下落不明，我们必须先把人找到。另外，侯三逃到了后山，我们必须把人给找到，不然谁也不知道这个混蛋啥时候会报复我们。张根旺，你带着5队的人到村里找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陈建英，你带着4队的人立即搜山，无论如何都要把人给抓回来，交给公安。在李丰年的安排下，八宝梁村的2个生产队300多青壮男女都被调动了起来，找人的找人，搜山的搜山。没过多久，周阳便看到就着道几个村民背着一个人急匆匆地向这边跑了过来。狗生，你们是在哪找到的梁知青？我们是在知青店后面的小水沟里找到了人，他被人打晕了，头上流了很多血。不过当周阳看到他受伤的位置，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心里也生出了一丝警觉。梁月和侯三之间不太可能有什么交集，自己应该是想多了。很快，
村东头公社的大路上就来了2辆警车，走在前面的是一辆偏斗摩托车，上面坐着几个人。周阳一眼就看到了车斗里的李建国了。周阳赶到村口时，便看到不远处来了一辆偏斗摩托车，周阳一眼就看到了车斗里的大舅哥李建国，而后面的则是一辆 BJ212 小吉普，这也算是一代神车，但是看不到里面坐了多少人。妹夫，你怎么在这里？我刚刚到知青点看了一下，这不是看到这边有灯光和警笛，知道你们来了，所以就过来接一下。李建国同志怎么停了下来？张所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夫周阳，那2个歹徒就是他抓住的。所长同志，我是知青周阳，也是这次恶性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将你们拦下就是想先向你们说明一下情况，免得浪费时间。周知青，现在村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主犯抓到了没有？所长同志，眼下主犯已经逃到了山里，李支书以及几个队长正带着社员们搜山。不过被绑的女知青我们已经救下来了，失踪的那个也已经找到了，不过却受了伤。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但是等一下还有事情需要你配合。行，我随叫随到。小王，你们2个先去把那2个案犯控制起来，要是伤得太重的话就送往医院，问题不大的话就再去一趟知青点，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周阳同志，你现在带我们去一趟另一个案发的后山小庙。行，请跟我来。说着周阳便在前面小跑着赶往后山。原本张所长想要让周阳上车，但是被周阳拒绝了，主要是周阳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小吉普里面挤满了人，自己真没有心思和他们上去挤。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山脚下，当看到小小的吉普车里竟然一溜烟下来10来个公安人员后，周阳整个人都是懵的。所长同志，小破庙就在那个位置，走，我们上山，不能让案犯跑了。但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此时村民们四处搜寻的案犯侯三却悄悄溜回到了村里。原以为村子里的那些人不会报警，姓陈的会帮我开脱，但是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这次要是被逮起来的话，少说10年，甚至于直接拉去吃花生米都有可能。8保2大队是不能待了，必须跑路，但是跑路之前得去一趟陈家要钱。打定主意，侯三便悄悄摸进村子，向着陈刚家摸去。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老子还想问你呢，你不是说青州的只是个白皮书生，不会打架吗？他是不会打架呀，那天在大队部我一拳头就把他打趴下来。你娘的狗屁，老子亲自和他打了一架，那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就算是2个老子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他娘的是不是故意坑老子的？放屁，老子怎么会坑你？出了事老子不要负责吗？那就是我们都被姓周的那个王八蛋给骗了。周阳，你个王八蛋，别给老子找到机会，不然让你生不如死。操他娘的，在这里咋呼呼了？你找姓周的报仇，老子也帮不上什么了。但是现在你得给老子拿钱，老子必须得跑路了。行，我答应给你200块钱，现在还差你100，你拿了钱赶紧离开云山县吧。100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得出手？你他娘的打发叫花子呢？你小声点，被人听到了我们都得完。行了，老子也不废话了，500块钱，不给500块钱老子就不走了。什么500块钱？老子哪有这么多钱啊？你们老陈家会连500块钱都拿不出来，你忙谁呢？用不用老子给你们想想？2年前老子只是偷了队里的3只鸡，但是最后上报到公社的时候却变成了50只鸡外加2头猪了，不然老子能让重判1年的时间。那事儿可是你和你爹办的，你给老子说说那些猪呀鸡呀都哪里去了？你要是敢说一句不知道，老子立马到后山找公安自首。反正老子所有的罪名全都是未遂，加上自首情节最多判个2、3年。但是你和你爹可就不一样了，不但要被撤职，还要被送进去吃牢饭，哪个轻哪个重自己掂量吧。好，500块钱就500块钱，拿上钱立马滚蛋，以后再也不要回来了。老子觉得500块钱还是太少了，给1000块钱，另外再给老子弄一封介绍信，不然老子就不走了。1000块钱，你他娘的这不是在讹人吗？老子就是讹你们又能咋地？害老子蹲了1年的大牢，还害得老子连村子里都待不下去了。1000块钱都便宜你们了。1000块钱我们陈家出了，但是你今天晚上就必须离开8保2大队。至于介绍信，咱们约好地点，等我开好了再给你送过去。行，你开好了就送到水库边的那间小破屋里，我自己去拿。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先到外面清洗一下脸上的血迹，我去给你取钱。然而就在侯三转身的一刻，陈刚突然抽出腰间别着的杀猪刀，然后毫无预兆地捅入了侯三的后心。陈刚，你好狠，竟敢杀人！陈刚仿佛被这句话刺激到了一样，猛地抽出刀，对着侯三便是一通乱刺。很快侯三就一动不动了。陈刚将人杀了之后，先是从柜子里藏钱的地方取出一叠大团结，塞到侯三的衣兜里，然后又将杀猪刀放到侯三的手里攥了攥，最后又咬了咬牙，用杀猪刀在自己的身上划出2道很长但却不深的口子。做完这些之后，陈刚才扯开嗓子大声喊了起来：救命！救命！救命！侯三死了，而且还是死在了村子里。经过简单的询问，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说法，那就是10几分钟前，侯三突然气势汹汹地提着尖刀来到陈家，要陈刚将家里的钱全都给他拿出来。陈刚在侯三的威胁下，无奈只能将家里仅有的400多块钱全都给了他。但拿到钱的侯三还不善罢甘休，竟然揪着几年前他爹将其送到监狱的事情不放，扬言要废了陈刚，
在挨了几刀之后，陈刚无奈之下奋起反击，最终成功夺刀并将侯三反杀。再加上陈刚自己也受伤不轻，简单的笔录之后，他就被紧急的送往县城的医院。至于侯三的尸体，则是被装到车上拉回到了公社。由于出了人命，所以除了陈刚这个当事人外，包括周阳、梁月、李建国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也全部被传讯到了公社的派出所接受调查。不过这事儿很快就被定性了，侯三罪有应得，陈刚正当防卫。周阳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的下午了。看到周阳的身影出现在院子里，李幼薇当即端着一个火盆走了出来。咦，这是要干啥？快火盆去晦气，整这玩意儿干啥？配合调查而已。毕竟死了人，去晦气应该的。周阳大步从火盆上面跨了过去，然后一把将李幼薇抱了起来，向屋里走去。爸爸，宝也想要抱抱。好好好，爸爸抱小宝。老婆，我明天准备去趟县城，你要一起去吗？有事儿。想把那个汇款单对了，顺便再把这段时间翻译的书稿给人邮寄过去。我就不去了，你走了的话，没人给记工分了，我得去看着点。行，去看着也好，省得别人说闲话。你看着点丫头，我担点水回来。大晚上的担啥水？明天早晨我去担吧。宝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那会儿看他一直在身上挠，应该是痒痒了，所以我打算一会儿给他洗个澡。我去吧，咱们俩也顺便洗洗。你就在家里等着吧，爹等一会儿要过来。这么晚了，爹过来干啥？说是有事找你。正说着，外面传来吱呀的推门声，紧接着就看到李丰年走了进来。爹，您这么晚了过来，是有啥急事吗？昨晚上的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所以有些事情想问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爹，你是发现了什么新线索了吗？那倒没有，只是有些事情说不通，找你这个读书人分析一下。爹，有啥说不通的你说，咱们俩合计合计。按道理说，你们知青聚餐本身也不是什么公开的事儿，侯三一个不下地干活的二流子，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甚至于你们聚餐喝没喝酒，什么时候结束他都知道，还会提前在路上设下埋伏，这不合理。那个被抓的瘦子不是交代，他们这几天一直在盯着我们，或许暗中观察到了也说不定。哼，就算是天天盯着你们，也不可能了解的这么详细。别忘了，你爹我可是侦察兵出身，这事儿我比你清楚。爹，你的意思是说知青点有他们的内应？有这个可能，能将整件事情策划的这么详细。要说没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这完全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件事情很可能另有内情。而且侯三的死也有问题，不是被陈刚给捅死的吗？这有啥问题？是陈刚捅死的，但是姿势不对。你只是个普通人，一没有上过战场，二没有杀过人，当然看不出这些了。但是我上过战场，也杀过人，自然能发现问题。爹，那您发现啥问题了？我查看了侯三的尸体，他全身被捅了几十刀，但致命伤都是从后背刺入的，也就是说他被偷袭了。如果说侯三是两人相互搏斗的时候被陈刚杀死的，那么伤口应该在正面或者是侧面，但绝对不会集中在背后。而且侯三从小就打架斗殴，经验丰富，他的身体素质也不是陈刚那个小崽子所能相比的。如果不是偷袭的话，他怎么可能正面打得过侯三，又怎么能杀了他？而且侯三去他家抢劫这事儿本身就透着蹊跷。你想，咱八宝梁村虽然穷人多，但是日子好过也不止陈家一户人家，咱们李家你跟望叔家也都挺好过的，侯三为什么非要去陈家抢钱呢？是啊，如果侯三真是为了钱的话，他应该去咱们李家，毕竟咱们家里一个男人也没有，好抢。而且侯三落得跑路的下场也是因为我和大哥，他就算是要报复也是应该去我们家，为什么就偏偏去了陈家呢？还有就是昨晚上大家伙听到锣声，成年青壮都集合了起来，唯独陈刚没有来。爹，你的意思是这件事背后有陈家的影子？你想啊，侯三和你无冤无仇的，他为什么要害你？就因为你和沈知青走得近，这不是扯了吗？反倒是陈家和你之间可是有着大仇，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置你于死地。如果是陈家指使侯三陷害你的话，这些事情就说得通了。爹，那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咱不能让陈家那几个王八蛋逍遥法外。已经晚了，我下午的时候接到了公社那边传来的消息，县局已经决定对陈刚这种不惧暴力胁迫、力杀歹徒的行为予以嘉奖。重生回到70年代，我从牛棚救下了重伤的劳改犯严耿东。就在我1个月后接他出院时，这位未来的军界大佬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周知青下乡前高中毕业了吗？毕业了，正打算上大学，通知书都拿到了，结果还是没读成。那实在是太可惜了。不过我觉得像你们这种知识青年，即便是到了农村，也不应该把书本放下，有时间的话还是多看看书。这看似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却在周阳的心底掀起了滔天巨浪。如果不出预料的话，再过2年多的时间，上面就要恢复高考了。不过想到严耿东的身份，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要知道，即便是前世自己做到了工程院院士，成为了人人敬仰的无双国士，但是见到严耿东，那也得站着说话。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觉得文化知识不管到了哪里都有用，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放下。那就好。由于办理出院手续需要主治大夫签字，所以周阳提了些东西，便亲自前往钟镇南的办公室。是小周来了，准备接病人出院了。周叔，我想问一下他的恢复情况，真的可以出院了吗？恢复的挺不错的，
回去休养也好，但是切记不要下地干活，免得留下后遗症。我知道了，钟叔，这段时间感谢您对严大哥的照顾，也不知道您需要啥，就买了点营养品，您别嫌弃。钟镇南看了一眼篮子里的东西，有2罐麦乳精，还有1瓶蜂蜜和些许糕点，可不便宜。你小子这是干啥？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咋能另外收你的东西呢？赶紧拿回去。好歹我也是叫您医生叔呢，这东西是我孝敬您的，您收了没毛病。接着严耿东出院后，周扬没有回家，而是让四哥李国强拉着他来到了邮局，将自己翻译好的稿件寄往宁市新华书店。同志，顺便帮我查一下有没有我的信件或者是包裹。你是哪个公社的？团结公社八宝粮大队，周扬。还真有，你稍等一下。说着便转身走到里面的屋子，不一会就抱出一个电视机大小的包裹和一封信。信中写到上面同意正式将他纳入国家编译局编外人员，而他的工作证以及相关的职业证书已经随同本次需要翻译的原稿一同寄来了，就在包裹里。看完信，周扬这才将汇款单拿出来，326元，还有面票50斤，米票30斤，自行车票和缝纫机票各1张，邮票、糖票以及其他工业票也不少。看来上面对我这个翻译天才还挺重视。满意的从邮局里走出来，随后周扬将包裹放到骡子车上交给李国强保管，而他自己则是亲自到不远处的信用社将汇款单兑换成钱，随后便让李国强赶着骡子车直奔供销社。同志，你又来了，今天要点啥？50斤富强粉，30斤东北大米，来点糊油，5斤就够了。红糖和白糖各来2斤，大白兔拿2包。当周扬提着大包小包从供销社出来的时候，李国强整个人都骂了：“妹夫，你这是打劫了供销社吗？”呵呵，今天发稿费了，所以就多买了点。妹夫，你老实说，这次领了多少钱？不多，也就300多块钱。多少？准确的说是326块钱，另外还有一部分票据，加起来差不多够360块钱吧。我的个天神爷啊，怎么会这么多钱？你看这翻译满打满算也就1个月不到吧，这前前后后都快赚了500块钱了。想想我们一大家子人10多口子人辛辛苦苦1年，到头来除掉口粮分到手，恐怕也没有300块钱。咋了？受打击了？那倒没有，就是有点担心。我知道你当初娶小薇并不是出自真心，现在以你这可怕的挣钱能力，想来也用不着我们李家庇护了。你会不会不要小薇了？咋地？合着我就应该一直不思进取吃软饭，你就觉得安心吗？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好像还就是如此。行啊，我和小薇已经扯正了，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喜欢小薇，不，我爱她。对于世界而言，她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我而言，她是我的整个世界。回到村里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周扬先是将严耿东送回牲口棚，给他留了点大米和白面才离开。在李国强去生产队还车的时候，周扬扛着半袋面外加买回来的几瓶酒前往老宅。奶，是小姑父来了，爸爸抱抱。爸爸手里有东西没法抱，小宝去给哥哥姐姐们分享好吃的糖果吧。你这孩子提这些东西过来干啥？娘，今天这不是发稿费了吗？我就给老宅这边买了点富强粉，又给我爸买了2瓶酒。家里有粮食，浪费那个钱干嘛？是二锅头啊，这酒1瓶的1块钱哩。死老头子喝点散装酒就行了，哪喝得起这么贵的酒？娘，爹好歹也是一个村支书，咱就连1块钱的酒都不能喝。等以后赚了钱，我天天给爹买茅台喝。茅台我知道，之前我哥托人办事的时候买过，要4块多1瓶呢。我的个天神爷啊，4块钱1瓶酒，怕是县里的干部们也喝不起吧？4块钱也不贵。4块钱还不贵？你这孩子可不能买那么贵的酒，买回来我和你急。不买不买，四嫂，你的预产期是不是快到了？就在月底。四嫂，我看你这肚子实在是有点大，生的时候恐怕不太容易，要不到时候生产的时候还是去县里的大医院吧。前世钟娜生孩子的时候，周扬已经离开了。后来在调查李家的情况的时候，他才知道钟娜因为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差一点1尸2命。虽然最终艰难产子，但是因为孩子缺氧窒息导致智力受损。去啥大医院多费钱，我这是2胎了，肯定没问题。周扬不再多说，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四嫂生产前将她送到医院，免得悲剧发生。从老宅回来后，周扬便将老徐寄来的包裹拆开了，一本是红色封面金色字体的外语翻译资格证书，而稍小一点的那个红本子则是工作证。有了这个护身符，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必担心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了。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周扬登记完所有社员知青们的生产任务后，便在大队部里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工作。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举动被有心人看在了眼里。陈刚受了他爹的叮嘱，从开始密切监视周扬的一举一动，必须要抓住这家伙投机倒把的证据。姓周的竟然在看外国书，这年头上面对这个领域抓得很严格，现在老百姓手里除了一些学生用的教科书外，也就只有几本小红书了。而且要是敢看那些违禁的书籍被逮住了，那可是大事情。由于心里激动跑得比较快，所以回来的时候陈刚有些气喘吁吁的。跑啥跑？有狼撵你了？看你像个啥样子？爹，我发现姓周的罪证了。啥？这么快？姓周的在干啥买卖？他在和谁交易？爹，我说的不是投机倒把，而是……接着陈刚将刚才在大队部看到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你看清楚了，真的是外国书。虽然隔得太远没看清是哪国的，但肯定不是咱中国的。爹，
咱赶紧到公社吧，这下肯定能将那小子搞死。不行，没有真凭实据，咱就算是去公社，人也未必相信。而且李丰年在公社也是有人的，说不定咱们这边刚刚举报，人这边就接到消息把书藏起来了。那咋办？咱先把书搞到手，然后拿着书去举报，这样人证物证全都有了，也不怕姓周的抵赖。接着陈建英在陈刚耳边悄然说了几句，而陈刚听到他爹的话后，眼睛顿时一亮，并不断地点着头。周知青，你快回去看看吧，你家着火了。得知消息的周阳立刻起身往家里赶，大队部距离他家不是很远，也就300-400米的距离。远远的周阳就看到他家的方向浓烟滚滚。然而就在周阳离开后几分钟，陈建英的身影出现在了大队部的办公室。陈建英拿起书上下看了2眼，发现果然全都是歪歪扭扭的外国字，连一个汉字都没有。姓周的是知青，而且据说他的家庭成分可不大好，他的父母亲到现在还处于改造之中，现在他还偷偷摸摸的看外国书。再结合姓周的这段时间大手大脚的花钱现象，姓周的肯定是那种被敌对势力收买的敌特分子，他就是靠着出卖国家机密才得到的那么多钱。真的是老天开眼啊，竟然让我破获了一起敌特渗透的大案，人证物证俱全，姓周的就算是想要抵赖都不行。当周阳回到大队部时，发现办公室里空空如也，不但书没了，就连他翻译好的那几百字的稿子也消失了。这下麻烦了，那本书虽然只是一本教科书，但是老徐可是在信里面特别强调过，那属于机密文件，千万要注意保密。现在书丢了，还谈啥保密呢？就在周阳准备到大队部的广播室用大喇叭喊一声看看谁拿了他的书稿时，严文辉突然走了过来。周叔，我有事和你说。啥事儿？你说。我刚才准备来这里找周叔你，结果看到陈大队长偷偷摸摸的来了，他把你桌子上的书偷偷拿走了，而且他好像去公社了。我爹让我赶紧提醒你，陈队长可能要对你不利。周叔，我爹还说了，实在不行的话，有啥事儿你可以往他身上推。你爹就不怕引火烧身吗？我爹说他这条命是周叔救的。你回去告诉你爹，他的好意周叔心领了，但是星辰的动不了我，让他放心。此时周阳的院子里已经站了10几个身穿橄榄绿，胳膊上缠着红袖章，头戴钢盔的军人。穿越回70年代，我被生产队长陈建英污蔑为敌特分子，想用一本我给国家翻译的外国机密文件置我于死地，可是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媳妇，把我放书的那个箱子里的那个牛皮纸袋拿出来，就是里面装着2个小本的那个。接着李幼薇直接跑到了里屋，然后将周阳指明的东西取了出来。别紧张，只是2本证件。听到证件2个字，卢有明心里打了个突突。当周阳将里面的2个红本拿出来之后，尤其是当他看到那本盖着国家编译局钢印的工作证时，整个人顿时呆住了。虽然不知道这个编译局到底是个什么单位，但是以国家开头的那可都不是什么简单的部门，绝对不是我一个现刑警队长能招惹得起的。周阳同志，这如你所看到的这样，我是咱们国家编译局的工作人员，目前为国家级翻译师，我现在接受国家的委派，正在执行机密文件的翻译工作。而你手里拿着的，便是我们国家好不容易从国外弄来的外文原稿。除此之外，你手里的那个文件袋里还有上级给我颁发的翻译师职业证书，以及他们给我任务津贴的相关说明，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证明我的清白？卢有明懵了，陈建英懵了，在场所有的社员知青们也懵了。卢队长，周知青怎么可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不是扯了吗？他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话，早就回城了，还用得着窝在这个山旮旯里？再说了，谁知道他的证件是真是假？那些敌特分子可都是十分狡猾的，说不定这些东西就是他们专门做出来迷惑你们公安的。卢队长，作为公安，你有这份警惕的心是好的，但是光有警觉还不行，还得有辨别真伪的能力。你现在可以到县里的机要保密局找他们的负责人询问情况，同时你还可以直接给宁市新华书店负责人徐永光，他也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当然了，更高级的还有，只不过你们没资格接触。此时卢有明已经被周阳的话震慑住了，为了保险起见，卢有明当即将自己的副手刘勇叫了过来，让他立即拿着周阳的证件去最近的团结公社，然后给县城和市里打电话，迅速核实周阳的身份。很快县里这边就有了回应，国家编译局确实是秘密部门，主要是负责一部分机密资料的编译任务，而这个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从全国有实力的单位选调出来的，人员身份相对保密。根据上级部门给他们提供的最新涉密人员的名单，周阳赫然在列，其为省级重要的特殊技术型人才。紧接着市局那边也有了回应，我们联系了市新华书店的负责人，对方明确肯定周阳是他推荐到编译局的。对方还明确表示，周阳正在负责一项很重要的编译任务，不管出了什么事情，请务必保证周阳的生命安全。完了，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里竟然藏着这样的能人，竟然能在保密局挂名，简直没谁了。今天这事儿恐怕不好处理了，不但把人家的身份给暴露了，而且看那位刚才说话时的表情就知道把人给得罪了。很快回去核实周阳身份的人回来了，刘勇小跑着回到卢队长身边，
然后将自己核实到的消息做了详细的汇报。周阳同志，您受委屈了，我代表我们刑警队向您道歉，请原谅我们的工作失误。卢队长，虽然你们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念在你们也是受小人蒙蔽，且也是忠于职守，所以这事儿我就不再追究了。接下来我们可以谈谈下一个正事了。周阳同志，不知道您还有啥正事？周阳当即从文件袋里取出老徐写给他的那封信，然后指着信件最后一段话：卢队长，我以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向你报警，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秘密文件被人窃取，并可能导致国家秘密被泄露，请刑警队予以调查。周阳同志，我代表县局刑警队接受您的报案，涉案的相关人员我们都会带回去调查的，把他抓下来。我冤枉啊，凭什么抓我啊？卢队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这位陈大队长是先去的公社，他应该是先把机密文件交给了公社的人，然后再由公社上报。是这样的。为了确保机密文件的内容不被泄露，我希望卢队长能将所有接触过这份文件的人都带回去询问一番。这包括我自己吗？您是办案人员，接触文件在所难免，我会向上级说明情况的。那就好，请您放心，我们刑警队一定会确保国家机密不被泄露。卢队长，你是老公安了，麻烦你过来看看我家这场火有什么问题没？随后，卢有明当即带着几个属下到火场周围查看了起来。很快，卢有明就发现这场火确实有蹊跷，基本可以判定为人为纵火。既然是人为纵火，那么我请求你们公安对这起纵火案进行立案调查，并请将这起案件将之前的机密文件失窃案并案调查。我怀疑有人利用这场火灾故意将我调火离山，并趁机窃取机密文件。请放心，我们会尽快查明事情真相。随后，在卢有明的命令下，包括陈建英在内的所有涉及这次案件的相关人员全部被带回了县城调查。八宝梁村陈家老宅，此时寿宴正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由于陈老爷子之前就是八宝梁大队的老支书，且他这个人为人仗义公道，所以在村里很有威望。但就在这时，院子外面突然响起了汽车的引擎声，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看到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冲了进来，将整个陈家老宅的进出口都围住了。与此同时，几个持枪的武警还跳上了墙头，手里的枪也对准了下面的人群，似乎怕他们跑了。卢队长，我是铸剑厂的陈鑫，不知道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家有什么事儿吗？陈厂长，我们有事要找一下陈建英的家属，听说他们在这里，不知道都是哪几位？二婶儿、大狗子、二狗子、三狗子，公安同志找你们有事。同志你好，我是陈金。你就是陈建英的大儿子陈金，那他们是什么人？这是我娘，这是我二弟陈刚和我三弟陈铁。那没错了，抓起来！随着卢有明的命令，早已经蓄势待发的几个公安当即扑向陈金等人，很快就将他们母子4人给制服了。公安同志，抓人也得有个缘由啊，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你总得告诉我这个老头子吧。李桂兰、陈金、陈刚、陈铁涉嫌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现在我们奉命对其进行抓捕。至于具体案情，现在不方便透露，等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谁是这里的村支书？我是。你好，我现在要对陈建英、李桂兰的住所进行搜查，请你带一下路。穿越回70年代，我举报生产队长家侵吞集体利益。当柜子被打开的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半人高的大红柜里面竟然放满了各种精细的好东西，麦乳精、蜂蜜、白糖、红糖、饼干、糕点，真的是应有尽有，宛如供销社的货柜子。我的个天神爷啊！陈大队长也忒有钱了吧？麦乳精足足有9桶，羡慕死个人了。那花博士的确凉吧，足足4、5撇，少说也得值300块钱吧？哎呀，那是手表吧？一块好像要100多块钱吧？你们给老娘放下，那是我们陈家的东西。陈家几兄弟的脸色同样不好看，只不过相比于他娘的肉疼，几兄弟心里更多的却是恐惧。把这个大缸给我搬开的。当几个公安合力将大缸搬开后，发现缸下面铺了几块大青砖，大青砖下面竟然放着一个1尺见方的铁皮盒子。随着铁盒子被打开，众人再一次被震惊到了，竟然是一捆捆崭新的大团结，都是那种没有使用过的新钱，这满满一箱子少说也有好几万块钱吧。不过当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之后，也就14000块钱，因为箱子下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现大洋，目测至少200-300枚，甚至于人们还在里面看到了黄灿灿的金条。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家里竟然能搜出上万的现金以及大批的金银。要知道，即便是县城里的那些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一个月毛收入也不会超过60块钱，1年不吃不喝下来也就720块钱，10年也就7200元。走，去把陈家的地窖打开。好家伙，除了米面外，公安们竟然从地窖里取出50-60袋苞米，20多袋小麦，还有大量的豆子、油菜籽等等，所有的粮食加起来都快堆成一座小山了。完了，我们陈家全完了。姓陈了，你们哪来了那么多的钱粮？是不是吃我们的亏空？李桂兰，你们不是人啊！你们家的粮食放在地窖里都快发霉了，都不给我们吃，你们的心是黑的吗？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要不是我们大家伙相信他陈建英，他凭什么当那个生产队长？卢有明带人在八宝梁村抓人抄家的时候，周阳却和林婉婉留在县局等消息。你要不要见见陈建英？不想。他现在还不知道陈金他们被抓的事儿，你难道不想亲自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吗？其实没必要怕他，
他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落水狗，翻不起什么大浪了。真的可以吗？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县局的审讯室里，陈建英心情烦躁地蹲在墙角，想着今天就是他爹70大寿的日子，家里其他人肯定正在寿宴上吃香的喝辣的，而他却只能窝在这个狭小逼仄的审讯室里，饿着肚子。周阳，你这个小王八蛋，等我出去后，一定要给你个外来户好看。姓周的，你是来看老子的笑话的吗？不，我没有那么无聊，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的。什么天大的消息？你会有那么好心？你们一家人要团聚了。姓周的，你是知道老子要被放出去了，所以是来求饶的吗？老子告诉你，这件事儿咱们没完，就算是李丰年来求老子。陈大队长，你想多了，我说的是你们一家人要在牢里团聚了，或许过段时间就会在阴曹地府团聚。什么？你这话是啥意思？字面意思，你老婆以及那几个儿子已经被抓起来了，很快你们一家人就会见面了。忘了，在案件没有结案前，公安应该不会让你们见面，怕你们串供。你胡说，举报你的事儿和我老婆儿子又没关系，公安凭什么抓他们？那件事儿确实和他们没关系，但是你们犯的又不止一件事儿。我们还犯啥事儿了？你可不要给我们扣屎盆子，老子不吃你这套。看来陈大队长的记性不好，连自己犯了啥事儿都记不住。不过没关系，我给你带了一个人过来，想必见了他你就能想起来了。过来吧。看到林婉婉的一瞬间，陈建英真的是肝胆俱裂。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说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当然是来控告你们的。婉婉，我们错了，你不要告我们了，我会让老大以后对你好的。你觉得可能吗？想想你们这几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在你们家连一条狗都不如，谁想欺负就谁欺负，现在没用了，你们还想把我害死，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婉婉，你毕竟是老陈家的儿媳妇儿，害了我们的话，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好下场？我都变成不人不鬼的样子了，再坏又能坏到什么地步呢？更何况只要能看着你们下地狱，我就算是舍了这条命不要又能如何？你凭什么告我们？你有证据吗？你说证据，我身上的这些伤够不够？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顶多只能说老大打你了，和我们又有啥关系？林婉婉突然愣住了，她突然想到自己确实没有陈建英强暴她的证据，而身上的这些伤顶多也就能证明陈经虐待她，怪不到陈家其他人身上。陈大队长，有些事情确实因为时间久远无法查证，但是想要送你们下地狱，又不是只有强暴妇女这一桩罪名，比如说包庇罪，再比如说侵占集体利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呵呵，听不懂没关系。侯三怎么死的，你心里应该清楚吧？还有你家米缸下面的那些钱，地窖里的那些粮食，你都想好怎么和公安解释了吗？林婉婉，这些都是你告诉他的，老子真的很后悔没把你早早弄死。你不会再有机会了，现在公安已经去抓你家剩下的那些人了，而且还会对你家进行搜查，即使是你不承认强暴林之清，但单凭你犯的其他罪行，也足够你吃花生米的了。忘了告诉你了，梁月已经同意自首，并指证陈刚故意杀人了。咱们走吧，让陈大队长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卢队长，抓捕还算顺利吧？有你们提供的线索和情报，哪还有不顺利的？你们都不知道姓陈家到底有多少钱，足足现金就14000多块钱，还有半箱子现大洋和金条，也不知道那些混蛋是哪里来的这些东西。那些现大洋和金条是陈建英前几年从别人家里抄回来的，被抄的那家人家以前是地主。这狗东西的罪名又多了一条，查实了后一起和他清算。卢队长，像陈家这事儿一般多长时间能宣判？最快也得3个月，毕竟这又是调查又是起诉的。1个月，我要1个月看到判决结果。如果卢队长你能办得到的话，我再送你一场造化。啥造化？一起命案。当然了，至于最后能不能拿到功劳，还得看你自己。连山县地广人稀，民风淳朴，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发生过命案了。如果真能破获一起命案，那肯定是大功一件了。行，我会尽快查明事情的真相，并向上面申请从严从快审理这起案子的。行，我现在要去一趟县医院，关于命案的相关情况，我等一会儿回来再和你详细的说。县医院产科住院部，梁月神情萎靡地坐在病房外的长条椅上，看到周阳过来后，梁月身体竟然开始微微颤抖起来。梁志清，我找你有事儿，方便和我出去一趟吗？梁月知道周阳这次来找自己，肯定是带自己去自首的，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出路，不然的话，他要么变成疯子，要么嫁给陈刚后被折磨死。行，我们走吧。小月，你先到外面等一会，我和周阳、周知清说几句话。看到梁月走远之后，沈晨露看着周阳说道：“你是来带小月去自首的吗？”你都知道了。你和小月那天说话的时候，我没走远，就在暗处听着。那你是怎么想的？我希望尽量不要追究小月的责任，稍微给点教训就可以了。为什么？你既然知道他要害你，那你为什么还护着他？周大哥，小月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
或许他和我相处确实是有很多功利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间，他确实很照顾我的。我当年来这里的时候还没有满18岁，举目无亲，身体还不太好，经常因为低血糖而晕厥。但每一次都是小月把我送回宿舍，照顾我的生活，甚至于还替我完成生产任务。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照顾，我或许早就死了。虽然那天那件事情他确实做得不对，即便是判刑也不冤，我的心里也怨他，但是却不想毁了他。他的事情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性质却有些恶劣。如果你想帮他的话，可以出具一份谅解书，或许可以减轻他的处罚。好，我会写的。再次回到县公安局，周阳将梁月送到卢有明的办公室，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后便离开了。等再次来到医院，4哥李国强正陪着钟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妹夫，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已经处理好了，陈家的那些人渣们已经全部被抓起来了。太好了，真的是恶有恶报啊！四嫂，你这几天感觉咋样？还行，就是身子有点沉，走路也不大得劲。我看你的肚子比前几天又带了些，看得我有点心惊胆战啊。四嫂前世难产，差点一尸两命，今天钟镇南教授正好在这，看看能不能改变四嫂的命运。四嫂，我给你约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走，让他给你瞧瞧。跃回70年代，我提前预知四嫂将要难产一尸两命，而在此坐诊名震江南的神医钟镇南，恰好是父亲的老朋友。在我的极力劝说下，四嫂这才答应跟我去找钟大夫做检查。看到钟娜这个大肚婆娘，淳朴的老百姓主动让开路让她先看。我还以为你小子不过来了，事关我嫂子和小陈儿，哪能不来呢？来，躺到床上，我检查一下。男同志出去等着。过了好一会儿，还听到沈晨露喊他们两个进来。孕妇的情况我检查了，确实有难产的危险，而且胎位似乎也有问题，得做好剖腹产的准备。大夫，那个剖腹产会不会有危险？剖腹产虽然不是什么大手术，但只要是手术就可能存在风险，所以我能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会尽力的。而且我刚才感受到胎儿的胎头有明显的下降感，孕妇也出现了不规则腹部发紧、发硬的现象。根据我的经验推断，这是先兆临产的症状，孕妇很可能会在24小时内生产，你们要做好准备。钟叔，我希望您能亲自给我嫂子接生，如果无法顺产，那就是及时进行剖腹产。行，反正我就住在医院，要是发动了那就去通知我。好，那您先忙，我们先回病房了。回到病房，李国强夫妻两个显然有些紧张。周阳知道这只是他的应激反应，连假性宫缩都算不上。四嫂，你不要紧张，有钟医生在，肯定会没事的。可是做手术我怕啊，我没做过手术啊。你就放宽心吧，钟医生是护城有名的专家，剖腹产这种小手术对他而言根本没有啥难度。但是他刚才不是说有风险吗？人家那样说也没毛病，毕竟即便是哥哥痔疮也都有感染的可能。但是在所有的手术中，剖腹产的风险可以说是最小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况且有我们这么多人陪着你一起生产，肯定没问题。稍稍平复了一下钟娜紧张的情绪之后，周阳把李国强叫到了外面。他觉得有些话还是提前和四哥说说为好。是不是你嫂子的情况不大好？是的话你就说，哥撑得住。那倒不是，剖腹产不是什么大手术。那就好，那就好。四哥，虽然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你依旧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啥最坏的打算？一旦孕妇出现危险，人家医生很可能会问你保大还是保小，你想好怎么回答了吗？保大，肯定是保大。你能拎得轻轻重就行。另外，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是让四嫂的娘家人在这里陪着，你觉得呢？你知道的，你嫂子和娘家人的关系闹得很僵，他们至今不愿意认我这个女婿。钟娜的父母都是城里的双职工，她的父亲还是肉联厂的一个领导，而钟娜呢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本来她父母想要把她嫁给至交好友的儿子，但钟娜却不愿意，因为她喜欢的人是我。最终钟娜在无法说服父母的情况下，瞒着他们和我结了婚。人家不承认你，你就与人家老死不相往来了。李国强的岳父岳母周阳上辈子见过，是一对非常好的人。当年李国强身体残了之后，经常受到陈家的欺辱，再加上父亲和几个哥哥死后，留下一大家子孤儿寡母。钟父钟母得知情况后，主动找到李家和女儿和解，此后还不遗余力帮着李国强治病养家，为他们算是操碎了心。前世要不是有钟父明里暗里帮衬着的话，李家真的有可能会被陈建英那个王八蛋给灭门了。得想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四哥，你知道孕妇生产最怕什么吗？什么？大出血。孕妇一旦大出血，那可是真的要人命，必须立即输血。要是医院的血库里有相应的血液的话，那还好。如果没有，那就必须立即从其他符合血型的人身上抽取。抽我的，抽多少都行。你的不一定行，而亲人的血液一般是可以的，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行，我这就去求他们，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们求到医院来。我和你一起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去。你也折腾了一天了，休息一会儿。李国强走后，周阳也离开了医院，来到邮局。周阳先是将翻译好的稿子和原书打包好，写上地址寄了出去，然后才让工作人员帮忙查找看有没有他的包裹。周知青，包裹没有，只有一封信。可能是老徐觉得上次寄给自己的书没这么快翻译完，所以这次并没有继续寄出来。打开一看，果然如此。只见里面一如既往的是汇款单和各种票据，甚至于连信都省了。528元，算上这些钱的话，家里的存款差不多够900块钱了。
在这个年代，这也算是家字颇丰了。不过这还远远不够，先不说以后我跟佑薇上大学，养孩子要花多少钱，单单眼下就需要不少钱来改善父母的生活。另外，大哥现在还在西北某地受苦，也得帮衬着点。离开邮局后，周阳来到银行，轻车熟路地将汇款单换成钱，然后将整数存掉，揣着零钱和所有的票据再次回到了医院。令人惊喜的是，中父中母真的来了。四哥，有这么多人在我留在这里也没啥用处，我今天先回村，等孩子出生了再过来。那我也一块回去。回村的路上，3个人都显得有些沉默。沈晨露是因为有李建国在，所以不大方便和周阳说话，而周阳则是单纯的不想说。至于李建国，他对沈晨露这个一心惦记自家妹夫的女人没有好感，也懒得搭理他。知青点到了，周大哥，我走了。都到知青点了，不走咋呀？难道你还想跟着我吗？你是要回城了吗？啥时候走？明天吧。其实我早就应该走了，之前有点放心不下小月，想等她结完婚再走，但现在也不需要了。早点回去也好。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也许会吧，不管我们以后会不会见面，也不管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幸福。谢谢你，我会试着放下以前的一切，也衷心的祝福你和薇薇姐，希望你们能一直幸福下去。老一辈的恩怨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不要想太多。说完，周阳再次上了骡子车头，也没回的便走了。骡车走出老远，周阳看到沈晨露还站在原地。那姑娘也真是痴情，你不回去安慰一下吗？咋安慰？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心思，要不我就勉为其难的如了她的愿。滚！你敢做对不起薇薇的事儿，老子直接剁了你！你看你接受不了，还要让我去安慰人家，咋想的？我这不是看沈知青有点可怜吗？多好的姑娘就摊上你这么个瘪犊子玩意儿，可惜了。这话说的好像是我糟蹋了她一样。呵呵，你倒是没糟蹋她，但是糟蹋了我妹妹。要不是薇薇一直拦着，就凭你小子之前干的那些没屁股事儿，老子早打断你的腿了。那不是以前吗？现在我已经改了，而且以后肯定会对薇薇和小宝好的。希望你说到做到，不然的话，打断腿的承诺永远有效。此时的东泉农场，周阳的父母刚刚下工。他原本是京城某大学的教授外加系主任，是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被下放到这里之前根本就没有干过农活。由于这里土地贫瘠，缺少雨水，每年的产出很低，所以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为了不至于冬天冻饿而死，农场里的人只能辛苦点，春天的时候多种几亩地，期望秋天多收点粮食。这样的生活啥时候才能到个头啊？周亚文在哪里？出列。主任，你找我？有你的信。老周，到底是谁给咱写的信？不知道。那你倒是看看啊，不是已经拆开了吗？回去看吧。老周，你说是不是老领导写给咱们的？毕竟一般人可不知道咱们的地址啊。现在先不要说了，回去再谈。进屋后，周亚文从简易的栅栏门向外看了看，没发现有人偷听后，这才小心翼翼地将信封里面的信取了出来。令他惊讶的是，里面除了薄薄几页信之外，竟然还有几张照片。好可爱的丫头，真是一个美人胚子。老周，你说这孩子是谁家的？咋给咱寄来了照片？越回70年代，被我救下的军界大佬沦落到猪圈喂猪，我立即走过去帮他将猪草倒进了猪圈里。而他之所以带着伤拼命干活挣工分，只是为了在冬天里能够和儿子吃上一口饭。这种重活以后还是不用干了，这么大的一个生产队，还不至于让你们父子俩饿死。忘了你小子现在已经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了。啥副队长？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被逼无奈啊。千万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眼下大家伙的日子都不好过，虽然不像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艰难了，但也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小周，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如果能帮，还是帮帮乡亲们吧。你被下放到这里也有4、5年的时间了吧？5年了，你这几年也算是险象环生，几经生死，你就没有恨过这里的人吗？周阳可是知道，严耿东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那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当时正处于运动最高涨的时候，不要说严耿东这样的人了，就连周阳他们这些人都经常被人拉出去教训。不恨，这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这个时代。怪不得他以后能做到那样的高位，单单这份胸襟就不是普通人所能相比的。说实话，即便是20为人的我，在这方面也远远比不过严耿东。周阳有心和他聊聊未来，聊聊个人前途，但是现在又觉得现在为时尚早。就在这时，周阳的目光突然被猪圈里的几头黑毛猪吸引住了，脑海里顿时升起了一个想法。猪场的情况你了解吗？还算了解，咱们2个队共有22间猪圈，眼下共有24头猪，其中4队11头，5队13头，都是半大的猪仔。我想把猪场的规模扩大一下，你觉得咋样？扩大规模？你想弄多大？这么多猪舍，少说也要再抓个50、60头小猪仔吧。这么多，养猪的人手倒是不缺，但是这么多猪可都是要吃东西的。你觉得队里有那么多的东西喂猪吗？尤其是冬天。猪饲料的话应该不成问题，不过我缺个管理猪场的，你有没有兴趣？我吗？对，反正你这身体干别的也不行，到时候我把队里的那几个老弱病残都交给你管理，一起侍弄这个猪场，你觉得行不行？我倒没什么，关键是你得有足够的饲料啊。这你放心，我这事儿我会解决好的。这些活你先别干了，我这就回去和队里的几个干部商量一下，稍后给你答复。随后周阳来到了宝丰水库，
由于今年旱情严重，岳父李丰年正带领大家商量是否要开闸放水。周阳突然想到前世那场灾难，就是这个宝丰水库大堤突然出现险情。旱倒是旱不死，但肯定会影响收成。爹，那咋办？要不咱们开闸放水？宝丰水库虽然在咱们大队的地界上，但却是整个公社20多个大队共有的水库。我们想要开闸放水浇地，必须向公社申请。那就申请呗。哪有那么容易？宝丰水库可是肩负着整个公社甚至于全县养鱼的重任，全县20多万人过年能不能吃到鱼，都看宝丰水库了。我们申请开闸放水浇地，其他大队肯定效仿。这一开闸，水库里的水位肯定要下降，里面的鱼也不知道要跑多少，公社那些大领导们未必会同意的。前世旱情过后，秋天连续下了1整月的雨，岳父等人察觉不对后，立即组织整个八宝梁大上1000人一同强行保堤。但是最终因为大堤险情太过于严重，没能保住，而岳父和3个大舅哥也在这场灾难中一同殒命，同时牺牲的还有40-50名强险的群众，堪称云山县近几年最严重的一场灾难。如果能说服公社那边开闸放水，不但可以缓解各个大队的旱情，而且还可以趁着水位下降，好好检查一下水库的堤坝。爹，旱情刻不容缓，庄稼要是错过了生长季节，就算是后面把它们泡在水里都没用。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给公社打报告吧，实在不行，咱们去县里找找人，总得先保证各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啊。至于能不能吃上鱼，这个并不重要。既如此，那我这就去打报告。你们今天就好好检查一下灌溉渠吧。根毛，你找人通知一下其他几个生产队，务必要确保通知到每一个队。等回到大队之后，周阳这才跟李丰年提起养猪的事。爹，还记得我上次和您说的搞副业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和公社的刘副主任谈过这事儿，他觉得你这想法不大靠谱，他让你歇了这个心思吧。周知青，你说的是啥副业？能说说吗？我觉得咱们队里的社员们辛苦1年下来，也就勉强解决个温饱，实在是太苦了，所以想带着他们整点副业。接着周阳便将他的养猪计划简单的说了一遍。周知青，你真的能解决饲料的问题？能，而且我可以保证，我整出来的饲料要比喂猪草的效果好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政策方面不好，咱们可以先拿生产队做个试点，要是成功了，再让社员们自己养；要是失败了，那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要是这样的话，那也行。不过队里最多给你拨200块钱，人手也不能超过5个，再多了影响生产。爹，200块钱少了点，要知道一头小猪仔就需要10块钱。人手的话，我打算将村里那些不能干重活的都集中起来，不占用正常的壮劳力。200块钱确实有点少了，但是队里的财政也很紧张，200块钱已经是极限了。这样吧，缺的钱我先自己垫上，等小猪仔长大卖钱了再还我咋样？那要是赔了呢？赔了我认了，也不用队里还。那怎么能行？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要是往里面垫钱的话，那队里就给你打欠条。个人往里面垫钱不太好，容易引起纠纷。那咋办？这样吧，队里的那头老黄牛岁数大了，已经干不了活了，不行就卖了吧。这倒是个好主意，一头牛少说能卖400块钱，够咱们扩大猪场的规模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弄？我这边先把新饲料弄出来，然后再说其他的。另外这段时间咱们还要抗旱保收，等忙完这段时间再说吧。我看行，那就这么定了。结束了与老丈人以及王平的谈话后，周阳开始仔细回想生物饲料制作方法。相比于其他饲料，生物饲料最大的优点就在于造价便宜，也最适合农村地区。农村最常见的玉米杆、大豆杆、稻草、麦秆，甚至于杂草树叶也均可做原料。而生物发酵剂对于我这个药物化学家而言也是小儿科。就在周阳制定生物饲料方案时，一辆绿色小吉普停到了院子里。周阳同志，幸不辱命啊！上面的批复已经下来了，同意对陈建英案进行公审。什么时间？7月18日，那就是3天后，还挺急的。那可不，这说县里的领导们也很重视，要求从严从重从快处置，所以时间上安排的紧张了些。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像陈建英那样的恶徒不早点判了，难道还要留着他过年不成？说的也是，事情我已经传达给你了，那就不打扰了。卢队长，等一下，不知道卢队长认不认识水利局的人，可否帮忙引荐一下？水利局，我和他们的局长李长兴是同学，关系也挺好，引荐倒是没问题。那太好了，实不相瞒，眼下旱情严重，我们想让宝丰水库那边开闸放水，缓解旱情。但是公社那边怕影响渔业生产，百般推脱，所以我想求水利局的领导。那行，这事我替他应下了，明天中午到我那里见面吧，我来安排。真回到70年代，我凭借前世记忆提前预知宝丰水库将要决堤，为了能够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我拜托县刑警队长的关系，来到县水利局找他的战友李长青帮忙。李局，宝丰水库的大坝要垮了。啥要垮了？宝丰水库的大坝。周阳同志，这事儿可不能信口开河，这是要负责任的。周阳兄弟，这可不兴开玩笑的。李局，卢队，我知道这事儿对你们来说确实难以置信，甚至于怀疑我是不是为了开闸放水故意这么说的。但很可惜，我并没有唬你们，大坝上甚至有非常多的老鼠洞。当下，周阳便将昨天在宝丰水库发现的情况仔细说了一遍。周阳同志，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李局，真的假的其实很好判断，您自己去宝丰水库看看不就行了？不行，
我得亲自去水库看看。真要是有险情，必须立即进行评估补救。已经是饭点了，再怎么着急那也得吃了饭再去。都火烧眉毛了，还吃啥饭呢？不吃了。李局，磨刀不误砍柴工，饭还是要吃的。而且去水库排查险情，单靠你一个大局长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相应的专家团队。而现在刚刚下班，集结人手也得一段时间。我的建议是，你现在立即让人通知局里的专家赶紧集合，同时咱们也去把饭吃了，然后一同赶往宝丰水库，你看可行？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当下他立即给办公室值班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让他立即通知局里所有的干部以及专家1小时后到局里集合，谁也不许请假。打完电话后，这才跟着周阳和卢有明前往国营饭店。由于只有3个人，所以周阳只点了4个菜1个汤，标准的乡长招待标准。但是这4个菜都是硬菜，一个红烧肉，一个炖排骨，一个红焖羊肉，一个干炸丸子，汤是紫菜蛋花汤。周阳同志，你这也太破费了。别的不说，单这几个菜至少就得5块钱，还要了2瓶茅台酒，这玩意儿1瓶就要4块钱，2瓶就是8块钱，这一顿饭就要13块钱。像我们这个级别，1个月也就只能挣个30来块钱，一顿饭基本上就吃掉了半个月的工资。周阳兄弟，这饭确实有点奢侈了。2位老哥，吃饭就要吃个舒心，我也好长时间没有沾荤腥了，也不全是为了你们2位啊。周阳同志，下午咱还要去水库查看险情，酒就不喝了，等一下退了吧。对，我下午还要去一趟县委，可不能一身酒气的过去，影响不好。那行，咱就不喝酒了，领导吃菜，这2瓶茅台就不退了，不管是拿回去自己珍藏，还是送给老丈人都行。毕竟4块钱的茅台，要是放到20-30年后，那可是值大几十万。周阳原以为点了这么多硬菜不可能吃完，正犹豫着等会儿要不要将剩菜剩饭打包回去，没想到桌子上的所有菜品全都被糟光了，连小半盆汤都被卢有明给喝完了。归根结底，这个年代的老百姓肚子里没有油水，而他们几个还都是干部，平时还能吃饱饭，要是换了普通百姓的话，战斗力或许会更惊人。下午2点，一辆212小吉普，一辆东风大卡拉着技术人员和周阳来到宝丰水库。李长青没有去水库管理处，也没有惊动这里的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技术人员直接来到了大坝下面。因为有了周阳的提示，水利局的技术团队直接就找到疑似有渗流的地方，然后检查了起来。不检查不知道，一检查真的是吓一跳。李局，情况不太乐观啊！都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现在宝丰水库的大坝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蚁穴了，里面甚至鱼都变成蜂窝煤了。现在或许看不出什么，一旦遇到特殊的自然天气，后果不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有水流进入坝体里面，等到冬天水流就会结冰膨胀，然后裂缝就会扩大，来年的情况将会更加的严重。还能补救吗？这得看下面的结构损伤有多严重，如果太严重的话，那就只能爆破拆除重建了。拆除重建，想当年几乎是集全县几十万老百姓所有的人力和财力才建起来这座水库，一旦拆除重建，先不说县里的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住，单老百姓的感情上就接受不了。李局，眼前这座大坝已经成了一个定时炸弹，要是不能补救的话，也只能拆除了，不然等到这颗炸弹突然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爆炸，下游10几万亩农田数万百姓可就要遭殃了。立即对大坝里里外外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务必要将大坝的实际情况搞清楚。另外立即给县里打报告，鉴于宝丰水库大坝存在极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要对水库里的蓄水进行泄洪，请县里面批准的同时，让各个公社和乡镇做好农田灌溉工作。下达完命令之后，李长青感到自己的后背都湿透了，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吓的。同时他看向周阳的眼神也充满了感激。周阳兄弟，这次老哥我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及时提醒的话，老哥我这次真的是惹上大麻烦了。李局严重了，我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周阳兄弟，以你的能力窝在一个小小的山村里实在是有点可惜了，要不我推荐你到县里工作吧。我谢谢李局你的好意了，但是我现在还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实在是脱不开身，这事以后再说吧。行，那咱们以后。你们是什么人，在大坝下面干什么？让他们继续检查，咱们上去看看。远远的看着人，周阳就觉得有点胖，这1米6几的身高，配上170-180斤的体重，咋看咋像是黑熊成精啊。你瞅啥瞅？瞅你咋地？你这年轻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你又是哪里蹦出来的臭虫了？你什么你？赶紧说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想偷鱼？你又是什么人？凭什么在这里吆五喝六的？凭我是水库管理处的正式工，凭水库管理处的主任是我姐夫，咋地就不能管你们？摊上这样的小舅子，还真是造孽啊！好一个正式工，好一个姐夫主任，看来这宝丰水库绝不仅仅只有工程质量有问题，管理上也存在不少漏洞。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可告诉你，赶紧滚蛋！闭嘴！张贵龙在哪里？让他滚过来见我。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不用管，把张贵龙叫过来，就说李长青要见他。被李长青这么一吼，年轻人顿时有些怕了，急忙向着水库另一侧的管理处办公点跑去。这几年早就听人说管理处的这些人把水库当成了自家池塘，我们都没有当回事儿，看来情况要比人们说的还要严重，回头硬得好好查查才行。
回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李丰年和王平等人全都在大队部，似乎在商量上面事情。咋样？爹，您是想问你那小孙子，还是想问开闸放水的事情？你说呢？放水的事儿基本上算是成了，水利局那边已经同意放水了。真的？我刚刚才和水利局的李局长分开，错不了。那李局长没说啥时候能开闸？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明天？这么快？所以我想问问，咱们各个生产队灌溉渠疏通清淤的工作完成的怎么样了？我们2个队还算完成的不错，已经完成了70%的进度了。但是其他几个生产队的情况却不大乐观。那不行，必须让他们连夜疏通。爹，不出预料的话，这次一开闸就是8个水闸全开，所以根本没有时间等他们疏通灌溉渠了。这是为什么？爹，水利局要对宝丰水库进行全方位的紧急检修，所以必须紧急将水库里一大半的水排出去。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李丰年毕竟是当过兵，所以做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果断。那就让社员们连夜抢修灌溉渠。葛望同志、王平同志，你们2个尽快安排生产任务。是。另外，每个队出2个腿脚便利的年轻人，让他们立即通知其他10几个生产队，让他们也连夜抢修灌溉渠。告诉其他几个生产队长，就说我明天要一个队的检查，哪个生产队要是没有完成任务，我撤他的职。我通过前世记忆，提前预知宝丰水库将要决堤。水利局局长将水库的水排掉大半后，果然发现问题。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李长青亲自带队来到八宝梁大队登门道谢。李局，你怎么来了？周阳兄弟，你此举不仅仅救了水库下游数万老百姓的性命，同时也挽救了我们这些人啊！不然一旦水库出事了，我们这些人可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我这次带来了县委县政府写给你的感谢信和颁发给你的锦旗。另外，县里的梁书记专门给你拨了50元的特别奖金。说着，李长青将感谢信和奖金拿了出来。与此同时，一同前来的田野则是带人将锦旗以及各种礼品放到了桌子上。周阳看到众人搬进来的这些东西，忍不住吃了一惊。除了整箱的麦乳精外，还看到了2箱茅台酒以及几条桂花香烟。此外还有不少花布棉布以及大白兔奶糖、饼干糕点，甚至于还有很大一刀猪肉。抛开奖金不说，单这些物品就不少于200块钱。按照正常购买力计算，单这些东西就相当于后世数万块钱的大礼。李局，这些都是县里的奖励吗？这50块钱的奖金是，剩下的这些东西都是局里的同志们集资给你买的。这奖金我就留下了，这些东西还劳烦李局给带回去吧。周阳兄弟，我要是把东西拉回去了，真没法向局里的同志们交代。这有啥不好交代的？我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可能在你而言，这确实只是举手之劳，甚至于也是为了给你们队上讨水浇地。但是对我们这些人而言，这可是关系到仕途命运以及生死的大事儿。那也用不着买这么多贵重的礼物啊。其实局里也就凑了不到150块钱，相当于每个领导拿出半个月的工资，剩下的全都是宝丰水库张贵龙支援的。张贵龙，李局说的是水库管理处的那位张主任？对，就是他。昨天县里签署了命令，他被撤职了。水库存在这么巨大的安全隐患，他这个主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宝丰水库管理混乱，存在不少违纪的情况，所以县里才决定撤了他得职。但即便是如此，今天早晨他还是亲自跑到局里，给送来2箱好酒，让我帮忙转交给你。前世宝丰水库溃坝决堤之后，上面对这件事进行了严查，整个云山县的领导自上而下直接被换了一茬，最后被送审起诉的就有22位，其中就包括眼前的这位李长青，但却没有包括那位张主任，因为他在抢修大坝的时候牺牲了。如果没死的话，他的下场绝对不会太好。可以说自己此举确实是救了他的命。既然李局已经这么说了，你就收了吧。那行，钱和东西我就厚颜留下了。李局，你替我谢谢局里的兄弟们。另外以后有啥事儿，你直接到水利局找我，这事儿老哥哥我记着呢。行，有事儿肯定麻烦你。那行，我们还要去水库那边，就先不打扰了，咱们回见。在送走李长青后，翁旭2个再次回到了办公室。知道刚才我为什么要你收下这些东西吗？爹是为了让李局他们安心吧。这事儿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确实是大恩啊，这相当于挽救了他们的政治前途，他们哪能不有所表示？道理我也明白，只是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贵重了，奖金加上礼物恐怕价值270-280元了，都能顶上您1年的工资了。那又如何？相比于他们脑袋上面的乌纱帽，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那倒是，我要是不收他们的这些东西的话，人家还不知道我要人怎么回报呢。你能明白这些就好。那这些东西咱真收了？收了，1不偷2不抢3不贪，凭啥不收？哈哈哈，那就收了。正好微微说还没给4哥家的那个小的准备礼物呢，过满月的时候正好送过去。你的东西你们自己做主。行，不过那酒您搬1箱回去，剩下1箱我打算给我爸送去，他就好这个。好，等一会儿我让老大讨个车过来，帮你把东西拉回去。好，等一会儿我让老大讨个车过来，帮你把东西拉回去。接下来几天日子倒也平静，猪场这边200多青壮在严耿东和2个生产队长的指挥下忙着扩建猪舍，而大仓库那边李国庆则是带着几十人一刻不停的碾草粉。最累的则是李建国这边，他被分配的任务是做骨粉，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问题是那些骨头渣实在是太臭了，说是迎风10里臭一点都不夸张。周阳则是忙着翻译稿子，
毕竟他想着翻译完这2本书就去一趟东泉农场，父母近在咫尺，自己怎么能不去看看？老徐那边也挺着急的，而且自己要是去东泉农场所在的划线的话，正好要到宁市转车，到时候一起把看父母和送稿子这事儿给办了。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边稿子还没有翻译完，老徐就找上门来了。老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小子许久不见，胖了不少，看来弟妹的伙食不错啊。那也是托了徐哥你的福啊。老徐，你也不给我介绍这2位。哈哈哈，看我这光顾和你说话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省编译局的郭副局长。郭局好，我是周阳。周阳同志你好。这位是我们塞北大学化学系的杨云昭主任。杨主任好。这位杨主任见到周阳似乎有点激动，当即抓住了周阳的手。周阳同志你好，总算是见到你了。杨主任，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你小子就打算让我们站在门口说话吗？你看我这，实在抱歉，快屋里请。乡下大队的办公室有些简陋，实在是让他们难以想象，周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翻译出那么多的高质量作品。给他们倒好水之后，周阳回到了座位上。徐哥，郭局，非常感谢你们上次的帮忙，谢谢了。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毕竟你也确实是我们编译局的工作人员，可不能平白受人欺负。不管如何，都得向老哥你说声谢谢。咱们不说他了，老徐你大老远的来我这里，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吧？我没事儿，但是郭局和杨主任找你有事儿，我就是个带路的。哦，不知道2位领导找我有啥事儿？周阳同志，我想让你帮我们翻译一些东西。听到这话，周阳顿时有些懵。塞北省虽然偏僻了一些，但好歹也是一个省级行政单位。而眼前的这2位，既有大学的系主任，还有编译局的副局长，翻译一些东西还能千里迢迢的跑到这里来找我，怎么觉得这么魔幻呢？杨主任，你要翻译的是什么东西？周阳同志，我想请你翻译的是一批化学教材。化学教材？为什么会找上我？周阳同志，之所以找你有2个原因，第一是郭局的力荐，其次是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比你更合适的翻译人才了。郭局，咱们编译局应该有不少翻译人才吧？您怎么偏偏让我来做这事呢？咱们省编译局目前在册登记的翻译一共有300多人，但有能力翻译教材的绝对不超过20人，而在这20人里面，不管是工作效率还是作品质量，你都是最顶尖的。最重要的是，我看了你前段时间送审的物理学教材，翻译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任务非你莫属。那行，这个任务我接了，不过这几天我想出一趟远门，等回来之后再给杨主任翻译。哦，那真的是太感谢了，周阳同志。再过1个半月学校就要开学了，你能不能在此之前将那几本基础教材翻译出来？有多少？一共7本，牛津大学的2本，剑桥的2本，剩下的都是哈佛大学的。这么多，那我只能说是尽量吧。行，周阳同志，只要你能将这个任务圆满完成，我们塞北大学必有重谢。周阳原本是想要推辞几句的，但是突然想到自己的大哥还在塞北受苦，说不定我以后还真有求到杨主任的时候，希望您到时候可不要拒绝啊。哪能呢？只要不违反党政纪律，我绝对不会推辞的。好，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正事儿谈完，老徐又给周阳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将周阳的稿酬给带来了，12万字的稿子，618块钱。重生回到70年代，我只是随手做了一顿家常便饭，可老徐和2位大学教授看到后顿时目瞪口呆。此外更让他们震惊的是，我还拿出2瓶茅台来招待他们。腊排骨炖土豆红烧大鲤鱼，辣椒炒腌猪肉大拌凉菜，西红柿鸡蛋汤，主食是现蒸的大米饭。周阳兄弟4菜1汤，妥妥县处级领导的招待标准啊！至于茅台酒那就更不用说了，4块钱1瓶，以我们每个月35块钱的工资，可真的消费不起。郭局、杨主任、徐哥，你们今天有口福，这鱼可是我们这里水库的野生鱼。这么大的野生鱼不便宜吧？这我还真不知道，我这是别人送的，不仅仅是鱼，还有这肉，茅台酒都是人送的。那你这位朋友可真大方啊！给我送东西的是县里水利局的同志，我帮了他们一个大忙，他们投桃报李，所以就给我送了点东西过来。水利局，接着周阳便将宝丰水库以及李长青送东西的事儿简单的说了一遍。要知道这个年代的人对于生活作风方面还是很在意的，而朴素不奢是最基本的要求。没想到周阳同志连水利方面的事儿也懂，真的是一个全能人才啊！郭局过奖了，我这也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就在众人聊天的时候，李佑威从地里下工回来了。当他看到自家大门口竟然停着一辆豪华的越野车时，心里没来由的一阵慌乱。尽管这段时间周阳一直没有提回城的事儿，但是他说过以后还是要回城的，只不过到时候会带上自己和小宝。因此李佑威进屋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慌的一匹。突然看到一个清秀的姑娘进来，老徐等人也是一惊。在来的路上他们还在讨论，周阳这么一个文化水平这么高的人才，怎么会娶一个农家女？但是在看清楚李佑威的容貌长相后，他们都释然了。想必你是弟妹吧？我是宁氏的徐永光，周阳的同事兼朋友。徐大哥好，我是李佑威，周阳的妻子。今天实在不好意思打扰弟妹了。不打扰不打扰，其实我们2个一直都说有机会一定要好好请徐大哥吃顿饭，要不是你给了周阳这个机会的话，我们也没有现在的好生活。我虽然是周阳老弟的引荐人，
但同时他也帮了我不少，不然分派到我们宁氏的那些任务，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所以就算是请客也应该是我来。这不是今天来我家了吗？媳妇儿，你赶紧洗手，马上开饭了。一顿饭下来，宾主尽欢，酒足饭饱之后，杨云昭将需要翻译的教材从车上搬了下来，然后再三叮嘱周阳一定要抓紧时间弄，而后一行人才驱车离开。原来这些人不是让你回城的，而是来找你帮忙的。怎么不担心了？我这不是担心你离开吗？我不是和你说过吗？就算是我要离开这里，那也得带着你和宝，绝对不会将你们丢下的。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心的，但是有时候人活在世上，总有太多的迫不得已。呵呵，别的事情上或许是这样的，但是在回城这件事情上，我还是能做得了主的。对了，还有件事儿，我想和你说一声。啥事儿？我想尽快去一趟爸妈那里，你觉得呢？什么时候？我那里的稿子还得1天半天的时间，最多2天时间吧。这么急？怎么，你这里不行吗？也不是，我这里倒是没什么事情，但是娘打算给公公婆婆做2身衣裳，还得2天的时间。还有这事儿？娘说公公婆婆在那种地方条件不好，生活肯定很辛苦，正好上次你给送到老宅的布还有不少，所以娘就寻思着给公婆各做一身新衣服，就当他这做亲家的给他们的见面礼。不行就下次吧，你也看到了，杨主任这边催得很急，我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时间。那公婆那边，我们到时候多带点钱过去，实在不行去宁氏的大商场买现成的也行。说到这里，周阳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给李幼薇接过来信封，打开一看，顿时发出一声惊呼：这莫慌，是老徐给带来的稿费。这是多少啊？我看着挺多的，600多块钱吧。这么多？上次有12万多字，可不就600多块钱吗？这些钱你收起来，到时候咱们拿着去看望我爸妈。行。第二天一大早，周阳就来到大队部，他已经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了。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要请假去探望父母的事情后，便开始安排起了他离开后的事情。养猪场那边的建设有严耿东看着，问题应该不大。但是为了避免普通社员们不听严耿东的指挥，周阳叮嘱李丰年以及2个生产队长一定要全力支持严耿东，毕竟在管理方面他是绝对的专家。生物饲料这边周阳交给二哥李国庆负责。至于骨粉的事儿，这事儿比其他的都简单。周阳将写好的生产步骤交给了李国强，让他负责这摊子事儿。同时周阳还叮嘱他多和中海联系，看看那个粉碎机有没有消息。毕竟相比于人工粉碎，粉碎机实在是太方便了。安顿完这些之后，周阳让岳父帮自己开了介绍信。在这个年代，出差外调采购办事，介绍信不仅仅是必备的东西，而且还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寸步难行。但是他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处理，那就是换全国粮票。同志，全国粮票需要介绍信，请出示你的介绍信。介绍信已经拿去公社盖章了，还没有拿回来，不过我可以用地方粮票换。换也可以，不过10斤全国粮票，要10斤地方粮票贴1两豆油票才行。没问题。请问你需要换多少全国粮票？先换300斤吧。啊？你说多少？300斤。走出粮站之后，看着手里一小捆全国粮票，周阳忍不住笑了笑。看里面那个工作人员看自己的眼神，8成是将我当成那种倒卖全国粮票的票贩子了。这年头为了钱做这事的人还真不少。不过我才不需要干这种铤而走险的事儿，毕竟单单靠翻译这块的收入，我也能让家里人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了。更何况以我前世掌握的那些先进的技术，不管是金钱还是荣誉，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等周阳忙完回到家，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收拾好给爸妈带的东西后，李幼薇掏出50块钱和一些粮票。这是娘给的，里面有50块钱和一些粮票、邮票什么的，让我把这些钱票给公公婆婆送去。咱们家有钱。娘说咱们孝敬归咱们孝敬，他们亲家之间的事儿不用我们管，咱们只管把东西带到就行了。50块钱可不少啊。是不少，但爹有退休工资的，这点钱也不算什么。虽然李幼薇说的轻松，但是周阳却知道50块钱在这个时代放在谁家都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毕竟很多人家一年下来，除了人头粮外，未必能分到50块钱。岳父岳母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这份心意确实很足，也很让人感动。既然是爹娘的一份心意，那这些钱和票就拿上吧。一夜无话，第二天凌晨4点多，周阳就被李幼薇给薅起来了。媳妇儿，还早着呢。不早了，咱们必须8点钟之前赶到县城，不然就会错过去宁氏的汽车。而且大哥昨天也说了，他最晚5点钟就会过来。周阳知道这妮子要见公婆了，心里紧张又激动，所以也就没再说什么当即起床洗漱。4点半不到，他们就全都收拾好了。只不过相比于他们2个精神抖擞的大人，小宝这丫头显然没啥精神头。果然5点钟不到，大哥李建国就赶着骡子车赶了过来。小薇，你们都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大哥吃早饭了吗？没，不饿。不吃那能行。媳妇儿，你给大哥冲一碗麦乳精吧，再泡一碗饼干。简单的吃了一口之后，李建国将屋里准备好的一大包行李搬到车上，李幼薇则是锁好家门。随后一行人便赶着骡车直奔县城。周亚文和叶丽芳饿得吃野菜充饥时，周阳一家提着大包小包已经来到了东泉农场的管理处。同志你好，我是东泉农场的主任张汉武，
请问你们是来找谁的？张主任您好，我是周阳，我爸是周亚文，我妈是叶丽芳。随后周阳又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各种证件掏出来递给了张主任。原来是老周家大妈来了，那就进来吧。只是在检查周阳夫妇带来的东西的时候，包括张汉无在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一个半人高的帆布背包，还有4个塞得满满登登的蛇皮口袋，都是他们带来的东西。更让他们震惊的是，里面的东西上到米面粮油，下到衣服日用品，应有尽有。甚至于众人还在帆布包里看到了一大包散发着浓浓烟熏味的腊排骨和半颗腊猪头，这让好长时间没有吃肉的张主任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上一次吃肉都忘记是在什么时候了，今晚要不要去老周家蹭口饭？主任，这几本书有问题。周阳同志，这个你怎么解释？张主任，我是咱们国家编译局的工作人员，隶属于省编译局直管。这几本书是上级交给我的任务，由于比较急，所以我只能带在身边。这2本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大学化学教材，属于公开版，并不涉及什么国家机密，请张主任放心。这2本书你暂时不能带到农场里面，我会尽快向上级求证的。如果属实的话，我会亲自返还于你的。行，不过您这边尽量快一点，我的任务也比较急。其他东西没有啥问题，我让人带你们去老周住的地方吧。那多谢张主任了。随后周阳一家3口在一个年轻战士的带领下，赶往不远处的那片窝棚区，而他们携带的东西则是由另外一个战士推着手推车帮忙运送。进入东泉农场里面，周阳和李幼薇就被眼前的荒凉景象惊呆了。只见入眼的全都是稀稀疏疏的庄稼，大部分的地里种的都是苞米和土豆，但是现在玉米秧苗的叶子已经打卷了，而土豆苗则是软趴趴的趴在地上，黏黏巴巴的。不一会儿，2个小战士就将周阳送到了地方。看着眼前几间低矮的窝棚，摇摇欲坠的都快要垮塌了，周阳的心里顿时涌出一股酸楚。一直都知道父母在这地方的生活条件不太好，但是我却没有想到竟然会差到这种地步。同志，这就是周教授住的地方，门没锁，你们进去吧。谢谢。随后周阳从包里取出2根大麻花，塞到他们的手里表示感谢。手里拿着麻花，2个战士都颇为感动。周阳同志，你带来的这些东西尽快藏起来，晚上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拿出来，私下里给周教授他们补补身体就行了。为什么啊？同志，农场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了这种地步了吗？以往几年大家伙儿勉强还能活下去，虽然1年中至少有半年需要野菜草根接济，但是总不至于一点粮食都没有。但是今年眼看着就要绝收了，所有人都慌了。你们看村里的那些大小树木，叶子都被落光了。顺着小战士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大部分的树木的叶子都没了，只有那些10几米高的参天大树的顶端还剩下那么一小点，显然是这个高度一般人上不去。山梁上，周亚文等人踩着虚浮的脚步，或背或扛着采摘回来的树叶，一步步的往村里走。老周，那个人一直在你家门口站着，莫不是来找你的？不知道啊。老周，你说是不是小杨来了？不可能，那小子在云山县插队，距离咱们这有300-400公里呢。再说了，咱们不是不让他们来吗？小杨的脾气打小像你，属于那种8头牛都拉不回来的犟种，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会听你的吗？就在这时，李幼薇带着小宝也从窝棚里走了出来。老周，是小杨他们来了，那个就是咱照片上的儿媳妇，还有我日思夜想的小丫头。叶丽芳激动的直接瘫倒在了地上。周阳看到母亲跌倒后吓了一跳，一路小跑来到叶丽芳跟前，直接扑到了母亲身前，哇的哭出声来。要说前世周阳最愧疚的人，除了妻女外，便是父母亲了。哇的哭出声来。要说前世周阳最愧疚的人，除了妻女外，便是父母亲了。尽管前世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医药化学、电磁学以及天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科研突破，成为了人人敬仰的无双国士，但是他却没有达成爸妈最朴素的愿望，成家。最终在周阳48岁那年，父母双双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儿子啊，你是不是受欺负了？没有，就是想你和爸了。说完，周阳又抬头看了看一脸担心的父亲周亚文。没出息。嘿，能再次听到老父亲看似恨铁不成钢，实则满是关怀的责骂，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妈，您的身体是不是不大舒服？没有，就是想到可能是你们来了，所以有点激动。妈，我背你回去。窝棚门口，李幼薇抱着小宝早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妈，这是我的妻子和女儿。你就是薇薇吧？真是个漂亮的姑娘。娘，我是李幼薇，周阳的媳妇。你就是奶奶吗？我是宝，大名周佳怡，爸爸的女儿。乖宝，我是奶奶，我是奶奶啊。小丫头也是个自来熟，张开2只小胳膊就要让奶奶抱抱。而李幼薇则是来到周亚文面前。爹，哎，好闺女，苦了你了。爹，嫁给周阳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我不觉着苦。你这个儿媳妇，我周亚文认下了。以后这小子敢欺负你，你就和我们说，我们老2口为你做主。娘，你们的脸盆呢？我去给您和爹打点水洗脸。哎，哪有脸盆啊？再说这里也用不上那玩意儿，这地方缺水，我们连喝的水都不够，哪敢用水洗脸啊？那您和爹平时？我们平时就是用毛巾沾点水擦一擦，只有到山上有泉眼的地方才会洗脸。爸，你们这里一直都这么缺水吗？也不是，前几年还好，村里面有井，最起码吃的水是不缺的。
但是今年从入春开始就一滴雨也没下，村里的水井都干了，所以现在吃水也就成了问题。那这里的干部们不管吗？咋不管？他们向上面打了报告，想让上面给我们打一口深一点的井，但是却没有申请下来。张主任又组织大家伙儿自己挖井，结果挖了20多米都没有打出水，没办法，只能找了几个大油桶，每天让战士们给我们到10几里外的地方拉水吃。但是拉水实在是太辛苦了，不管是人还是牲口都受不了，所以大家伙儿合计着能省则省。周阳，咱能不能将爸妈接到村里住？够呛，要是能走的话，恐怕这些人早走了。政策不允许，我们这些人没有上面的允许，哪里也去不了。别说去你们那里了，就算是想要进城买点东西，那也得管理处给县里打报告，其他的就更不要想了。那也不能一直在这里啊，这里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我来想办法吧，说不定也能成。塞北大学的那位杨主任，他不是正在重新整顿他们学校的化学系吗？而父亲正是一位化学教授，还当过系主任。如果他能接收父亲到塞北大学任教的话，或许这事儿还有转机。老周、老叶，开饭了。带饭盒了吗？带了。走，拿着饭盒，我带你打饭去。老叶，你们几个就在屋里等着。来到打饭的地方，周阳看到这里聚集的人更多了，应该不下50人。爸，你们平时都是一起吃饭的吗？村子里一共有200多人，共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一口大铁锅，所以只能一起吃饭了。等轮到他们的时候，周阳看到锅里的东西，顿时被惊呆了。只见一口直径超过1.2米的大铁锅里，汤汤水水煮了满满一锅。从翻滚的汤里，周阳一眼就认出来里面有树叶、野菜、草根。娘，你们平时就吃这些东西吗？眼下不是还没有秋收吗？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这么凑合着了。李幼薇当即从包里拿出路上准备的干粮。爹娘，你们吃这个吧。周亚文和叶丽芳看着李幼薇拿出来的煮鸡蛋以及烙得金黄的葱油饼，甚至于还有几块晒干的风干肉，都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一阶上级，周阳终于吃上了来到农场的第一顿豪华晚餐。只见一口直径超过1.2米的大铁锅，里面煮着的全是树叶、野菜跟草根。这和八宝粮大队给猪准备的泔水差不了多少，人肯定是不吃的。打饭的人和周亚文显然关系不错，知道他家来亲戚了，就给他们多捞了点酬的。到了生蟹，周亚文带着周阳端着2大碗一饭盒，糊糊不是糊糊，菜汤不是菜汤的食物回到了窝棚。娘，你们平时就吃这些东西吗？眼下不是还没有秋收吗？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这么凑合着了。李幼薇当即从包里拿出路上准备的干粮。爹娘，你们吃这个吧。周亚文和叶丽芳看着李幼薇拿出来的煮鸡蛋以及烙得金黄的葱油饼，甚至于还有几块晒干的风干肉，都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算了，留着给宝吃吧。爷爷奶奶吃，宝不喜欢吃蛋蛋。李幼薇也没听公公的，直接剥了几个鸡蛋，然后强行给他们老2口碗里一人放了2个进去。妈，吃吧，这些吃的在我们那里很平常。让你吃就吃吧，别辜负孩子们一番好意。爸，你们做饭难道没有放盐吗？没有，这里的生活物资全得靠自己挣。我们这些人又不怎么会打理庄稼，土地又比较贫瘠，每年出产的粮食都不够吃，哪还有余粮换其他生活物资？磕磕绊绊将东泉农场的第一顿饭吃完后，叶丽芳给每人碗里倒了半碗水，一边喝一边用筷子刮着碗沿的菜渍。水喝完了，碗也干净了。爸妈，我这次给你们带了点东西过来。周亚文和叶丽芳这才看到，那些装满树叶的口袋下面放了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娘，我们这是第一次来看你们，哪能空手而来呢？你们能来娘就很高兴了，空不空手我们并不在乎。可当看到周阳解开蛇皮袋露出里面的东西时，周亚文夫妇彻底的惊呆了。除了几身新衣服外，里面还有不少粮食和补品，甚至于还有排骨和半个猪头。这么多的东西，少说也得100多块钱吧？是你买的还是小薇买的？爸，东西是我买的，钱是我挣的。真的？媳妇啊，爸担心我在家里吃软饭，你给爸妈解释一下吧。爹娘，家里的钱都是他挣的，他没有吃软饭。也不能叫没吃软饭，前几年我确实是需要微微养着，等于吃了4年多的软饭。没有，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在爸妈面前没什么不好承认的。而且我吃我媳妇的软饭又不丢人。家里的工分儿你挣得多，更何况你现在还是队里的副队长，一个月挣的钱都比别人几年挣的还要多，谁敢说你吃软饭？爹，我敢保证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买的，而且他也没有吃软饭。您的儿子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爹信你，老爷把那些补品和糕点留下，粮食的话留上1点米，其他的都送到伙房吧。叶丽芳有些不舍地看了看那上百斤的米面，犹豫了。小杨，要不你们回去的时候带走吧。哪有拿来还要拿回去的道理？爹，为什么送到大伙房？你们不能留下自己吃吗？这里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实在是不适合人生存。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活下来，主要是靠大家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不然单靠个人的话，恐怕早就变成一堆黄土白骨了。你们能想着孝敬我们，我和你娘很高兴，也很欣慰。但是这些粮食要是我们独自享用的话，其他人会怎么想？吃苦的时候你和我们一起吃，
有福了就自己关起门来想，这是自绝于人啊！妈，听我爸的吧，把粮食送过去，其他东西不需要煮，你们留下自己吃。把粮食送过去，其他东西不需要煮，你们留下自己吃。那些腊肉和猪头呢？猪头给张主任送过去，给战士们加点餐吧。腊排骨的话，让老冯存起来，留着以后应急。老周，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想想我们这些年是怎么活下来的吧。这些年咱们遇到的灾遭过的难还少吗？哪一次不是大家伙齐心协力帮我们渡过难关？还记得前年你生的那场大病，虚弱的都快下不了地了，我都怕你丢下我去了，最后还是人家张主任托关系到城里弄来了药，把你从鬼门关拽了回来。你的病虽然好了，但是因为营养不良始终无法下地，是人家老赵媳妇儿挤自己的奶水给你补身体，把小丽那丫头饿得嗷嗷叫，这些恩情咱不能忘，得还。以我现在的能力，原本养活2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就算是他们老两口再怎么能吃1年1000斤粮食总够了，而1斤白面在供销社也就1毛5左右，1000斤也就150块钱，加上其他生活用品撑死了300块钱。我这回一共拿了600块钱过来，就是要彻底的改善父母的生活条件。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地方的环境会如此的恶劣，形势又如此的复杂。爸，咱们也2个出去转转。行。叮嘱好妻子，一定要尽快将那些粮食送到小组的大伙房后，周亚文和周洋走出了窝棚。爸，你们这些年怎么过来的？难是难了点，但好歹是撑下来了。看到远处的土包煤，那都是没有撑下来的，可惜了。爸，你想过以后怎么办吗？没想过，政策不变的话，我们这些人8成是要老死在这里了。那政策要是变了呢？小杨，你是不是听说什么消息了？爸，我现在除了在生产队担任了些职务外，还成了国家编译局的翻译师，负责翻译一些资料和书刊杂志什么的，从而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内部文件。通过这些，我发觉政策已经悄然在改变，不出意外的话，再过1-2年风暴就会过去。而且这个月开始，我接受了大量的翻译大学教材的任务，学科涉及到物理学、建筑学、机械学以及化学等等，所以我判断国家很可能要重新恢复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机制，到时候你们这些人便有了机会。小杨，你说的都是真的，不过现在文件还没有下来，你们还得坚持一段时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再等上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只可惜那些没撑下去的同志们了。爸，我看你们现在这情况，想必最缺的便是水了，有了水应该就能将村子盘活了。你要是想打井的话，还是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吧。2个月前，张主任求爷爷告奶奶，终于从县里找来几个技术人员，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向下挖了20几米深，却始终没有打出水。最后，那2位技术人员下了结论，这地方地下水已经干了。那可说不定。你想折腾就折腾吧，不过凡事都得和张主任打招呼。对了，你们这次能待多长时间？请了半个月的假，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回去，临时再确定。从外面散步回来，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然而刚回到村里，周洋便看到爸妈所住的窝棚门口乱糟糟的，似乎有不少人在围观。走近了才发现，自家门口竟然跪着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而他的怀里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周叔，林毅，你这是在干什么？咱有话起来好好说。周叔，你是为了乐儿小丫头来的？周叔，我想求您的儿子收养乐儿，给他一条活路。收养？周洋听到这话吓了一跳，他原以为眼前这个男人只是来讨点粮食，但是却没有想到竟然是要将孩子送给他养。兄弟，我知道这个请求实在是有些过分，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乐儿要是继续跟着我的话，他会没命的。就在这时，他怀里的小襁褓突然动了，里面传来了小妮儿的哭泣声。真回到70年代，男人既要将襁褓中的女儿送给我，只因他自己饿得只能吃野菜，实在无力抚养一个还没断奶的娃。孩子什么情况？多大了？孩子9个多月了，但是因为早产再加上营养不良，所以看起来很瘦弱。你刚才说孩子他妈没了，生产的时候大出血，没抢救过来。情况我了解了，不过我是不会收养这个孩子的。周洋这边话音刚落，就感觉手臂一紧，李幼薇正抓着他的手臂，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眼神里满是祈求。哎，女人就是感性，看到襁褓里那个哭都哭得有气无力的孩子，幼薇的母爱瞬间泛滥了。我虽然不方便收养这个孩子，但是却和这个孩子有缘，想认下这个孩子当干闺女，不知道林大哥觉得可不可以？可以。媳妇儿，你去抱着咱干闺女进里面坐坐，我和林大哥到外面走走。李幼薇从林毅手里接过那个小襁褓，转身走到窝棚里面，而周洋则是和林毅一前一后来到村子外那棵已经被捋光了叶子的大榆树下。对不起，周洋兄弟，别说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也同情你的遭遇，不过孩子还得你自己拉扯，但是我会想办法给他弄一些奶粉过来，保证孩子能吃饱，其他的等孩子大再说吧。林毅顿时激动的就要给周洋下跪。我帮这个孩子只是觉得他可怜，而不是因为你给我下跪，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能振作起来，好好拉着孩子，把他安安全全快快乐乐的带大。
再次回到窝棚的时候，李幼薇显然已经给小乐喂过东西了，正和宝儿一起逗弄这个小丫头。周阳上前将襁褓连同里面的小丫头抱还给林毅，而后从带来的东西里面取了一桶麦乳精塞到他的手里。谢谢，谢谢。等我有翻身的那一天，我要好好报答你的恩情。林大哥，孩子好像也困了，你先回去吧，等弄到奶粉我就给你送回去。这事儿让你为难了。爹，那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9个月大了，都比不上宝儿当初3个月大，能帮就帮着点吧。傻闺女，你想的太简单了。娘，您的意思是，这事儿不管帮不帮，我们都摊上事儿了。你是不是答应林毅帮他一起拉扯乐儿那丫头了？是的，爹。哎，村里像他这种情况的还有好几户，到时候都找上门来，你该咋办？其实刚才顺着林毅那小子的请求，收养那个小丫头或许会更好。其他人总不能都将孩子让你收养吧？不能收养。为啥？我觉得那丫头挺可爱的。这不是可不可爱的问题，一旦我们收养了那个小丫头，就等于害了他爹。你没看到林毅刚才的眼神，那根本就是在向我们托孤。我敢保证，一旦我们答应了他的请求，说不定我们还没有回云山县，他就自我解决了。你说他要自杀，怪不得你宁愿认干亲，也不愿意收养那个孩子，原来是因为这个。咋？你还真以为我冷血到见死不救？不是，你不是那样的人，只是我太喜欢孩子了，看到小孩子就忍不住想抱抱。喜欢就再生一个，反正宝儿也已经这么大了，是时候再要一个了。听到婆婆的话里，尤薇没有说话，而是一脸幽怨地看着周阳。是不是你小子不愿意要？没有的事儿，我只是……别整那些有的没的，有钱没钱没关系，多生几个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别的事儿上我们多依你，但是这事儿上我和你妈都是支持你媳妇的。行啊，这事我会努力的，咱们还是想想眼下该咋办吧。你担心明天还会有其他人求上门？今天时间有些晚了，一些人还不知道消息，一旦他们听说了林毅的事情，肯定会上门的。那你想好该怎么处置了吗？单靠我救济他们是不现实的，先不说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就算是有我也不能这么做。想要改变现状活下去，不能仅仅靠别人的救济，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自救才是王道。自救谈何容易，我们这些年一直都在自救，但是效果你也看到了，一言难尽啊。妈放心吧，我会想办法带着你们走出困境的。我也相信，只要是大家伙的日子好过了有希望了，他们也不会麻烦别人的。四处漏风的窝棚前半夜热得像个蒸笼，到了后半夜气温降下来之后，冷风吹得嗖嗖的。真正让人受不了的是这里的蚊虫。周阳自然不会让自家宝贝女儿被蚊子咬，为了让小宝能睡好，前半夜周阳一直帮她打蚊子，一晚上至少拍死40-50只蚊子。等到外面的天色刚刚亮起来，周阳就忍不住披着衣服顶着个熊猫眼走出了窝棚，来到一块苞米地。周阳发现苞米虽然长得不是很高，但是叶子却舒展开来了，这说明只要有雨水，这些苞米还有的救。就这样，周阳沿着农田走走停停，不知不觉中竟然来到了农场管理处附近。你是什么人？我怎么没见过你？同志你好，我叫周阳，是来这里探亲的。你就是周教授家的小儿子吧？呵呵，这里的蚊子确实厉害，外面的人还真受不了。对了，同志，我看你们这么大早的就起来了，这是要干嘛？我们要到山那边去拉水。拉水？远不远？有10几里远吧？我能不能过去看看？咦，你去那里干什么？昨天听我爸妈说你们这里吃水困难，我体会不是很深，想实地去看看。要是可以的话，我想帮大家解决缺水的问题。周阳回来的时候，村里人都已经起来了，大家伙都聚集在村口，等着战士们来送水。你这大清早的跑哪里去了？怪让人担心的。晚上睡得不踏实，所以就早早的起来了。妈，我爸呢？给大伙房那边送粮食去了。妈，爹也说了，那些粮食不拿出去不合适，你也不要心疼了。正说着，父亲周亚文推门走了进来，手里端着装了半盆粥的搪瓷盆。小杨，这几个煮熟的土豆是你冯叔给你的。哼，大几10斤粮食就换了几个土豆子回来，看把你乐的。我去送粮食之前，人老冯可不知道小杨给咱送来了这么多粮食，这几个土豆那也是他从众人的口粮中抠出来的，这个人情咱得领。娘，你也不要生气了，咱们赶紧吃饭吧。简单的吃过早饭，周阳随即问道：爸，你们等一下要干嘛？到远处的坡上看看，能捋点树叶子就尽量捋点吧。要不您上午陪我在四周转转。转啥？早晨的时候我跟着战士们去了山那边的水源地，我看到那里有泉眼，正常而言这边也应该有地下水，现在只要找到地下水脉的位置，然后打一口水井，说不定就能解决村里的危机。县里的人已经来过了，说这里地下蓄水层太浅了，根本打不出水。他们说啥你们就信啊？以我对这里的地形地貌的初步勘察，应该不会缺地下水的。你小子还懂这个？略懂而已。随后父子俩各自拿着一个军绿色的水壶便出门了。东泉农场管理处简易的会议室里，几个军人正眉头紧皱地聚在一起开会。妈的，县里那帮人是怎么想的？难道真要眼睁睁地饿死这些知识分子吗？想你也没办法，今年全县大旱，受灾面积超过了14个乡镇公社，8万多人面临缺粮缺水的问题。县里的领导们就算是想要顾及我们，也实在是有心无力。哼，我看他们就是在推诿责任。有了灾情救灾是关键，或是上报省市2级相关部门，或者是自救，不能像这样不闻不问。
今天上午2组的李文和又来了，他们组的老许已经快要不行了，再不给他弄点粮食吃，说不定就死了。老张，实在不行让牲口们出个意外吧。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毕竟人命重要。就在众人沉默之际，忽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报告，彝族的周教授带着他的儿子来了。这么晚了，他们过来干嘛？这个他们没说，不过他们手上拿着半颗猪头。解决农场的干旱无水问题，我和父亲周亚文带着半拉猪头找到了农场管理处的张汉武主任。周教授，你这大晚上的过来是有啥急事吗？2个事儿，一个是给你们送来这半拉猪头，另外一件事是我儿子想和你们聊聊农场的事。说着，周亚文要将手上的猪头递给张汉武。周教授，这可使不得，太贵重了。要是没有你们的帮衬的话，我们这些人恐怕早就完了。相比这半拉猪头又算得了什么呢？张主任，这是我爸他们一点心意，你们就收下给战士们补补身体吧。他们这段时间实在是太辛苦了。另外，我想和你谈谈农场缺水的事儿。那行，周阳同志，你说是要和我说说农场的什么事儿？我能解决农场缺水的问题，但需要你们的配合。听到这话，张汉武一脸震惊，而一旁的安平等人则是干脆都围了过来。周阳同志，你刚才说能解决农场缺水的问题，这是真的吗？我今天亲自勘察了农场的地形，我认为农场地下是有地下水的，而且还很丰富。周阳同志，张主任，叫同志有些生分了，你们都比我大，直接叫我小周吧。好，小周，按照你的分析，咱们农场地下是有水的，就是比较深。你是想要通过打深井来解决缺水的问题，对吗？只要打出了地下水，那么就可以将农场的那些庄稼救活，这些人才会有活下去的希望。可是深井不好打，我们几个月前就曾和县里申请过了，也曾派了技术员过来，他们说我们东泉农场本身地下水并不丰富，就算是有，那也得打几百米才行。但是以县里打井队的技术和能力，最多打个50-60米，根本不行。以我的判断，用不了几百米。主任，你看，这里属于标准的2山夹一穴，正所谓谁往低处走，2山的中间位置往往是地下水的必经之地，从这个外置打水井往往深度相对较浅。而且我也到这处沟底查看过了，下面的泥土湿度远大于上面的山梁，我估计100米之内肯定能打出水。100米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县里打井队的能力了。打井队的事情你们不用管，我来解决，但是其他方面需要你们配合。小周，只要你能帮农场解决缺水问题，我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全力配合。那行，明天我想进一趟城，张主任您派个人和我一起去，具体的情况等我回来之后再说。行，那我们就静候你的好消息。从农场管理处出来后，父子2人就往家赶，不料刚回到周家所住的窝棚，父子俩就看到自家门口围了一些人，只见门口又跪着一个人，不过这次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女孩。白丫头，你这是做啥呢？周伯伯，求您救救我爹吧，他快死了。白丫头，咱们有话好好说，你爹的情况我们真的是有心无力啊。周伯伯，求您救救我爹吧。起来说话，你这样跪在这里是干什么？知不知道你跪在这里让我们很被动，我们要是不管的话，乡里乡亲的显得我们冷血无情，要是管的话，我们也不了解情况，不一定有这个能力。而且如果大家伙谁有难处了，都往我爸门口一跪，你让我们咋办？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了，有困难可以找我们帮忙，但是不要动不动搞这种道德绑架。我先起来说话，你要是继续跪在这里的话，那就不用说了，我是绝对不会帮你的。徐小兰不敢怠慢，急忙从地上站了起来。站起来的瞬间，她突然感觉眼前一黑，身体就再次倒了下去。妈，你给他冲一碗糖水过来，他有点低血糖。喝了叶丽芳端来的红糖水后，过了好一会儿，徐小兰才稍稍缓了过来。你是不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动不动就眼睛发黑，走不了路？是的。你这是低血糖，很严重，必须尽快的治疗。这种病症轻则大汗淋漓，情绪烦躁，心动过速以及血压升高等，重则会引起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这种病症轻则大汗淋漓，情绪烦躁，心动过速以及血压升高等，重则会引起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我没事儿，求你救救我爹吧。你爹是啥情况？他快死了。他爹叫许洪洲，来之前在一所大学当老师，来这里已经7年的时间了。3年前他娘突然生病没了，去年年初他爹也发病了，症状和他娘差不多。管理处那边没有派人给看吗？咋没看？先是请了卫生队的人来看的，不管用就去了县城，但是同样没查出是啥问题，只能回来养着。能和我说说你爹发病时的症状吗？我爹经常头晕、气短、心慌，还有就是经常尿不出尿，其他的我也讲不大清楚。这种症状和太多的病类似了，实在是不好判断。走，带我去你家看看。推开窝棚的门，一股恶臭就扑面来，周阳差一点当场吐了。这种味道，周阳知道是病患无法行动，长期在屋里吃喝拉撒造成的。而在窝棚最靠里的地方，有一堆平铺的杂草，杂堆里此时躺着一个干瘦的人，就在这个人旁边还躺着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个小孩是谁？我弟弟，今年5岁了。5岁？那你几岁了？我12岁了。原以为眼前这小姑娘最多7、8岁，说5、6岁也有人信，怎么也没想到她竟然12岁了。经过一番检查，周阳大概了解男人是什么病了。你家是东北的？东北龙江省人。你娘走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他是不是冬天发的病？刚开始常感头晕，反复恶心呕吐，继而烦躁不安，而且面色苍白，四肢厥冷，脉细弱，体温不升，血压降低，呼吸减速，甚至于下肢也发生水肿。差不多是这样的。你娘从发病到去世，是不是没坚持多长时间？好像7、8天，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我知道你爹得的是什么病了，不过现在手里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明天我会进城，顺便会去县医院看看能不能买到所需的药品。要是能买到，那你爹还有救；买不到的话，那我也无能为力。谢谢你，周大哥，我给你跪下了。不许跪，男儿膝下有黄金啊！不对，你是女孩子，以后不要动不动给人下跪，知道吗？行了，我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爹，记得给他注意保暖，这病比较怕潮怕寒。刚回到自家窝棚，周亚文就忍不住问道：“你真的查出老许得的是什么病了？”不出预料的话，他得的应该是克山病。克山病，我只听说过有克山县，没听说过克山病啊。这种病很早就有了，最早甚至于可以追溯到清末明初，不过官方调查之后却被定为时疫。伪满时期称其为北满支气病，因多次考察不能确定病因，故以地名命名为克山病，沿用至今。那这个病好治吗？急性的不大好治疗，死亡率很高，但是慢性的还好。但即便是如此，克山病的死亡率还是在20%左右。那老许爸，这事儿您就不用管了，我会解决的。一夜无话，第二天周阳便早早起床，来到了农场管理处。小周，你这起得够早的的。呵呵，这不是惦记着进城的事吗？所以就早起了些。你小子老实和我说，你到底是准备怎么解决打井队的事儿？我和云山县水利局的李局长关系不错，我想问问他们能不能帮这个忙。他们能行吗？我们华县水利局的那些技术人员也来过了，他们说不太可行啊。张主任，那些人不行不代表别人也不行。云山县水利局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他们可是连中大型以上的水库都能设计建造得了，打个深井应该没啥问题。当然了，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联系一下在宁市的朋友，让他们帮忙找个钻井队。无论如何都得把井给打出来。小周，只要对方愿意来，其他问题都好说。县里的武装部有电话，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打到你们那里的水利局。打不到水利局没关系，只要能联系得到云山县公安局就行。我那边也有朋友，让他把李局交到公安局接电话也是可以的。我靠，周教授的儿子到底是啥来头？不但和县里的水利局长交好，而且还和公安局关系不错，怪不得人家有信心解决农场缺水的问题。另外，我去县城给村里的老许弄点药，看能不能把他救过来。老许？你是说老许还有救？能救活地里的庄稼，解决父母和其他被下放知识分子的温饱。我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了800公里外的云山县公安局。同志您好，我是云山县的公安局局长卢有明，请让周阳同志接电话。卢队，我是周阳。周阳兄弟，你不是去探望父母了吗？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来了之后发现这里的情况不太好，需要我帮忙吗？我有不少战友在华县。这事儿你帮不到我，得李长青李局才行。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和李局说说，就说我有事求他帮忙。如果方便的话，让他来和我通个电话。呵呵，有啥不方便的，你等着，我这就去把老李给薅过来。那我等你的好消息。这周教授的儿子到底是啥来头？不但和县里的水利局长交好，而且还和公安局关系不错，怪不得人家有信心解决农场缺水的问题。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电讯室里面的电话机终于响了。周阳兄弟，我是李长青。李局，这么早打扰你，实在是抱歉啊。这有啥好抱歉的？听老卢说你在华县遇到了麻烦，需要我帮忙，到底是啥事儿？是这样的。随后周阳将东泉农场的缺水危机简单的说了一遍。华县那边的情况我大致也了解一些，缺水确实很严重。你想让我们帮那个东泉农场去打几口深井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担心那地方打不出水来，要不我先让田野带人去实地勘测一下，确定那里能打出水后再派打井队去吧。李局，那边的地质情况我已经实地勘测过了，肯定是打出水的，要是可以的话还是直接把打井队派过来吧。这里的情况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再晚上几天，地里的庄稼恐怕都保不住了。周阳兄弟，你确定那里能打得出水？确定以及肯定。那行，我这就让田野他们动身。不过有件事儿我得提前和你说清楚，打井队我可以让他们过去，打井我也可以不收任何的费用，但是这一路上的开销以及到了那里的吃住可都得你们管啊。这个是必须的，放心吧，打井队所有的开销我会亲自负责到底的。行，我回去安排一下，下午就让他们出发，预计晚上差不多就能到。好，那我就在东泉农场静候佳音。从县公安局出来之后，张汉武依旧有些不敢相信，这么大的事儿，周阳就打了2个电话就解决了，而且还不收1分钱。小周，云山县水利局的同志们晚上真的能到吗？按道理说没问题，李局这个人还是很靠谱的。那咱们可得好好准备一下，得给同志们接风洗尘。接风洗尘的事情倒是不急，但是有件事张叔你可得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虽然人家李局确实和我说他们可以不收费用，但是我们也不能真的一毛不拔，毕竟大老远来了，舟车劳顿不说，还要贴上油钱，可不能寒了人家的心。农场确实没什么钱了，但是我会立即向县里打报告，看能不能按照县水利局打井的标准申请财政拨款。要是县里不给钱，我就去武装部、政法委等部门化缘，总不会让人家白跑一趟。打井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事情，
有了水，我们整个东泉农场就盘活了。县里面没道理不给钱。张叔，你或许可以这样和县里面要钱。小周，你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妙了。这么说还真不担心县里面不给钱。走吧，现在咱们去趟县医院，然后再去供销社。周阳等人从华县县城回到东泉农场，已经是中午11点多了。车子没有在管理处停留，而是直接开到了村子里。随后在村民们目瞪口呆的眼神中，张汉吴吹响了集合哨。在张汉吴通知村民们开大会的时候，周阳将从县城采购回来的东西搬到了父母的窝棚。在张汉吴通知村民们开大会的时候，周阳将从县城采购回来的东西搬到了父母的窝棚，而后便带着买回来的药来到了徐小兰家。周大哥，你来了。这里面是10斤苞米面，2斤白面，你现在先去给你爹和你弟弟弄点面糊糊吧。这12斤面在关键时候不知道能救多少人命，我不敢要。拿着，这是我向张主任给你爹要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谢谢你，周大哥。先不要说这些了，你现在立即给你爹弄点热水过来，我得给他喂药了。或许是上午的气温较高，许洪洲这次竟然有了些反应。他用眼里的微光看着周阳，想说话却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你的并不算严重，我已经给你弄来特效药了，吃了药你就能好起来，相信我。等一下我要给你爹喂药，你在一旁看着，以后喂药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待水稍稍晾凉了些，周阳便让徐小兰扶着许洪洲，而他则是将几种药喂着许洪洲服下。你爹这药算是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如果他能吸收药性的话，应该很快就能好起来。谢谢你，周大哥。你爹现在急需营养补身体，所以尽量让他吃点细的，多吃几顿。要是粮食不够了，那就去找张主任，这种病很缠手，就算是治好了，也要避免感染、过劳、受寒等诱因，以免加重心脏负担，明白吗？明白了。交代完徐小兰注意的事项之后，周阳便回到了父母居住的窝棚。猪头肉是张主任送来的。今天管理处那边给战士们加餐，顺便给我们送了点，说是吃水不忘挖井人。他还给你送了2本书过来，说是你的东西。是我的东西，妈，你得替我保管好了，别让耗子给啃了。这些教材都是国家编译局费了老大力气从国外搞回来的，要是被老鼠糟蹋了，那可真的是没法交代了。对了妈，我今天去供销社给林一家的那个小家伙买了4包全脂奶粉，下午你给送过去吧。应该很贵吧？1.2元一包，9两装，正常的话可以喝10来天。那就是说1个月至少需要3包，3块6毛钱。3块6不多，你儿子我能负担得起。4袋还是有点少，也就够小乐1个半月的消耗。不是我不想多买，而是人家县里的供销社就剩下这么几袋了，都让我给包圆了。我已经让供销社的主任多进些了，估计过几天再去的话，应该就又有了。到了晚上8点，田野带着4辆卡车和打井队的技术人员来到了东泉农场。田主任辛苦了。这句辛苦我就生受了，这地方太难找了，我们一路上是打听着过来的，太不容易了。嘿嘿，早知道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应该在华县县城等着你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田野，云山县水利局技术部门的主任。欢迎田主任以及云山县水利局的其他同志们的到来。我是东泉农场管理处主任张汉吴。安平，东泉农场安保队队长。2位好，我奉命带队到贵地打井，以后还得2位多多配合。求之不得，全力配合。为了给田野等人接风洗尘，张汉吴也算是下了血本。今天进城的时候下狠心买了1袋白面，1袋大米，还买了5斤猪肉，此外还买了豆腐、粉条等食材。吃饱喝足后，周阳和田野将这里的基本情况说了一遍。田主任，我现在担心的是地下的岩石层，华县水利局的打冰队的同志们来这里看过，他们认为这地下没水，就算是有水也在岩石层下面，肯定是打不出来的。呵呵，华县水利局的水平在我们水利系统里是出了名的烂，他们说的话也就听听就行了，不必在意。周阳同志，只要这地下有水，我们就一定能打出来，这一点你大可放心。我们这位郭队长可是经验丰富的老打井师傅了，单单今年他就给咱们县打了58口深水井，而且没有一个打废了的。既然有郭队长这样的专家在，那我就放心了。小周这是听到啥好事了，笑得这么开心。李局真是给我们派来了手底下实力最强的干将。这位郭队长单单今年一口气就为云山县成功打了58口深水井，无一失手。那接下来打井的事儿就拜托郭队长了。好说好说，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全农场的农作物急需灌溉，我一个电话打到800里外的水利局，调来了全省最优秀的打井队，只用1天的时间就打出了2十桶鱼。激动的张汉武给了周阳一个大大的拥抱。出了，水量如何？郭队长他们正在对井进行测试，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周阳同志，幸不辱命，这口井终于出水了。不是说今天晚上才有可能出水吗？小周你可能不大清楚，昨天晚上打井队的同志一晚都没有睡，硬生生将井的深度打到了50米。应该的，我们刚才对水井进行了初步测试，柴油机抽水泵抽了2个小时，但是依旧感觉到水量充足。所以我和老郭商量了一下，这口井再往下钻10米，差不多就可以了。打井的事儿你们说了算，况且60米也不浅了。那行，从现在开始立即让人预制水泥井管，具体方法我会告诉你们的，但是水泥却需要你们自己弄。水泥我们自己就有，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第一口井应该够用。先用着，不够的话我们立即到县里面申请，实在不行就去武装部化缘，他们那里有负责工程的部门，应该不缺这玩意儿。
对了，小周，虽然人家丽局确实和我说他们可以不收费用，但是我们也不能真的一毛不拔。我现在立即向县里打报告，看能不能按照县水利局打井的标准申请财政拨款。要是县里不给钱，我就去武装部、政法委等部门化缘，总不会让人家白跑一趟。张叔，你或许可以这样和县里面要钱。接着周阳将自己的想法和张汉无说了一遍。听完周阳的话，张汉无当即哈哈大笑。小周，你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妙了，这么说还真不担心县里面不给钱。随后张汉无便大摇大摆的来到县长办公室，说吧，你这次来又有啥事儿？不过提前说好了，钱粮我这里都没有，现在全县上下都面临严重的灾情，活不下去的可不止你们东泉农场一个地方。黄县长，我这次可不是来要钱要粮的，而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啥好消息？你这家伙还能给我带来啥好消息？呵呵，这次肯定是好消息，我们东泉农场缺水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你莫不是哄骗我吧？你们那地方我还不知道，恨不得尿泡尿都收起来，还能把缺水的问题解决了？这次是真解决了，我们打成机井了，大水泵抽了1天1夜水都没有停过。机井？水利局的同志们不是说你们那里不可能打出水吗？他们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我们专门从外面请来了打井队，人给打的一下子就出水了。真的？当然是真的，我这还能骗你不成？那你们请来的这打井队打一眼井得多少钱？黄县长，你问这个干嘛？老张啊，你也知道县里的情况，缺水的地方远不止你们一个东泉农场。既然你们能通过打机井来缓解旱情，我想其他地方也可以。那你可以让县里水利局的同志落实这个想法。他们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还用得着在这里发愁吗？直说吧，我看上了你们请来的这支打井队，你就说他们多少钱打一眼井吧。200块钱一眼井，不包料。200块可真不便宜啊！这可是有情价，而且人还不一定愿意接您这活儿。这样吧，你帮我问问，就说咱们县里想请他们给打井，这事儿成不成？您这是想县里出钱为各个乡镇公社生产队打机井了？你也知道，现在等等，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得和您谈谈了。您这不公平啊！我咋就不公平了？合着我们东泉农场就不是县里的一份子了？我们打井的自己请打井队还得自己出钱，其他地方就是县里给出钱，您觉得公平吗？那行，只要你把打井队给留下，你们农场这次打井的费用县里给你们出了。光出打井的钱可不行，县里还得给我们配一些水泵、电机之类的配套设施。行，这事儿我应下了。那行，我这就回去问问打井队的同志们。东泉农场管理处办公室，小周说这牛逼算是吹出去了。要是打井队的同志留不下来，以后书登没脸见老黄了。打一口井200块钱，我想理局没道理不想挣这个钱。那这样的话实在是太好了。张叔，你先别高兴，这事儿成不成我还得和田主任以及理局说说。现在我们还是规划一下农场后续的发展吧。后续发展？张叔，你不会觉得解决了缺水问题，东泉农场就算是高枕无忧了吧？远的我先不说，就说说村民们那破破烂烂的窝棚咋过冬。周阳之所以说这事儿，完全是因为他知道今年冬天塞北地区将迎来数十年难得一见的极冷寒冬，母亲的几根脚趾头就是在这一年冻掉的。那这该怎么解决？盖房子。接着周阳便将先打水井再建砖厂的计划告诉了张主任，不仅可以利用砖瓦修建房屋和牲口圈，还可以再发展畜牧业。小周，你真的是我们东泉农场的大恩人，没有你的话，我们这200多口子人真不知道该咋活啊。张叔，你可别这么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我爸妈，毕竟他们也都住在这里，而且我爸妈一直和我说，他们能在这里坚持这么长时间，除了相互之间互帮互助外，您和安队长他们是功不可没，这个恩情他们都记在心里。相比于您和这些战士们所做的一切，我这点微末之功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周，话虽如此，但是你对东泉农场的帮助我们会记得的。张叔，我回去给你们弄个发展方案，你呢将这个方案拿到上面去申请，上面要是同意了，那就照方抓药就行了。行，你的方案一出来，我就去县里找相关领导汇报情况。回到父母所住的窝棚，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借着微弱的油灯，周阳开始奋笔疾书起来。他得在天亮前将东泉农场后续的整体规划制定出来。当周阳落笔的时候，早已经是凌晨。此时南坡那边柴油机的轰鸣声依旧。看样子打井队的同志们又要奋战到天明了。不得不说，这个时代的老百姓是淳朴的，是有信仰的。不管日子多苦，大多数人的眼里是有光的。他们懂得感恩，更懂得奉献。就拿眼前的这些打井队的同志们来说，这次任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义务帮忙，其实没必要这么拼。但是当他们了解到东泉农场的现状后，主动加班加点，甚至于第一天晚上还是饿着肚子的情况下奋战到天明的。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周阳就起来了，而后将写好的方案送到了管理处。随后带着周阳的期望，张汉武与田野一同进了城。而闲下来的周阳没有去南坡工地，而是来到了老许家。刚刚掀开许洪洲的被子，这个男人便有所察觉，而后竟然睁开了眼睛。谢谢，别客气，你的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你的身体依旧十分的虚弱，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你最好是把身体养好，而且你这种病切记要注意防寒保暖，还要注意不要太过于疲惫。下午3点半，
张汉无和田野有说有笑的回到了办公室。小周，成了，那件事儿成了，都成了。小周，我上午将你写的那个发展规划拿到了县里，向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们都很支持我们建砖瓦厂，尤其是黄县长，他答应给我们解决一部分机器设备，还说如果我们砖瓦厂生产的砖瓦质量合格的话，以后县里干工程的话，优先向我们订购。恭喜恭喜，有了县里面的支持，东泉农场走出困境指日可待。这也是多亏了小周你啊，没有你的话，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该咋办。你真是我们划县的大功臣啊！老黄还说了，等砖瓦厂建起来了，他要亲自给你颁面旗子。只要咱们东泉农场的情况能好转了，其他的无所谓。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一种荣誉，但是上辈子几乎将全部国家级的荣誉都拿了一遍，对此早已经麻木了。重活一世，我自然不会为这些东西所累。田主任，你这里呢？李局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抽时间召集全局的领导班子开了一个会，会上大部分领导同意让我们在划县打井创收，另外那边还打算再派3支打井队及6台机器过来。那感情好，这么多精兵强将一同上阵，划县这边可是要大出息啊！老黄现在巴不得多来点人，他现在都被各个乡镇公社给烦死了，天灾人祸加到一块，他也只能请外援了。天灾人祸，天旱无雨是天灾，而本地的打井队又不太行。打井全靠蒙，10个窟窿有8个是白瞎，这不就是人祸吗？真回到70年代，我不仅为东泉农场打出4口深水井，还带领大家建起砖窑，烧出了新世纪才有的煤矸石烧结砖。张叔，我看差不多了。东泉农场砖瓦厂的这第一块砖，我看还是由你这个大主任亲手取出来吧。建砖瓦厂这事儿是你提出来的，第一个窑也是你亲自带人挖的，甚至于制坯、做煤饼以及烧窑也都是你亲自操持的。这第一块砖理应由你取出来。周阳同志，你就不要推辞了，大家伙儿都等着呢。那行，这第一块砖我来取。说完，周阳背着一个背篓走进了实验窑。当周阳从实验窑出来的时候，背篓里装满了褐红色的新砖。第一次看到现场烧出来的砖，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奇，大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欢声如潮。顷刻间，现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砖是烧出来了，表面上看还像那么回事，但是具体行不行、符不符合建筑标准，这还得检验一下才行。当下周阳将几十块新砖全部放到村民们面前，而后找来一把铁锹，对着其中一个砖头狠狠地劈了下去。砖头断成了2截，但是却没有碎，强度不错，符合标准。将断成2截的粘土砖递给张汉无和安平，让他们感受一下这砖的重量和硬度。随后周阳又找出一块添加了煤矸石的烧结砖，一铁锹劈了下去。只是这次断的不是砖头，而是铁锹的木柄。我来，2块砖头狠狠地撞在了一起，发出了一道沉闷的声音，而那块煤矸石烧结砖却仅仅只是裂了一道缝儿。当下张汉无让人找来大铁锤，砰的一声，砖头瞬间被砸成2截，露出了里面黑里透青的那些儿。这砖咋是黑心了？是啊，这砖也太结实了吧，用它盖房子100年都不带倒的。100年有点夸张了，但是30-50年肯定没问题。张主任，这就是我给咱们砖瓦厂弄的杀手锏，打开市场获取利益的杀手锏。任何一种产品想要获得市场的认可，赚取利益，靠的不外乎价格和质量，即我们俗称的物美价廉。砖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就目前而言，市场价是公开的，一块砖差不多2分钱左右，上下浮动不会超过1分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基本上没有打价格战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更看重质量了。对，盖房子都是好几代人住，都希望越结实越好。按照我的这个配方烧出来的砖瓦，质量远超一般的粘土砖瓦。对于自己拿出来的这个配方，周阳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拿出来的可是煤矸石制砖工艺，这种工艺是新世纪前后才研究出来的，即以煤矸石为结合剂来烧制砖瓦。这种砖从耐压、抗折耐酸以及耐碱性能上全面碾压粘土砖，而且这种砖砌墙及粉刷前都不用浇水，可节省用水费及人工费，因此从建筑用砖的成本方面来看，颇具市场竞争力。一旦我们这边可以大规模的烧制这种坚固耐用的砖瓦的话，必然可以吊打全县所有的砖厂。一旦有人买，那不就有了钱？有了钱，这粮食的问题不仅解决了，整个农场不也就彻底的盘活了？通往县城的砂石路上，东风大卡快速行驶着，扬起了阵阵尘土。车上除了开车的司机小李子外，只有周岩一家子。来东泉农场这段时间也算是干了不少事情。首先多方努力下，成功打了4口深水井，解决了农场缺水的问题。眼下村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浇地种庄稼，估计秋天多少能收获一些粮食，生存危机暂时算是解决了。此外，南坡的实验窑那边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烧出来的煤矸石烧结砖质量完全吊打普通粘土砖。虽然只是一个实验窑，但是东泉农场最不缺的便是人才，相信有我留下的具体建窑方案，他们很快就能真正的建起属于农场的砖瓦厂，然后迅速占领划县的砖瓦市场，改善自己的生活。眼看着半个月的假期只剩下2天了，周阳便盘算着回家的事了。不过回家之前，周阳决定去一趟县城，给父母采购点东西回来。上午11点不到，大卡车便停到了供销社门口。同志，你们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买东西，照着清单取。同志，您真的要这么多东西吗？这可得不少钱啊。你放心拿吧，我们能结得起账。那行，鸡蛋糕5斤，花生2斤，瓜子5斤，牛奶糖5袋，白糖2斤，
红糖2斤，糖水罐头6瓶，麦乳精6罐，奶粉12袋，花线老酒2箱子。柜台上就摆了满满一大堆，算完账一共是106.52元。另外还需要18斤粮票、6斤糖票以及11张工业票。看到周阳竟然真的拿出了这么多的钱票，售货员以及周围买卖东西的老百姓都惊呆了。像人家这种出手就是100多块钱了，听都没有听说过。最重要的是，他们买的全都是一些零嘴和补品，也不像是办喜事儿。返回农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不过令周阳惊讶的是，父母今天竟然都在家里，并没有去地里上工。原来大家伙都知道周阳他们明天要走了，所以特意让周亚文夫妇下午好好陪陪孩子。全体农民们注意了，注意了！周阳同志明天就要离开了。晚上所有人都到管理处集合，为周阳同志一家举办欢送晚会。同志，你要去哪里？你好，2张去宁市的车票。行，请出示您的介绍信和户口簿。2张划线到宁市的火车票，7点15发车，下午1点钟到站，一共2块2毛钱。这是硬座的价格吗？是。那请问有卧铺吗？硬卧也行。对不起，卧铺需要相关部门批的条子才行。哎，我哪里去弄条子来？那玩意儿可不好弄，就算是张汉武也没那个本事。那就2张硬座吧。拿着车票回到李幼薇和小宝身边，将情况简单的说了一遍。硬座就硬座吧，也就5、6个小时，忍忍就过去了。我和小宝都没有坐过火车，硬座反而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可不想将时间浪费在睡觉上。很快7点钟就到了，随着一声汽笛声响起，周阳一家踏上了回宁市的火车。都忘了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坐过这种绿皮火车了，而且还是硬座，与后世快捷便利的高铁、飞机相比，这玩意儿实在是有些熬人啊。趁着李幼薇和小宝的注意力都在火车上，周阳当即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那本教科书和稿纸，然后埋头翻译起来。突然周阳感觉有点内急，便放下了手中的笔，向着火车车厢后面的厕所走去。不料回来的时候，却看到自己的座位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男人，正在翻看周阳放在桌子上的化学教材。这些书稿是你的吗？是我的。你是？不好意思，刚刚路过的时候看到有书，没忍住看了2眼，还请见谅。你能看得懂？大部分能看得懂，但是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术语就不行了。同志，你是做翻译的吗？算是吧，我看你不像普通人，请问你是？你看我这问了你这么多都忘了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叫段银忠，是京都医学院的一名老师。京都医学院老师？那您这风尘仆仆的，这是要干嘛？实不相瞒，北蒙旗那边又有鼠疫报告，宁市这边对此束手无策，我是他们请来协助疫情防控的。听到鼠疫2个字，周阳的心里咯噔一下。这种病虽然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已经被解决的差不多了，但是塞北省因为地处草原，境内有大量的蒙古旱獭、达乌尔黄鼠、长爪沙鼠、布什田鼠等容易携带鼠疫病菌的动物，所以这里也是鼠疫历史自然疫源地之一，隔几年就会来上这么一次。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控制住了吗？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但是这次疫情虽然暂时算是控制住了，但是我在疫区进行鼠疫治疗和防控的时候，发现北蒙旗那边的老百姓经常抓旱獭、黄鼠、野兔等野生动物吃肉，这样的话根本就治标不治本，不知道什么时候鼠疫就会再次爆发。这种事情担忧是没用的，必须要从政府层面做出改变，比如颁布一些相关的政策和法令。接着周阳将后世防治传染病的一些方法和经验和段银忠做了一些交流，虽然说是交流，但是整个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周阳在说，而段银忠则是听到关键的地方，他还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做起了笔记。用前世纪一帮京都医科大学教授科普21世纪防治传染病方法，没想到3天后，段银忠便带着4辆车子组成的车队，直接开进8部大队部。当01开头的车牌号出现在我面前时，就算是前世做到无双博士的我也被镇住了。01打头的车子可是京城的代码，莫不是严家那边有了动静？这是要将严耿东和严文辉接回去了？就在这时，有不少陌生人从车上走了下来。就在周阳疑惑之际，一个熟悉的人影向他迎面走来。周阳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你是段教授？是我。小段，这就是你说的周阳同志吧？我是周阳，老先生你是？周阳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京城医学院病毒学专家刘继明刘老。这位刘老的大名我前世就听说过，医学界的泰斗，真正的国士。刘老好。周阳同志，这位是塞北医学院院长、心内科专家郑卫国郑老。又是一位医学界的重要人物，虽然成就和地位要比刘继明差那么一点，但也是医学界的扛鼎人才。周阳同志你好，这次冒昧来访还请不要介意。不介意。段教授、刘老、郑老、王老，你们这大老远来的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小周啊，我们这些人来这里专门是来找你的。找我？我们是想来和你了解一下攻新藩的。听到这话，周阳有些明白了，肯定是自己救治许洪洲的事儿被人知道了，所以引起了这些人的注意。小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你在东泉农场成功治好了一个攻新藩的患者，有这事儿吗？有。实不相瞒，我们昨天见到了那位患者。你们见到老许了？他的情况如何？他的情况很好，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除了身体还有些虚弱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了。那就好。小周，我们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也是极其的震惊，实在是难以相信，像他那么严重的攻心藩，你竟然能将他治好，而且恢复的还那么快，所以我们就想来请教一下情况。
关于宫心藩这种病，我确实了解一些，但要说请教，那就真不敢当了。哈哈哈，咱们医学界向来是打者为师，你知道我们不知道，向你请教是应该的。别的病我或许了解不多，但要说宫心藩这种病，不，应该是克山病，还是非常的了解的。再过几年，国家就会专门组织医学力量研究这种病，最终取得巨大突破，将克山病的死亡率下降到了相对较低的水平。如果因为这些人的介入，国家能提前进行克山病的科研攻关，这对于身处病区的老百姓而言，可以说是天大的福音。唯一有一点问题是，我该如何向这些人解释自己如此了解克山病？但就在这时，院子外面再次传来了汽车的引擎声。突如其来的车队惊动了周阳，也惊动了屋里的这些医学泰斗。不过当车队开进院子之后，周阳便松了口气。果然车门打开，卢有明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周阳的视线里。不过卢有明下车后竟然没有和他打招呼，而是直接过去给后面的车辆开门。周阳同志，这位是咱们县里的郭县长，这几位都是县委那边的同志。郭县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周阳。周阳同志，我们接到市里的电话，说是京城以及省里的领导到你们这里视察，请问领导们都在里面吗？在，诸位里面请。眼看着小小的办公室里全都是人，连站的地方都没了，周阳整个人都麻了。当他们得知这些人竟然都是冲着周阳这个年轻人来的，也是大为的震惊。刘老、郑老，我看这里条件有限，也不适合各位进行学术探讨，不如一起到县里找个安静的会议室再说如何？我看行，砍柴不误磨刀工了。我们是来请教小周的，可不能给人添麻烦。去县里也好，就是不知道小周有时间吗？我没问题。随后周阳同李佑威以及老岳父打了声招呼后，便跟着众人一起赶往云山县城。不一会儿，车队就来到了县委大院。随后郭县长当即命人就在县委大院这边给他们弄了一个小会议室，专门供众人使用。既然诸位大老远的赶了过来，那我也将我了解的克山病和诸位说说，但提前声明，所有观点都是我自己一家之言，诸位如果觉得有道理便听听，如果觉得没道理就全当听了个笑话。小周同志说的对，这次我们只是私下进行学术交流，所有观点只代表个人，且只供探讨。克山病又叫宫心藩，本病于1935年首先发现于龙江省克山县，在东三省塞北省、冀北省秦省、甘省川省等地的荒僻地区均有流行，农民及其家属患病率高，南方地区亚急型6到8月发病率高。在说完克山病的分布范围后，周阳又详细的分析了各病区之间的地理条件以及共同特征，接着又说了他对这种病的分类及急性、慢性以及潜在型以及各个类型的临床表现。最后周阳才讲到这种病的确诊和治疗方法，足足用11个半小时。整个讲解过程中，周阳全程没有翻看任何的资料，甚至于他的面前连一张纸片子都没有，全都是即兴发挥。但是所讲的内容却非常系统详实，尤其是关于克山病的治疗方法，更是一口气讲了10几种应对方式和可能出现的症状和问题，这让在场的这些医学大佬们都大开眼界。令人震惊的同时，也让刘启明、郑卫国等人如获至宝。小周同志的观点说完了，确实很令人震惊，不应该说很震撼。他的观点很新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听完他的观点，我这个老同志反而更加的疑惑了。不知道小周同志方便指点一下我这个老同志吗？指点不敢当，但我们可以相互探讨一下。克山病为什么在咱们国家发病率这么高？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是啊，我们研究了克山病几十年，却始终没有搞清楚病因，说起来真的是很惭愧啊。克山病的具体病因，我确实也没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我认为这可能在地系的基础上，各种综合因素参与相互作用而致病的一种地方性心肌病。具体的可以从微生物地球化学病因和生物病因方面进行研究。说说你的理由。克山病全部发生在低硒地带，患者头发和血液中的硒明显低于非病区居民，而口服亚稀酸钠可以预防克山病的发生，说明硒与克山病的发生有关。但鉴于病区虽然普遍低硒，而发病仅占居民的一小部分，且缺硒不能解释克山病的年度和季节多发，所以还应考虑克山病的发生除低硒外，尚有多种其他因素参与的可能，比如说病区的土壤、水质和粮食中缺乏某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硒、钼、镁等营养物质，从而干扰了心肌代谢，引起心肌或损伤而罹病。这个观点倒是和辽省医学院老张的推断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更加的具体，后生可畏啊。相比于病因的研究，我更在乎小周的治疗方法，不知道和我们眼下使用的治疗方法孰优孰劣？优劣其实很好判断，只需要将我的这个方法和传统方法进行临床对比，便可得到相应的结果了。这倒是个好办法，我回去之后便向院里申请临床实验。小周同志，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答应吗？啥请求？既然你对克山病如此了解，且有亲自治愈这种病的经验，我能不能邀请你加入克山病防治研究小组？正回到70年代，我用前世记忆帮助龙国提前20年解决克山病难题。医学泰斗刘启明带领医学团队亲自登门找我传授经验。既然你对克山病如此了解，且有亲自治愈这种病的经验，我能不能邀请你加入克山病防治研究小组？组织关系这边你大可放心，我会向上面打报告，将你直接调回京城的。此话一出，其他人都惊呆了。
这对于一个下乡插队的知青而言，真的是天大的福音。而且一旦进入京城医学院工作，对于普通人而言，真的是等于一步登天了。多谢刘老的好意，但这事儿还是算了。为什么？首先，就算刘老你能把我调回去，也不太可能将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并调回去。京城的户口可不好解决。其次，我并不是专业的医生，虽然知道一些特殊病症的治疗方法，但也仅此而已，不适合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是国家编译局的工作人员，身上有很重要的任务，根本没时间进行医学研究。那确实是有些可惜了。其实我家不加入那个研究小组也没关系，只要您那边有需要，随时可以找我。小周同志，我有个疑问想问问你，不知道方不方便？终究还是来了啊，您有什么疑惑请说。实不相瞒，来之前我看过你的档案，发现你之前并没有任何的学医经历，但是和你交谈中却能看得出你对医学研究很深刻，尤其是对克山病这种地方病以及传染病防治方面，这让我们很疑惑。既然你们已经查过我的档案了，那就应该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位化学教授。你父亲周亚文我之前见过一面，在国内化学界确实颇有名气。化学和医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的意思是？我本人确实没有系统的学过医，但是我却对医药化学很感兴趣，一直以来都在认真钻研。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很多医学领域的知识，所以便也对医学开始有所涉猎。一来二去就有些心得。但是我和诸位专业学医不同，我只学我感兴趣的医学，比如说克山病，再比如说心脏病、抑郁症等等。除此之外，我就不大了解了。小周同志，你是怎么接触到的克山病？关于克山病，我是几年前开始接触的，当时是从京城图书馆看到一本日伪时期的医学杂志，因为当时小鬼子称这种病为满洲奇病，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之后，随着我对这种病的了解越多，越是产生了想要研究这种病的想法。于是乎，我便开始在京城图书馆、京大图书馆以及大小医馆收集这种病的资料。没想到这一研究就是10多年的时间。等等，我从资料上看到，你今年不过23岁，也就是说你研究克山病的时候只有13岁。我这人别的优点没有，就是喜欢学习，也善于学习。没插队的时候是远近闻名的神童。神童？那是别人这样叫我的，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不过是因为喜欢学习罢了。我不是神童，只是因为我喜欢学习。这话听起来好别扭啊，怎么觉得像是用低调的方式进行炫耀呢？没办法，不这样做的话，很多事情是没法解释的。比如说我精通英语的事情，再比如说我懂得研制生物饲料的事情，还有这克山病。不然随着类似事件的增多，自己肯定会被有关神秘部门盯上的。就在这时，一个中年模样的男人匆匆赶到会议室。段教授，出事了，县医院死人了。县医院死人不很正常吗？难道死的人身份不一般？那倒不是，而是病患得的是克山病。云山县虽然确实是在克山病的病区范围之内，但是这里却并不是低溪区，之前这里也没有克山病的报告病例，怎么突然间就有克山病患者，而且还死人了？段教授，这次报告病例不止一例，眼下县医院还有类似症状的患者3人，所以想请刘老和王老过去给看看。都是急性的。都是急性的。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小周同志，事态紧急，你对治疗克山病有丰富的经验，请跟我们去一趟云山县医院吧。没问题。令周阳没想到的是，当他们来到县医院后，迎接他们的是钟镇南。通过交谈后，周阳大致明白了，这克山病竟然是钟镇南发现并让人上报到县政府的。原来刘老说的小周同志竟然是你小子，我还疑惑呢，什么人竟然能让刘老和王老登门拜访？是你的话，那就难怪了。哦，你们认识？认识，这小子没事老给我找麻烦。既然认识，那就省得介绍了。小钟，你将情况和小周同志说一下吧。这几个患者都是昨天下午被宁海铁矿送来的，说是可能发生了传染病，要我们赶紧给看看。病人的主要表现便是心律不齐，经过检查之后，我初步判断这应该是克山病，所以就按照程序让人上报了县政府。中枢患者在哪里？我们先去看看他们的情况吧。县医院住院病房，众人终于见到了正在住院治疗的几名患者，3人全都是男性，年纪差不多都在30岁上下。周阳接过这几人的病历看了一眼，主诉有心悸期短、劳累后加重，临床表现主要为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并伴有尿少、水肿和腹腔积液等症状。仔细检查了一下3人的状态，发现其中2人已经昏迷，其中1人为深度休克，另1人的情况尚可，还有意识。周阳当即从钟镇南手里要来听诊器，而后逐一检查这3名患者的心跳和脉搏，3人心音都非常的低，有心力衰竭的表现。就是克山病，1名急性患者，2名亚急性。刘启明和王远华此时也结束了检查，2人对视一眼，眼神短暂的交流。我们同意小周同志的判断，就是克山病。刘老、王老、郑老，我本人对克山病的了解有限，还请诸位一定要救救他们。同为医生，我理解你的心情，放心吧，我们会尽全力的。小周同志，你之前有治疗急症克山病患者的经验，你觉得该如何治疗？刘老、王老以及各位前辈，刚才通过对患者的检查，我认为陷入昏迷重症患者必须尽快进行治疗，不然的话，以他们的情况，
快则24小时，慢则1周的时间，病情就会失去控制。届时神仙来了，都难救他们了。而旁边那位亚急性的患者的情况尚可控制，所以我的想法是可以对他们分别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哦，说说你的具体方案。重急症患者我来治疗，就用我在东泉农场使用的治疗方法；而那位亚急症患者由刘老或者是王老治疗，就采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我们最后比较一下治疗效果。小周同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关患者的生命安危，一旦出了差错，可是要负责任的。刘老，我且问你，就这2位急性患者的情况，你们有几成治愈的把握？左边那位要是我治疗的话，差不多有8成的希望，但是10年存活率不超过20%。中间那位的话，我属实没有任何的把握。既然连您这样的专家都没有把握，那么全国恐怕也没有谁敢说一定能治好他了。既如此，那何不搏一搏，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这样吧，中间那位症状最为严重的患者你来治，左边那位症状稍轻的患者我来治，门口那位亚急性的患者远华同志负责，你们觉得如何？我看行，咱们也别等着回去搞什么研究小组了，现在就利用这个机会验证一下小周同志的那个治疗方法，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我没意见。行，那就这么定了。真回到70年代，我决定用10年后研究出的最佳医疗方案治疗克山病，而2位医学泰斗却对我的治疗方法产生了质疑。这样吧，中间那位症状最为严重的患者你来治，左边那位症状稍轻的患者我来治，门口那位亚急性的患者远华同志负责，你们觉得如何？我看行，咱们也别等着回去搞什么研究小组了，现在就利用这个机会验证一下小周同志的那个治疗方法，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我没意见。行，那就这么定了。随后刘锦明亲自给周阳指定了几个助手，而后便各自忙碌了起来。周阳没有急着给患者用药，而是再次拿起听诊器和血压仪，对这位急症患者进行详细的检查。中枢准备大剂量的维生素 C 静脉注射，并准备5%至10%的葡萄糖液静脉滴注，200毫升就行。行。同时准备血管活性药物和强心药。血管活性药物宜用快速洋地黄制剂，如毛花带饼或毒毛旋花子带 K 稀释后静脉注射。强心药一般选用底高心口服，患者下肢肿大必须加利尿剂。周阳一边说着自己的治疗方法，一边解释着为什么要用这些药物。周阳这边忙碌的时候，刘锦明和王远华2人也分别对其他2名患者开始治疗。相比于周阳这边简单快捷的治疗方式，他们2人不但速度缓慢，而且方法也比较繁琐。等周阳这边结束近半个小时，他们才将2名患者处置好。处置完患者之后，众人相继来到了会议室。小周同志，我看你这方案里面大量的用到了维生素锌，是为了改善心肌代谢吗？除此之外，改善心肌代谢药如辅酶 A、辅酶 Q10、3磷酸腺苷均可选用。你为什么不用于教授的冬眠疗法？冬眠疗法只适用于频繁呕吐、烦躁不安者，原理不过是用药后由于机体代谢率减低，心肌氧耗减少，有利于心功能恢复。患者黄有林明显没有呕吐的症状，而且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也不存在烦躁不安，所以没必要用冬眠疗法。有道理。只是你这样又是维生素锌又是强心药、利尿剂，患者的身体能承受得住这么多的药物吗？撑不撑得住，等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等一会儿？你的意思是说患者很快就会见效？不出预料的话，2小时内会有反应。我操！2小时？克山病的患者陷入昏迷的原因，大多数是因为低血压引起的。正常而言，使用静脉注射维生素 C 之后，患者的血压会在2小时内得到明显改善。如果2小时患者的血压还没有回升，那就要再次注射维生素 C， 同时还得考虑补充血容量。这个时候，患者大概率的会醒来。那要是醒不来呢？正常而言，患者醒来的几率在90%以上，但确实也有醒不来的，那就得考虑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如多巴胺、阿拉明和去甲肾上腺素等。听周阳说的如此肯定，刘锦明和王远华等人虽然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也没有反驳。反正是与不是，也就2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见分晓。现在说太多也没有意义，这些数据肯定没有问题，毕竟这都是前世整个项目研究团队经过上万次试验之后得到的宝贵经验，甚至于为了找到治疗克山病最简便有效的方法，单患者的遗体就解剖了2000多具。可以说，我现在使用的这套方法，不但凝聚了数百位顶尖医生的全部心血，也蕴含了数十万患者全部的苦泪。最重要的是，这套方法经过了时间的验证，几十年下来，虽然没能将克山病彻底的消灭，但是却极大的提升了这种病的治愈率。上午9点多，负责看护的护士突然急匆匆的过来汇报，8号床的患者血压突然升高了。8号床正是周阳负责的那个患者。听到护士的汇报，众人当即赶了过去。就回升的速度来看，还是远远不够。中枢再次给患者注射大剂量的维生素，同时使用少量的多巴胺。果然，在2次用药不到2小时，患者的病情就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人也开始有了意识。随着治疗效果的逐渐体现，刘锦明、王远华、郑卫国等人对周阳的认识又深了一些，甚至于产生了丝丝敬畏之心。医生这个行业虽然也排资温备，但更多的还是看实力，你的实力强，别人就会尊重你，反之亦然。接下来的2天，周阳都没有回村，而是全程蹲守在县医院。他一边给患者黄有林治疗，抽空则是翻译稿子。等到第3天的时候，黄有林终于醒来了。
虽然他的身体依旧虚弱，但是克山病的一些症状却明显减轻了。当下，刘启明和王远华在研究之后决定立即终止他们的治疗方案，采用周阳的治疗方法。接下来的时间，周阳全权接过了治疗这几名患者的重任，而刘启明、王远华以及其他医师则是像学生一样在一旁用心学习着，而效果也没有让众人失望。在改用了周阳提出的治疗方案后，其他2名患者的情况也随之迅速好转。一时间，周阳神医之名传遍了整个县医院，并通过刘启明、王远华、郑卫国等一干医学大佬的口，向着医学界逐渐扩散。经过这几天的相处，刘启明等人还发现，周阳这个人的学识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渊博。他不但懂医学，更懂化学和物理学，对天文学以及地质学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他还是一个语言天才，精通英语和俄语，甚至于还是国家编译局在编的翻译师。而周阳不过是一个20啷当岁的小年轻，甚至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的学识却超过了很多学科的专业学者，这确实非天赋异禀不能解释。在此期间，刘启明等人还发现，周阳除了对克山病有相当的研究之外，竟然对心血管病也颇有研究，甚至于他还说正在研究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这让他们都颇感兴趣。然而，就在众人准备进一步和周阳探讨医药学的时候，八宝梁大队却派人进城给周阳传话来了，说是省里来人了，正在村子里等他，要他赶紧回去。省里的人啥时候这么不值钱了？咋说来就来呢？我认识的在省城的也就只有杨云昭一人，除此之外，还真的想不到谁还会来这里找我。但不管是什么人，既然是省里的，不能不见。将病患托给刘启明以及钟振南等人照顾后，周阳便离开了县医院八宝梁大队养猪场。杨主任，各位领导，让你们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呵呵，是我们来之前没有和你提前打招呼，没关系的。周阳同志，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啊！以后见你一面是不是得预约啊？这不过是凑巧了而已，平时我都是在村里的。老杨，这位便是你说的周阳同志吧？你好，我是周阳。周阳同志你好，我是康爱华，是咱们省农牧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康爱华同志，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谦虚了。什么研究员？你可是咱们省农牧学院副院长，正儿八经的农学教授。康院长好。周阳同志，你别听老杨胡咧咧，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什么院长教授的和我本职工作关系不大。那倒是，康爱华同志这个副院长我看就是挂了个名，他压根儿就不管事儿，每天都在研究他的猪。康院长，你们这次来是因为长白猪的事吗？老杨前2天突然找我说你们这边想要一批长白猪的小猪仔，我这不是就过来看看。您是来看什么？我想看看你这里是不是真的要养长白猪，其次是想看看你们这里具不具备养长白猪的条件。我们确实是想养长白猪，原因嘛，自然是因为长白猪生长快以及养殖周期短，效益高。周阳同志，看来你确实挺了解长白猪的。谈不上了解，就是之前偶尔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书籍，上面记录了一些相关情况，觉得这种外国猪确实要比咱们本土的黑毛猪更适合大规模养殖。那倒是，长白猪的优点确实很多。爱华同志，你就别蒙人家小周同志了，你们的那种大白猪要是真有这么好，你还用得着着急忙慌的让我带你来这里吗？科院院长亲自上门推广外国猪，重活一世的我提前预知国家即将实施菜篮子和瘦肉型猪项目，于是我以免费建立试验基地为由，空手套白狼，从农科院拉来了666头长白猪小猪仔。呀，这外国猪长得就是不一样，都是白毛啊！这些小猪子长得白白胖胖的，真好看。俺倒是没看出好不好看，但是这些外国猪的骨架子倒是挺大了，一看就知道长得快。周阳同志，这边来。康院长，你们这速度可真快啊！呵呵，早点把这些小猪仔送过来，我们也好安心。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农牧学院的秦学义秦老师，他今后将会代表我们农牧学院定点蹲守你们村。秦老师好，我是周阳。秦学义，省农牧学院畜牧专业老师。康院长，您不会只派了秦老师一个人过来吧？就一个人？你们一个刚刚投产的小养猪场，还想要多少人？我们这里可是要给你们建实验室的，一个人哪能行？哼，你小子打的啥鬼主意我还不知道，什么实验室，不过是想忽悠我们，给你弄个养猪专家过来而已。看您这话说的，我不否认，确实有这个意思，但是想在村里建一个大型实验室也是真的。方案我已经弄出来了，这2天就会让人开工。当下，周阳便将自己心目中的实验室的模样说了一遍。他是按照后世国家级的生物实验室的规模以及配置说的，不但有试验区、办公区、生活区，而且还有很多他们都没有想到的功能区域。仅仅只是一个想法和雏形，但依旧听得康爱华和秦学义等人都神采奕奕，激动不已。周阳同志，真要是按照你的规划建的话，可是要不少钱啊！呵呵，康院长，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只要每年建一点，总有一天能将心目中完美的实验室建起来的。说得对，只要你们真心帮我们建实验室的话，人手不是问题。这次之所以只派了秦老师一个人过来，主要是考虑到你们这里吃没吃的地方，住没住的地方，人多了没法安置。只要你们将食宿问题解决了，我们会继续派人过来的。实验室的第1期工程马上开工，最多半个月的时间，房子就会盖好。
在此之前，我们会让秦老师和知青们住在一起，还请不要嫌弃。不嫌弃，只要有个住的地方就行。放心吧，我们会尽量给秦老师以及农牧学院其他同志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的，也希望你们能在这里完成学术上的突破。简单的寒暄过后，众人便开始忙着安顿这些小猪仔。毕竟眼下气温这么高，这么多小猪仔装在笼子里又挤又闷热，再加上卡车连续跑了几个小时，一个个都蔫了吧唧的。要是不尽快将它们安顿好的话，很快就会中暑的。在秦学义的指导下，社员们将小猪仔10头一个猪舍的分好，然后给它们加水，降温少量的喂食。很快600多头小猪仔就在八宝梁村安家落户了。而这些外国猪仔的到来，迅速就在整个八宝梁村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不去上工了，全都跑到养猪场这边看外国猪了。早就听说周知青要带着大家养白毛的外国猪，但这年头啥玩意儿沾上外国2个字，那都要贵3分。想来这外国猪也差不多，本地小猪仔都需要7、8块钱一头，那外国猪还不得10几块。这些外国小猪子是省里的领导们亲自开着大汽车送来的，听说600多头猪1分钱也没有要。可是养猪场的那些老弱病残，不知道能不能养好这些外国的大白猪。毕竟那些人不是老人，女人都是半大孩子，甚至于还有二傻子、半哑巴。他们这些人连本地的黑毛猪都养不好，还想养外国猪。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在会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秦学义同志，是咱们省农牧学院的老师，在牲畜养殖这一块，他是真正的专家。今后，秦老师将会作为省农牧学院的课题研究代表，长期蹲点在我们八宝梁村，指导我们科学养猪。我这人也不会说什么，就先表个态吧。既然来了，那我就会全心全意的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指导大家养好这些长白猪。还请同志们今后多多关照，多多配合。严耿东同志现在是猪场的厂长，那边的情况你最清楚，你觉得你那边还缺什么？眼下猪场的猪舍差不多够用了，巡业人员住的房子也在修建了，最多几天的时间就盖好了。但是存放饲料骨粉以及给猪做猪食的地方却还没有，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比较急的。确实是比较急。这样吧，接下来几天你们就先建几个大库房吧。爹，骨粉厂那边也就几个草棚子，是不是也该考虑建个房子什么的？饲料厂那边倒是有库房，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容器发酵。妹夫说最好建个发酵池，是不是也一起弄了？除了以上这些外，我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秦老师的宿舍建起来，另外还得弄个地方存放猪粪。周知青，猪粪还得专门找地方存放，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咋没必要？那些猪粪要是处理不好的话，以后咱们村子方圆几里外都能闻到猪粪味。那要不挖个坑用来沤肥吧？往年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与其沤肥，那还不如建个沼气池。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都懵了，而秦学义和严耿东则是一脸的惊讶。他们自然是知道沼气池是干什么的，只是没有想到周阳的想法竟然这么前卫。周知青，啥是沼气池？建那玩意儿有啥用？沼气是一种特殊的气体，利用好了，不但可以解决猪粪的问题，还能为养猪场甚至于整个村子提供做饭的燃料以及基本照明。咦，听周知青你这话，只要是建了这个什么沼气池的，以后社员们都能点电灯了。对，沼气池建起来之后，大家就能免费用电灯了。而且只要我们建的沼气池够大够多，甚至于以后做饭都可以不用柴禾，冬天也能洗上热水澡。很快，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八宝梁大队忙得热火朝天，而周阳找到岳父李丰年开介绍信，想要去趟省城。你走了的话，那个沼气池咋办？沼气池想要变成可用的电灯以及代替柴禾做饭，需要不少电子元件和钢管、塑料软管等零部件。咱们县里肯定是没有，我想将这些东西都弄回来。沼气池的图纸我已经画出来了，让严耿东盯着点，问题不大。那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明天吧。早去早回也好，我等一下就给你开介绍信。两人正说着，就见李国强走了过来。我正打算去找你呢，没想到你自己过来了。四哥找我有啥事吗？小安的二舅找我给你带句话，说他们矿上的那些废旧机器准备清理了，你要是想要的话，得赶紧去一趟矿上。他没说最晚啥时候吗？说了，说最多再给咱们留1个星期的时间，1个星期后人家就会当成废铁处理掉了。那行，你给小安舅舅回个话，过几天我就去一趟。3天后，哈哈哈，你们可算是来了，要是再晚来1天，矿上也把东西处理掉了。实在是抱歉，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这不一歇下来就来了。来了就好，你们跟我来吧。走了大约10几分钟，3人来到了一个硕大的仓库前。你们要的东西就在里面，先看看能不能用，能用的话就拉走。二哥，那价钱呢？价钱嘛，就按照废铁的价格随便给点吧，反正矿上也准备当废铁处理。妹夫，你看呢？行，我们先看看，选好了再和钟二哥说。行，你们先看吧，我让食堂那边给你们准备点吃的。不料就在周阳和李国强拆卸粉碎机机器时，才发现自己没有携带专业的工具。当下，周阳让李国强先把那些体积小的机器先搬出来腾开空间，而他自己则是走向矿井这边。同志，这里正在作业，很危险，马上离开。同志，我是你们钟矿长的亲戚，有事找你们领班的队长，能帮我叫一下他吗？我们队长刚刚下井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想找他借一些工具，不知道可以吗？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不行的话，我可以带你到井下找找我们队长。什么？整个矿井确实很深，但是我们队长应该没有深入，顶多几十米吧。几十米那还好，那麻烦同志你给带个路。一直向下走了10几分钟，两人终于来到了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这里应该是一个设备间。矿工师傅向里面的工人问了2句。队长到3号设备间去了，同志你是咋办？继续下去还是上去等着？要是上去的话，要等多长时间？同志，正常的话，我们队长要在8点以后才会上去。那行，咱继续下去吧。就这样，两人继续向着矿井深处走去。但是刚走了10几米，周阳便察觉了异常。首先是他闻到一股淡淡的臭味，这种臭味不是很浓，一般人很难闻到。但是周阳的身体素质经过了强化，听力以及嗅觉也比一般人要灵敏很多。与此同时，他隐约还听到矿井里有嘶嘶的叫声传来。同志，你怎么了？是不够舒服？同志，这个井要出事了。阳在下矿井时，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臭味。重生后的他听力以及嗅觉都要比一般人灵敏。与此同时，他隐约还听到矿井里有嘶嘶的叫声传来。当下周阳的心底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这是矿井透水的前兆。同志，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你们这个矿井正常来说有多少人在井下作业？差不多300多人吧。怎么了？那要是发生了意外怎么办？怎么能尽快通知矿工们疏散？那得去控制室，那里有电铃，电铃响3下说明出事了。所有人必须上井疏散，或者是躲到临时避难洞室避灾。最近的控制室在哪里？就在3号设备间。怎么了？那就快点带我去，这个井要出事了。矿工师傅虽然不明白周阳为什么会这么说，但看他说的严肃也不敢怠慢，当即加快速度带着周阳向下跑去。此时设备间里，一个身穿制式服装、浑身脏兮兮的中年男人正在严肃地和几个年轻人说着什么。看到矿工师傅带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连安全帽都没戴就进来了。老郭他是谁？怎么把人带到井下了？另外你也是老师傅了，怎么连下井的基本要求都忘了吗？完了，刚才听他说自己是钟矿长的亲戚，心里就想着眼前这人不能得罪，其他的早都忘了，这下要倒霉了，又要被批评了。队长同志你好，我叫周阳，是你们中副矿长的亲戚。我姓杨，你可以叫我杨队长或杨师傅。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本来是想找你借点工具，但是现在却是来救你们命的。什么？救什么命？杨队长，请跟我出来。杨队长虽然不知道周阳要干什么，但是看到他的表情不像是在故弄玄虚，当即也带着几个人跟了出去。当走出设备间不远，周阳指了指矿井两边的防护板。杨队长，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杨队长走近了一看，发现巷道壁和防护板上潮兮兮的，隐约还能看出有滴水。有点水？怎么了？这几天宁海铁矿这片区域下了好几场雨，井下的巷道里本身就比较潮湿，有水汽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你再看看这个。当杨队长看到这些像是铁锈一样的痕迹，心里顿时抽了抽，升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周同志，你的意思说，你再感觉一下，今天井下的温度比以前怎么样？比以往要低一些，只是这几天已经入秋了。井下的温度和外面的气温关系不大，通常而言，外面的室温是很难影响到井下100米深的地方的。我的意思你明白吗？杨队长也是个老矿工了，自然知道周阳的意思。周同志的意思是这里要透水了。不出预料的话，应该是有地方达到了水脉，或者是大量的降雨渗透到了矿井下面，必须抓紧时间组织矿工们撤离，免得发生意外。前世作为一个对地质颇有研究的大师级人物，周阳来到井下后，看到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他就意识到要出事儿了。毕竟这些情况可以说都是矿井透水的预兆，一个不慎那就可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几天本身天气就潮湿，矿井下面又比较凉，有水汽也正常。更何况我们这段时间生产任务这么紧张，突然让同志们撤离，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刘洋同志说的对，我们要不要请示一下上级领导？我也觉得有必要请示一下领导，又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可是知道，矿井一旦发生事故，那可都是大事故，是要死人的。作为管理者，你们不要只看着生产，下面的那些人可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一个人死了，可能就会导致一个家庭垮了。不管什么时候，安全才是第一的。周同志说的对，先组织下面的同志立即有序撤离，其他的等大家都到了上面再说。那要是上级领导追究起来咋办？这个你们大可放心，根据相关规定，采掘工作面或其他地点发现有矿层变湿挂红、挂含空气变冷等透水征兆时，应当立即停止作业，撤出所有受水患威胁地点的人员，报告矿调度室并发出警报。在原因未查清、隐患未排除之前，不得进行任何采掘活动。刚才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的透水预兆，所以就算是将井下的同志撤到地面上来，上面也不能追究你们的责任。同志，规定是规定，同志，规定是规定，要是虚惊一场的话，还是会有人说3道4的。上级要是追究起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当下一行人来到设备间，而后在杨队长的示意下，设备间的工人师傅按响了井下的电铃。一连3遍的电铃声，不仅仅惊动了矿井下面施工作业的矿工们，也惊动了远离矿井的矿务总部的领导。此时，宁海铁矿的矿务总部的会议室里，矿长邓海宁正在与几位凝视下来视察的领导会谈。听到外面传来的铃声，顿时脸色大变。宁海铁矿成立有20多年了，撤离的铃声除了测试的时候，之前还从来都没有响起过。老邓，怎么了？王副主任，矿上出事了。听到这话，
这位王副主任也是脸色一变。别看宁海铁矿是在云山县境内，但是它是塞北省第2大铁矿，再加上是在为鹿城钢铁厂提供铁矿石，因此颇受上面的重视。其行政级别被定为了县处级单位和云山县平级。为了方便管理，宁海铁矿是由宁市级委会直接管理。他作为宁市级委会副主任，管的就是政府这一摊子。真要是出了大事故，他的领导责任是跑不掉的。赶紧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钟海呢？赶紧查查到底是哪个矿井响的铃。领导，钟副矿长刚刚有事儿出去了。这么重要的时刻，他这个常务副矿长怎么能不在呢？算了，我亲自去看看。矿上无小事，咱们也去看看吧。就在一干领导们赶往矿并这边的时候，钟海则是已经到了矿井这边。是谁响的铃？你们队长呢？铃声是从井下响起的，我们队长正在井下。赶紧联系井下。正在这时，一个脏兮兮的矿工从井下跑了上来。矿长，井下。井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并下有偷水了危险，队长让我赶紧上来汇报情况，他正在组织同志们撤离。只是有危险，而不是真的发生了事故，这还好。对了，那位周同志让我告诉领导们，要立即通知其他几个矿井的同志们赶紧撤退，同时还要做好随时切断井下电源，以及做好救援的准备。哪个周同志？就是恁家里的那位亲戚，好像叫什么周阳。虽然不知道周阳为什么会下井，但既然他也认同杨队长的做法的话，那就说明这个透水事故的判断很可能是真的。我听我妹夫说，我这个妹夫的妹夫是个大能人，连省里的人以及京城来的专家都得请教他。不过这事儿等人全都撤上来之后再调查也不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通知调度室，让他们赶紧通知其他几个井的同志立即撤出来。想到这里，钟海当即跑到小吉普这边，上车打火，然后直奔调度室。车子刚刚开到总部门口，就看到邓矿长与市里的那位王副主任急匆匆地走了出来。王主任，矿长，2号井下有透水危险，杨队长正在组织同志们撤离，我得先去调度室通知4号井和6号井的人员撤离。具体情况我等一下再向各位领导汇报。说完，一脚油门踩下车子，再次向前窜去。钟海同志还是挺靠谱的，已经将情况基本摸清楚了。老邓，既然知道是2号井出事儿了，那咱们也别在这里干等着了，直接到那里看看情况。钟海来到调度室，当即将情况说了一遍。很快，调度室这边就给附近几个矿打电话，命令他们立即响铃，组织井下的矿工撤退。与此同时，矿上负责救援的队伍以及负责安保的警卫连也紧急集合了起来。大量的抽水泵、瓦斯监测仪以及其他大型小型的设备也都被从库房里抬了出来，随时准备进行井下救援。周阳在杨队长下达撤退命令后，跟着矿工们第一批撤到了矿井上面，而杨队长则是因为职责所在，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撤离，而是亲自与几名同志留在3号设备间，等待后面的矿工。同志，你过来一下，下面到底是啥情况？下面矿壁里有明显的透水预兆，不但岩石层发潮发暗，夯道壁也出现挂焊的现象，而且矿壁里的温度也出现了异常，暑伏天下面竟然让人冷得打哆嗦。最重要的是，岩层里有滋滋的水叫声，这是出现了压力水流，再加上空气中还有淡淡的臭味。井下的这些现象明显是要出水啊！幸好发现的早，不然的话不知道要酿成多大的乱子。下面还有多少人没有撤出来？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担任的是什么职务？看你也像是个干部，怎么能不知道井下有多少人呢？不好了，跑水了，跑水了！上来宁海铁矿逃翻废旧机器的我，却在无意中发现矿井将要发生透水事故。矿井负责人根据我的判断，果断按下撤离警报，将在井下作业的300多名矿工安全撤离，避免了一起超大矿难事故的发生。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宁海铁矿一把手亲自在小食堂设宴招待我。红烧肉、清炖羊肉、小鸡炖蘑菇、辣椒炒肉、鸡蛋汤，4个人4菜1汤，全都是贼拉拉硬的肉菜，主食还是大肉包子，就这伙食，真心让我羡慕啊！既然今天都不喝酒，那咱就以茶代酒。再一次感谢周阳同志昨晚上力挽狂澜。小周同志，昨天那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还不知道要出多大的乱子。一旦发生死伤几百人的大矿难，不仅仅邓海宁这个矿长难逃被追责，我这个分管领导也将晚节不保。2位领导快不要这么说，感谢的话你们昨天已经没少说了，再说下去我真不好意思再在这里待了。那好，既然小周同志这么说，那这事儿咱们就此接过。行，不提了。对了，小周，我昨天隐约听说你是小钟的亲戚，不在矿上上班。对，我本来是8宝梁大队插队的知青，这次是有事儿来咱矿上。8宝梁大队我知道，离这里可不近啊，是有什么急事来这里吗？呵呵，也没啥急事儿，就是想和矿上买一些淘汰下来的机器设备。老邓，你们矿上淘汰下来的设备都是自行处理吗？不，没有的事儿。矿上的设备即便是淘汰了，那也是国有资产，我们哪能随便处置？那小周同志刚才说的是啥意思？这是小钟和我汇报过了，小周同志想买的是那些报废了的破铜烂铁，那些东西不同于淘汰下来的设备，都将会被当成废铁卖给钢铁厂回炉的。小周同志，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可能是我刚才表述的不太准确，我们要买的确实是那些报废的破铜烂铁，我们其实是想要一台粉碎机，但是您老也知道，
粉碎机价格太昂贵了，一台就需要好几千块钱，我们生产队没那么多资金。恰好从钟二哥那里得知矿上有不少报废的粉碎机，所以就想来看看能不能淘一台能用的。随后周阳便把自己拆出报废粉碎机里的电机，再造一台能用的小型粉碎机的想法说了出来。听到这话，王副主任哈哈大笑。难得小周同志这么有信心，老邓你可得多支持他。那是自然，别的我也帮不了，就那堆破烂玩意儿，你想要什么只管拿去就行。那价钱？啥钱不钱的，都是些即将回炉的破烂玩意儿，我做主，不要钱。这次矿难能够有惊无险的解决，小周同志功不可没，你们矿上得拿出一个态度来。这个请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小周同志，过段时间我正好要去你们云山县开会，到时候再去你们那个八宝粮大队看你，顺便看看你那粉碎机造的咋样。欢迎支持。我这里还有事儿，就先回去了。这事儿的处理结果，你们给我打个报告。送走王副主任后，邓矿长先和钟海带着周阳去了一趟那个报废设备的仓库，随后大手一挥，告诉周阳需要什么东西直接拆走就行了，所有东西都免费赠送。为了方便周阳等人拆卸这些破烂，邓矿长专门让人给他们找来了专业的工具，而且还从矿上的维修部门调来了3名老师傅，帮着他们一起拆卸。在周阳等人忙着拆卸各种有用的零部件的时候，邓海宁和钟海则是回到了矿务总部的办公室。小钟，这次的事儿能这么平稳的解决，咱们2个算是走了狗屎运了。可不是，要不是周阳的话，咱矿上这次肯定是要出大事故的。所以咱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不是将那些报废的设备送给他们了吗？还要咋表示？小家子气了吧？人家可是救了我们几百号人，而且也等于挽救了咱们的政治生命，咋能用那点破烂玩意儿就把人打发了？说出去让人笑话。而且你还记得王副主任走的时候是怎么安顿咱们的吗？信不信要是咱们真就给点破铜烂铁，回头王副主任就会把咱们2个批一顿。那您的意思是这样？你等一下去一趟后勤部门，调2台新的电机给他们。新的？对，就是新的。咱们后勤部门有不少备用设备，肯定不缺这2台电机。那这2台电机该如何？这个简单，这次2号井透水，大量的设备报废，还核销不了2台电机吗？行，我明白该怎么做了。另外，周阳同志不是要自己造粉碎机吗？你再给他们弄1台电焊机，1台切割机，其他东西你看着拿吧。但这些设备出库的时候，记得把上面的编号抹掉，参数表都取下来，方便以后核销。明白。此外，这批新设备不要和那些破铜烂铁一起装车，影响不好。你从矿上调一辆卡车给他们送回去。报废仓库这边，周阳等人仿佛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啥都觉得是宝贝。除了电机外，周阳还将那些报废了的冲击、钻切割机、电焊机、电流交换器等等全都搬上了车。妹夫，你说咱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是有些过分了。周阳也有些尴尬，不知不觉中竟然将10来辆车全都装满了。保守估计这些废旧设备的重量差不多有7、8千斤，就按照现在废铁收购价每斤8分钱计算，至少也值700、800块钱。在这个36元万岁的年代，相当于20个工人1个月的工资。那要不咱给人家留点钱吧？等天亮后咱和钟二哥商量一下吧，不能占人这么大的便宜。第2天上午7点多，钟海来到了废旧仓库这边。当他看到眼前的场景，也是有些懵了。只见10来辆骡马车都装得满满的，他都有点担心这些平板车会不会半路罢工。这些都是你们翻腾出来吗？钟二哥，东西是多了点，但对我们都有用。不过我们不会白拿的，你看看给多少钱合适？咱们都是自己人，别不好意思要，总不能让你和邓矿长难做不是？啥钱不钱的，矿长已经发话了，说不要钱，那肯定是不要钱的。说话的同时，钟海心里忍不住有些想笑。这些破铜烂铁算得了什么？邓矿长可是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天大的惊喜。别的不说，单单那2台新电机，矿上的采购价就超过了800元，2台就是1600，再加上电焊机、切割机以及其他小型设备，总价差不多够3000块钱。不要钱那怎么能行？行了，说不要钱肯定是不要的。走，我带你们去吃早饭，吃完饭你们也早点动身。简单的吃完早饭之后，钟海让自家小舅子先带着骡马车队先回去，却把周阳单独留了下来，将他带到了矿务总部后面的一排仓库前。钟二哥，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去后面看看。带着一丝好奇，周阳来到了大卡车后面，顺着敞开的车厢看到上面竟然全都是各种设备。这些都是给你们的，这是邓矿长的意思，也是王副主任的意思。钟二哥，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啊。是贵了点，但肯定要比你淘回去的那些破烂好用，而且我们也有办法和上面报销，所以你就安安心心收下吧。要是有了这些设备的话，我必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造出粉碎机，到时候不管是饲料厂还是股份厂，其生产效率必然会大幅度的提升。到时候村里不但可以养猪，还能养一些鸡鸭鹅之类的家禽，社员们的收益必然会大幅度的增加。至于这些设备，就当是先赊下了，只要我们的养殖场办起来了，还愁没有机会补报他们吗？那行，东西我们收下了，替我谢谢邓矿长和王副主任。随后解放大卡便在一阵轰鸣声中离开了宁海铁矿。周阳没有立即回村，而是让司机师傅将车子开进了县城的主街道，并直接停在了县局的大门口。办公室里，卢有明正在看人事部门送来的档案。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请进。咦，西汉啊，你怎么来了？几天没见，门头又换招牌了，恭喜恭喜！38岁的副局长，进步的空间很大。上集我来到县公安局借电话一用，抬头一看才发现好兄弟已经升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了。咦，西汉啊，你怎么来了？恭喜恭喜！38岁的副局长，进步的空间很大。我也是刚接到上面的通知，不过现在我也不想那么多，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这也不错了，你们这种部门30多岁的干到副局长的有几个？那是。对了，你今天不会像上次那么着急吧？正好老李也在，咱们坐坐。没时间啊，外面还有车等着我呢。车？你这是要去哪里？我刚从外地弄了点设备，准备回村，路过这里想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我呀就是知道你小子是不是不登三宝殿。那行吧，我和电讯室那边打声招呼。半个小时后，周阳从县局出来了，而后在卢有明的目送下，坐着大卡车绝尘而去。看着解放大卡车拉着大半车设备远去的背影，卢有明的脸上再次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要知道，在70年代，就算县里要买这些大功率电机，都需要向上级部门申请的，就算批下来，也要等1-2个月，甚至1-2年。更让卢有明惊讶的是，刚才他竟然听到周阳让华县公安局长帮他联系一下东泉农场，准备从里面借调几个人过来。东泉农场是啥单位？前段时间我就知道了，那就是被下放的高级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地方。再想到周阳各种神奇的能力，会翻译，懂水利，还能治病救人，就连京城来的专家们对他都是赞誉有加。这人实在是太神秘了，一定要和周阳处好关系，说不定这就是自己的贵人。相对于卢有明这边心思复杂，久久不能平静，周阳这边则是有点激动。想到3天后农业大学毕业的高级工程师林毅马上就能过来帮忙建设八宝粮大队的厂房，他的嘴角就忍不住微微上扬。更让人欣喜的是，周阳除了借调了林毅以及另外一个电路方面能力很强的老杨外，他还点了父母的名字。3天后，周阳估摸着爸妈林毅他们应该也快到了，当即便准备前往西门汽车站接人。然而当他刚走出大队部的大门，就看到卢有明那辆212小吉普停在大队部的路边。上车？啥时候来的？刚到。但周阳从他满是汗滴的额头就能看得出来，应该是来了有会儿了。不过周阳却没有说破，是直接上车。此时通往云山县城的沙石公路上，一辆破破烂烂的长途客车正以龟速前进。周亚文夫妇以及林毅、杨文光等人此时就在车上，除了几个大人外，叶立芳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娃娃，正是林毅的闺女小玲儿。看来今年这边的雨水也不行啊。谁说不是？你看那庄稼长得还不如咱们农场呢。哪能比得了吗？咱农场自从打了水井之后，隔3差5就浇一水，有水的庄稼肯定长得好。不管咋说，最起码今年咱们不用饿肚子了。这还得感谢周阳同志啊，要不是他，咱们今年还不知道该咋办。快别这么说，我和他妈不也在农场吗？这也是为了我们好。老周，你说这云山县城快到了不？小玲儿怕是饿了，一个劲儿的咬手指头。应该是饿了，不过我带了奶粉，下车后找个地方给灵儿冲一碗。快到了呀，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是县城了。谢谢您。10几分钟后，车子终于在云山县汽车站停了下来。车子刚站稳，叶立芳一眼就从稀疏的人群里看到了儿子周阳。母亲刚下车，周阳就打算将他怀里的小丫头接过来。不用你抱，你个大男人哪能抱得了小娃娃？妈妈、林哥、杨哥，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其实也挺好的。自从去了农场，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出来过了。老林说的对，正好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爸妈，这位是云山县公安局的卢有明卢局长。妈，这位是云山县公安局的卢有明卢局长，也是我的朋友。卢局长你好。周叔好，你叫我小卢就行了。我和周阳可是很要好的朋友。云山县国营饭店知道爸妈他们已经饿坏了，周阳也没有等着厨师炖肉什么的，就让他赶紧给几人下了几碗面，同时又把本地的熏鸡要了1只，熏猪头肉要了2斤。趁着上饭的这段时间，周阳将村里要建饲料厂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我明白了，你这次把我们叫过来，就是想让我们帮你修理一下那些破旧的机器设备，是吗？也不全是，修理机器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想让林哥帮我造几台粉碎机。造粉碎机还几台？粉碎机的工作原理我知道，图纸我也能画出来，但是我的动手能力不太行，还得林哥上手才行。只是造机器设备除了要有图纸外，还需要各种的材料和机床，你这里有吗？电机已经有了，新的2台，其他材料也有一些，但工具只有电焊机和切割机，还有一台小型电钻，其他的便没有了。有这些也差不多够了，大不了我们自己弄一台简易的机床，只要对精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问题不大。我的想法就是好好把那些机器设备都利用起来，除了粉碎机外，最好是再弄一台磨面机。那我呢？我能干些什么？杨哥，你的任务是帮我们把沼气发电这事弄妥，顺便再把村子里的线路给规划一下。放心吧，电路方面的事情我在行，肯定给你弄得妥妥的。那多谢杨哥了。
正说着，菜也上来了，随后众人便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吃完饭后，卢有明也不管超不超载，将几人全部拉上车后，直奔八宝粮大队。半个小时后，吉普车便来到了李丰年家门口。此时，李幼薇和李丰年一家早已等在门口迎接。将众人放下后，卢有明跟周阳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整个李家大院瞬间热闹起来。李丰年对亲家第一次到来显得格外重视，特地买了不少鸡鸭鱼肉为周父周母接风洗尘。而男人们则在大院的树下聊天。爹，现在有件事儿，麻烦您得安排一下。啥事儿？我这次把林哥和杨哥请过来，就是想让他们帮着咱把粉碎机整出来，同时也把沼气发电这事儿给彻底的落实了，让村里的社员们都能用上免费的清洁能源，也让他们真正的得到好处。所以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林哥和杨哥的住处安顿好，另外将大队部后面的那几个大仓库都腾出来，一个做工作间，另一个做材料间。同时呢，您还得从村里挑几个有文化且机灵的年轻人，跟着林哥和杨哥学着操作机器，以后不能老指望别人帮我们，得自己学着做。林哥、杨哥，这段时间就拜托你们两个了。客气了，我们会尽全力的。干活的事情交给我们就行了，不过还得请你们帮着照看一下灵儿。林毅大哥，灵儿就交给我吧，我是他干娘，理应照顾他。就在众人准备开饭时，门外突然响起了车子的轰鸣声。只见新华书店的徐永光带着一个中年人匆匆赶了过来。周阳同志，我去你家没找到人，一打听才知道你来你老丈人家了。这几位咋没见过，面生得很。徐哥，啥风把你给吹来了？这是我的父亲周亚文，母亲叶丽芳，另外2位是我请来帮我建设厂房的工程师。你们好，我叫徐永光，是宁氏新华书店的店长。你好，徐同志，还没吃饭吧？一块坐下，我们边吃边聊。我今天来找周阳同志有点事。哈哈，不说我也知道，老徐你找我肯定是为了翻译的事儿，这事不急。周阳同志，急咋能不急呢？我们这几天都快急死了。这位是，看我这记性，竟然忘了介绍你们认识了。周阳同志，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冯武辉同志，是咱们宁市地委行署的办公室的一位科长。冯科长好，我是周阳。周阳同志，久仰大名。是这样的，我们想请您去给我们当几天翻译。同声翻译，客人说的是哪国语言？英语。客人是什么身份？方便透露吗？方便，是漂亮国的一个公司的工作小组，他们来这里主要是为我们安装和调试化肥生产设备的。漂亮国化肥生产设备，1975年。这些关键词瞬间让周阳想起了前世著名的一个国家计划43方案。只是周阳有些懵，在我的记忆中，国家在43方案前期一共引进了4套化纤技术设备和2套化肥技术装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直到整个计划全部完成，也不过是在全国建立了13个大型化肥厂。但是在这些化肥厂里面并没有塞北省，更不要说小小的宁市了，是自己的记忆出错了，还是历史的车轮发生了我不知道的改变。